看看他做的那些事儿，赏花不成，砍光人家的荷花荷叶，经常上街不说，居然还骑着驴，成何体统啊？哪里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为了骑马痛快，他竟然自己花钱去修路，你说说，这是侯府小姐会做的事儿吗？有这么个儿媳妇，害得本宫天天被别的妃子冷嘲热讽，脸都丢光了。我管他？怎么管？打吧打不过，骂吧更骂不过，众目睽睽之下被他打一顿或者骂一顿，我还不被兄弟们笑死？母妃啊，要不你召他进宫来，好好教导教导他，教教他应该怎么做皇家的媳妇儿。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本宫就派个嬷嬷去一趟休家。伊静阳咧了咧嘴，母妃那折磨人的手段他可是很清楚的，他很想看看修罗然会被淑妃折磨成什么样，不过可惜不能留在这里围观了。三哥啊，你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来是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啊。我怕你等得着急啊。哎，你快看看这些，我感觉好多都有用。修罗然拿起那摞纸，刚刚扫了两眼就认真的看了起来。三哥啊，这第一个你看了没？我感觉这个就不错啊。你们好好问问收集消息的人，这情报是不是准确的？洛洛，你放心好了，绝对准确。我那个情报主管说，他感觉这个情报也许用得着。关于这个情报的相关信息呢，能收集的他都收集了，很详细。那我好好看看。三哥，你这个情报主管是个人才啊，看看这些信息收集总结的很到位啊。那是。三哥，就这个吧，你觉得要多少合适啊？怎么还不得3万两？三哥，咱们格局能不能大点儿？这家伙可是个当官的，家里以前做过皇商啊，那钱还不是有的是，没准他的官就是花钱买的。还有，他岳父的官可比他的大多了。那我要5万吧。那个受害的人家里也不是普通百姓吧，要10万他肯定要讲价啊，最后能收到多少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一定要多带人，安全第一。洛洛呀，我怎么感觉咱们像绑票的土匪啊？咱们哪里像土匪？土匪绑的都是无辜的人，这人无辜吗？他把人命当儿戏，咱们要他点钱怎么啦？哎呀，咱们用这钱架桥铺路，就当是为他和他的子孙后代祈福了。你看看咱们多善良。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啊。哎，洛洛，你说我们晚上去好还是白天去好？这个吧，就得要看你方便看他方便了。虽然这事儿呢咱们不理亏，可还是别叫人知道的好，闷声发大财，懂不懂？闷声发大财？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安排。我的手下里有一个人口才极好，那真的是舌灿莲花呀，我把他带去，一定能要到一个美丽的价钱。三哥啊，你们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不能让人家看到你们的脸，听到你们的声音，小心他打击报复。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这时莫愁跑了进来。小姐，门口来了个宫里的嬷嬷，说是淑妃娘娘宫里的，她说请小姐跟她进宫一趟。洛洛，要不三哥陪你进宫？如果遇到啥事儿，我还可以找易静阁帮忙，他娘可是皇后啊。我能有啥事儿？遇到我有事的都是别人。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吧。那你小心点啊。你也是。修令群走了，修令策转动轮椅走了进来。我刚刚看到莫愁跑得很快，就跟着来了。淑妃叫你进宫，肯定不会有啥好事的。你最近的名声可是不太好啊。大哥，再不好我还没进门呢，他能把我怎么的啊？他看我不顺眼，要不然他找皇上退亲啊？他们不乐意，我也不乐意呢，都退不了亲了，我也很无奈。修罗然看到大哥眼中的担忧，他安慰道：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吃亏的，只要你们别怕我给你们捅娄子就行。洛洛，别委屈了自己，大不了我再和爹金殿赔礼道歉就是了，又不是没做过。我知道该怎么做，大哥放心。修罗然跟着嬷嬷进了舒心宫，行了礼就站在一旁。淑妃现在看修罗然是哪儿都不顺眼，看看这是哪家的礼仪啊？行礼不标准，站也没个站相，真该叫皇上过来看看他这副鬼样子。淑妃盯着修罗然，修罗然就这么大大咧咧的任凭淑妃打量。你这是哪家的规矩，就这么和本宫对视？淑妃娘娘又不是见不得人，还不让人看。你跟本宫跪下。我又没犯啥错误，不跪。好啊，本宫说上句你有下句，你就是这么做人家媳妇的？哼，我想淑妃娘娘你可能搞错了，本姑娘还没出阁呢，还不是人家媳妇儿。
你，来人，给本宫掌嘴！一个高大粗壮的婆子过来了，伸手就要打修罗然，被修罗然一脚踹到一边去了。反了！来人，去看看皇上是不是有空，本宫要见圣驾。他话音刚落，就听到外边小太监的报告：皇上驾到！淑妃跪下了，修罗然也跪下了。皇上听身边的太监说，淑妃叫了修罗然过来，他很好奇修甲这丫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正好批奏折完了，他就来到了舒心宫看修罗然。皇上坐了下来，你们都起来吧。谢皇上。皇上看向修罗然，她长得很精致，眼神很有灵性，一看就不是个安分的。皇家的媳妇儿厉害些，总比窝囊的好。他看淑妃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爱妃，你可是有话要说呀？皇上，你看看，就她这个样子，怎么做咱们皇家的媳妇？朕看着还行啊。皇上，那是你没看见她刚刚的样子，既没教养又没规矩。就算没过门，本宫还不是她婆婆。可本宫总是一宫主位吧，她也应该对本宫尊敬一些。她可倒好，竟然把本宫的人踹倒了，这样的媳妇本宫可不敢要。娘娘这样的婆婆，小女子也不敢要。这么说来，你们都对朕的决定有意见。皇上，小女子知道这话有些大逆不道，可是小女子还是要说，这婚姻结的是两性之好，图的是你情我愿。可你老人家也看到了，淑妃娘娘明显就是不乐意。至于四王爷，那更是100个1000个不乐意，小女子就更不乐意了。为啥？这样的相公，这样的婆婆，没进门我就不招他们待见，这过了门还有我的好。所以淑妃娘娘想退亲，四王爷也想退亲，小女子也想退，请皇上成全。皇上看了淑妃和修罗然半天，才缓缓地问修罗然：听说你出了钱救京城的主路？是的，皇上。你很有钱呐。我娘的嫁妆很丰厚，我爹和哥哥们答应把我娘的嫁妆都给我，我随便花。我不喜欢坐轿，也不喜欢坐马车，我就喜欢骑马。咱们京城的路修得很不错，但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窄，我出钱修宽点，对大家都有利。嘿嘿嘿。你把顺亲王府荷塘的荷花荷叶都砍光了？那个，我去王府游园赏花的时候，那些贵女要撵我走，我一生气就，我错了，请皇上责罚。皇上听听啊，这满嘴的我的。淑妃娘娘，刚刚我也说了，咱们两家的亲事也不是我乐意的，退不了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就这样了。你就不要再揪着这个事说事了。谁不知道我从小在安堂长大，一个没娘的孩子，你不能苛求太多。要不皇上就在这儿，你请皇上取消咱们两家的婚约，要不呢，有我这个儿媳妇儿，你就认了吧。你再生气再不满，我也不会改变的，我就觉得我这样挺好的。淑妃看皇上沉着脸，她也不敢再说什么。过了许久，皇上开口：退亲的事，你们以后不许再提了。说完，皇上就离开舒心宫了。他走后不久，修罗然向淑妃拱了拱手，不等淑妃说话，他也离开了。淑妃气得牙痒痒，可是也不能把修罗然怎么样啊。修罗然一边往家里走，一边想着刚刚的事情。皇上为啥不同意退亲呢？难道说自己身上有他感兴趣的东西？三哥，洛洛，你回来了，淑妃没为难你吧？没有，你办的事情顺利吗？相当顺利。修令群就讲了他们赚钱的经过。修令群按照修罗人的提议建了个情报站，他收编了4个乞丐小队为他收集情报。他给钱给得很大方，情报站的人也很卖力。主管把所有的人都派了出去，每天收集上来的消息有很多，经过整理归纳之后就存档保管。修罗然出钱修路，花自己的钱他很心疼，他就准备找个帮他出钱的人。三哥啊，这物件呢我挺喜欢的，我留着玩，告诉你手下，就当没见过这物件，省得惹祸上身。银票我留下4万就行，你回去后好好奖励奖励你的手下。你要重点强调，没有你的同意，你的手下不准私下行动，否则严惩不贷。修罗然是怕修令群的手下有样学样，到处勒索，四处惹事儿，那还不乱了套了。再说了，这种事情也不能都这么做，还得看具体情况。修令群又塞给修罗然2万两。洛洛，钱你收着，路没修完，你还得出钱呢。我会告诉手下，就当没收到这么个玩意儿。通过这次行动，我发现了几个问题，我得回去好好处理一下，让情报站更加完善，更加正规。去吧。修罗然拿着那个物件来找修令策。大哥，给你看个东西。洛洛，你哪里弄的？
修罗然没有隐瞒，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修令策好笑的看着妹妹，你舍不得用自己的钱修路，所以吃大户去了？这才叫本事呢！如果啥事都用自己的钱，我的钱就是再多也扛不住这么花。再说了，这花别人的钱可比花自己的钱开心的多了。你还真是总有歪理，这东西放我这里吧，安全。修罗然也没问这到底是个啥东西，他认真检查了一下修令策的腿，问了好几个问题之后就放心的走了。修令策看着手上这个镶玉镶宝石的金狮子，不由得再次感叹修罗然的运气。这金狮子当年无数的人把京城翻了个底儿朝天都没有找到，妹妹为了弄钱想了个主意，人家把金狮子抵了1万两给他了。这件事情事关重大，目前还不是他面试的时机，他甚至都不打算告诉父亲，省得给父亲带来困扰。修罗然来找袁陵，袁大人辛苦啦。邱小姐，你来找下官可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袁大人给你添麻烦了，你的上官没找茬拿捏你吧？啊，没有。那就好，袁大人，我觉得吧，怎么也是修一会儿，干脆呢就把所有的路都修一修好了。所有的路，修小姐都要修。袁大人，我再给你5000两，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钱不够了你和我说，如果人不够了，你可以派人去乡下，到京城附近的乡村宣传宣传，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干活的。我希望袁大人呢能和京兆府尹衙门协调一下，让他们再多派一些衙役上街维持秩序。必要的时候，你隔三差五的给那些衙役点好处，或者是给他们送一些肉蛋酒之类的，也用不了多少钱。听了修罗然的话，袁陵很高兴，钱到位了，还有啥事儿办不了啊？京城所有的路都加宽了，百姓的和挑担的、坐马车的走两边，骑马的走中间。修小姐放心，下官保证办好这事儿。袁大人，干活人的饭菜饼子可以多给一个，里面有玉米面的再多一点，菜呢肉适当的再多加点。好。小姐，二夫人今天不是回娘家了吗？刚刚她回来的时候，我看到她了，披头散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回娘家打架去了呢。回到家里，宫氏就来找修远山，把今天的事情都说了一遍，只是他没说自己借钱准备继续放印子钱。依然这事儿你没答应吧？没有，我当时啥也没说。哼，算你聪明一回。你如果敢把我闺女许给公家那个烂货，我打死你！修远山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修远山刚刚走出角门，就碰到从垂花门走进来的修洛然。二叔，谁惹你生气了？你一副找人拼命的样子，你告诉我，我帮你出气去。咱们修家人可不是好欺负的，敢欺负我二叔，看我不打死他！公家人说服你二婶，让她把你大堂姐嫁给公安。我二婶同意了。你二婶啥也没说。二叔，你得要告诉二婶，你家我堂哥堂姐的婚事让她别管，可别咱们修家的媳妇和女婿都是姓龚的。二叔，你准备干嘛去？去公家，我不会把依然嫁给公安的。二叔，你去不合适，别忘了啊，你老丈人还在家呢，你会有所顾忌的。公家我去，我现在可是修家的当家人。修洛然说服了修远山，他就来找修依然。你这是跪脚踏贱地啊！不知道管家大小姐来我这儿有何贵干啊？对一个掌控你命运的人如此态度，不是聪明的做法。你应该知道，你娘回娘家去了，你外公让你娘把你嫁给公安。我娘她同意了。你娘啥也没说，就被张妈妈给拽回来了。你娘回来的时候，你外公叫她给你准备好嫁妆。你爹知道这事儿很生气，他要去公家，我觉得他去不合适，我怕你外公用身份压他。我说服了你爹，我去公家。你去啊？对啊，我以修家当家人的身份去。作为一个修家人，作为你的姐妹，我自然不同意你嫁给公安那个畜生。可有钱难买乐意，没准你就乐意呢。如果你乐意的话呢，我不怕辛苦，直接去公家提亲。放心，我会给你准备几篮子嫁妆，这是看你的面子。因为公安那个王八蛋，我不会在他身上浪费1文钱的。修依然瞪大眼睛，愤怒地看向修洛然。修洛然自从认识修依然这个堂姐，她就一直是不温不火，一切尽在掌控中的样子，几乎没见她生气过。她今天这是破功了？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了，那我就提亲去了。等等，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时间很宝贵的啊，我还要去玩去呢。修洛然走到修依然身边，修依然坐着，修洛然站着。
修罗然居高临下的看着修依然。修依然，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知道怎么做对你才是有利的。我呢，讨厌麻烦，但我不怕麻烦，我也不怕事儿。今天既然来到你这儿，有些话咱们就得要说明白一些。咱们虽然相处的不太好，也还是家人，不是仇人。修罗然拿开手，修依然仍旧看着修罗然，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修依然，我奉劝你，像上次在顺亲王府你对我做的那些事儿，以后最好别做了。我忍了一次就已经是极限了，我不会再忍你第二次。那次游园赏花会，修依然偷偷说出修罗然的身份，让大家看不起修罗然。他还故意引导别人，让大家以为修罗然既无礼又没有教养，还不尊重堂姐。修依然，你是很聪明，但是呢，请你相信我的话，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咱们两个啊，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就是说来你家挖箱子的事吧，你是不是暗暗得意好久？因为你的钱藏得很隐秘，我没有搜出来。其实那是我故意留给你的。我为什么这样做就不用说了吧？如果不是你娘做的太过分，我不会出手的。他贪就算了，贪再多也是花在修家人身上，我爹都不管了，我才懒得分那个心思呢。可你娘倒好，总是往娘家划了。重点是公家从上到下还没人领他情。关于这一点，修依然比修罗然更清楚。他也曾劝过宫氏很多次，别再答应公家那些无理的要求了。可宫氏从小被欺辱到大，他想在娘家人面前抖抖他侯府当家人的威风，显摆显摆他的能力，因此对公家人几乎是有求必应。公家人奉承讨好的态度极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如果他真拿出侯府当家人的气势对公家人再厉害些，那公家人肯定是会害怕的。修依然啊，我警告你，别妄想与我作对，你干不过我的。你爹不如我爹，你哥不如我哥，你娘不如我娘，你不属我。也许你不服，但事实就是如此啊。我打个比方，假如你惹怒了我，我把你打死了，你来分析一下，你说我阿叔会不会让我偿命？修依然很清楚，肯定不会。自己老爹总感觉他欠大哥的太多，对不起大哥，肯定不会让大哥失去爱女的。假如你娘和你哥拼了命找关系，求亲戚托朋友想为你讨一个公道，最后闹到了皇上面前，我爹肯定会用他和我大哥的战功还有我家的爵位换我的命，你说皇上会不会同意啊？哼，不同意是傻子，皇上同意了，爵位收回来了，每年就可以节省一大笔俸禄呢。修依然啊，我和你说，我又不是傻，我是不会让我爹和我大哥这么为难的。如果你惹急了我，对付你这种女人最好办了。修依然瞪大眼睛，想听听修罗然要怎么办自己。你听好了，很简单，只需要一个邋遢的男人，一张破床和一帮观众都不用1刻钟。你混蛋！我是不是混蛋取决于你的态度，你明白了吗？我和你说句实话，你们二房我真正讨厌的人也只有你娘。你别看我打了修尔然几次，其实我并不讨厌他，他只是被惯坏了而已。给你提个建议，他现在应该很怕你吧，你不妨好好教教他，别把心思都用来对付我。你把他教好了，他肯定会是你的助力。我就算对你再好，你们才是亲姐妹，就像我爹和你爹。公家那个死老头倒是打得好算盘，他家的那个死癞蛤蟆就配找个臭泥鳅，他妈的居然想要吃天鹅肉，本姑娘就去教教他。痴心妄想是要挨打的，以为修家的姑娘好欺负，看我不打得他满脸彩虹灿烂。修罗然说完，提着鞭子气势汹汹地走了出去。修罗然去公家没有走正门，而是直接从院墙翻了进去。他抓住一个下人，问清了公安的住处，他就找去了。见到公安，二话不说就是一顿鞭子，打得公安在院里跑来跑去，哭得那叫一个惊天动地。打完公安，修罗然就去了龚老头的院子。你快说，安儿怎么了？他在哪里受了欺负？你快带我去。公安啊，我打的。你是谁？你给我听好了，本姑娘就是镇西侯府的嫡小姐修洛然。给我打！修罗然没有说话，上去一鞭子一个，把两个人都打倒在地，半天都爬不起来。老东西，你想的挺美啊，居然想叫你孙子娶我堂姐，你看看你孙子那个破烂儿，他配吗？一副被酒色掏空了的破身子，一脸癞蛤蟆相，只知道花天酒地，从来没赚过1文钱。怎么想娶我们侯府的小姐养着他，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这时
宫老二、宫老三，还有宫家的几个媳妇儿也都跑了过来。修罗然用鞭子指着他们：我和这个老东西说几句话，你们如果敢过来，我就抽死你们！你们想娶我堂姐，本姑娘很不爽。一边从怀里掏出火折子，看着扫得很干净的院子，没找到点火的东西，他从小空间里掏出军刺，到宫老头身边，刷刷刷地挥动几下。在宫老头目瞪口呆的时候，修罗然早已割下了一大片的衣服前襟。他吹着火折子，把衣服前襟点着后，包了块小石子儿，就扔对面宫老头的房顶上了。哎呦，快来人呐，救火呀！这时候房顶已经烧出了黑黑的一片，宫家下人虽然不多，可是嗓门大呀。他们叫喊着，端水盆的、提水桶的都跑过来救火。宫老头看着房顶蹿起来的火苗，吓得不行。哎，快上房，上房，快救火！拿梯子来，拿梯子！救火？看看你们家这几个猴的人，这火怎么救？老东西，这火既然已经放起来了，不把你家烧光，本姑娘是不会走的。你就好好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痴心妄想的代价。哎呦，我求求你了，别点了，我们不娶你堂姐了，你快走吧。记住你刚刚说的话，还有，今天这事儿如果宣扬出去了，我就找你们算账。说完，修罗然看看两个房顶的火势，从一个下人手中抢过一桶水，踩着梯子上了房顶，把最旺的火浇灭了。他没有飞身上房，他可不想暴露自己的轻功。站在房顶上，修罗然指着下边宫家的人骂道：这么多年你们宫家从我们修家弄走多少好东西啊？你们还不满足？我们修家的人你们也敢惦记啊？我告诉你们，本姑娘可不是好欺负的，这次只是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再有下次，本姑娘不烧光你们宫家，我就不姓修。快救火！家里已经被掏空，靠借钱过日子，如果再没了房子，那真是要了命了。火很快被熄灭了，虽然公府不让下人们往外说，可是京城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了。说是镇西侯府的小姐听说堂姐的表哥要娶堂姐，她不乐意，就去人家家放火，房子都烧了10几间。他还扬言，宫家如果再提这事儿，他要烧光整个宫府。修尔然来到修依然的房间，很是气愤地把这事儿告诉了修依然。姐，你说那死丫头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居然跑到外公家放火？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嫁到公家去呗？修尔然就是感觉修罗然去外公家放火这事儿让他很愤怒，却忘记修罗然为啥要去放火了。尔然，如果大伯家和外公家打起来了，你帮谁？我当然帮外公家了。那你怎么不去外公家住，花公家的钱吃公家的饭？我姓修啊，当然得住修家了。你还知道你姓修啊？姐妹俩聊了很久很久。修罗然离开公家，并没有回家，而是在街上溜达溜达。他要好好看看这京城的路修得如何了。修小姐，下官知道过几天会有很多人去城外的静心庵参加藏安神尼的佛会，所以每天加了2文的工钱，让修路的人多干了半个时辰。终于在昨天把所有的主路修完了，想骑马出城的人就方便了。袁大人，你做得很好。照目前的情况看，我给你的钱够用吗？不够的话，够用，足够用了。也许还能有点剩余。那就好。袁大人，你刚刚说的什么佛会是什么？修小姐，不是说你在静心庵生活了10多年吗？怎么会不知道这个？袁大人，我在庵里就是个扫院子的，很少走出那几个院子，所以真的不知道什么佛会。这个佛会啊，其实就是藏安神尼演绎佛经佛法的大会。虽然是在尼庵里举办的，却有很多的权贵参加，声势很大。据每次参加的人回来说，都是受益匪浅。我明白了，你们继续干活吧，我回家了。修罗然躺在床上，他要认真整理一下原主的记忆。一个小女孩短暂的10几年的生命历程，在修罗然的脑海中一幕幕闪现。想她堂堂侯府小姐，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却在庵堂里熬了整整15年，到最后还是没能熬过去。修罗然从床上爬了起来，他要去找修衍苍，听听当年他必须把孩子送出去的理由。爹，你当年把我送进庵堂，你不应该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吗？洛洛，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问这个？我不应该问吗？洛洛，是不是有人向你说什么了？
说什么啊？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不方便对我说？放肆！你怎么和你大哥说话呢？你少在我面前摆你做父亲的架子！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我从小长这么大，没吃过你一口饭，没花过你一文钱。洛洛，你给我闭嘴！我想听他说。我如果不说呢？那我就没你这个爹。洛洛，别说气话。什么气话？一个护不住妻儿的父亲要来何用？这句话就像是一把利刃，狠狠地扎在修远苍的胸膛，疼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右手抚着胸口，左手扶着桌子，慢慢坐了下去。爹，你没事吧？修远苍摇摇头，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你不说是吧？那咱们以后永不相见。洛洛，你回来，我跟你说。那你说。洛洛，在我说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刚刚回来的时候不问，现在才想起来要问？因为我刚刚恢复了在安堂的15年的记忆。你是说你刚刚回来的时候失忆了？对。你怎么失忆的？是我师父把那些记忆给我封住了。回来的路上我不是摔了后脑吗？我的伤现在完全养好了，我的记忆也跟着恢复了。你们知道这15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修洛然把记忆中的小女孩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说了一遍。15年啊，我过得猪狗不如，难道我不该问问当年把我送出去的理由吗？洛洛，你说你受了15年的苦，那你遇到你师父的时候你几岁？怎么，你的意思是怪我师父没照顾好我呗？不，我只是觉得奇怪，你一身的本事应该都是你师父教的，你学这些本事怎么也得几年吧？大哥，你是不是想说起码我跟我师父学本事这几年应该没受什么苦，是这个意思吗？修令策不说话，他默认了。你们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师父的事情一会儿再说。好。紧接着，修令策就开始讲述当年修远苍为什么会把刚刚出生的修洛然送进安堂里。侯爷，你夫人去了，还请节哀。你家刚出生的千金不是一般人，你们家养不住，你得把她送去尼安，等她过了15周岁生日，再把她接回来，就叫她修洛然，落花的落。到时候，你所有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侯爷，小姐在娘胎里很健康，只是夫人生产的时候受了惊吓，再加上不足月，以后可要精心些养着，否则容易夭折呀。溥仪的后半句话没敢说出口，不过修远苍也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我知道了。随即，修远苍当众宣布：这孩子一出生就没了娘，身体也不好，还有些呆呆的，我把他送走，等养大了再接回来。当天夜里，修远苍骑着马，把女儿小心地放在怀里，直奔城外150多里的静心庵，见了住持苦方师太。苦方师太看到镇西侯来了，特别热情。他听了修远苍的请求后，满口应承，当时就叫来他的师妹苦莲师太，让他细心喂养，耐心照顾这个小婴儿。从那时候起，镇西侯府就经常往静心庵送钱财和小孩子能用的东西，一送就是好几年。后来有一次，修远苍偷偷去看女儿，发现女儿正在干活，小小的人拿着个大扫把在打扫庭院。修远苍心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是他却没有声张，直接去找苦方师太要说法。我们侯府每年送来那么多银子，难道不够我养女儿吗？你们还让她干活？苦方师太马上把苦莲叫过来，当着修远苍的面狠狠地训了他一顿。修远苍满意的离开了。不久，他又去了庵里，发现女儿还在干活。他想了想，从那以后，侯府不再往庵里送东西，但是往庵里去的次数却增加了好几倍。他不知道的是，修令群长大后学了武，也经常去庵里看妹妹。只是他们都遵从邝继先的嘱咐，谁也不和小修洛然说话，不和他见面。修洛然被送去庵里不久，皇上就知道了，他找来修远苍。爱卿啊，听说你家刚刚添了个千金。是的，皇上。朕的四皇子4岁了，正好和你女儿年纪相当，朕想着等你女儿满了15岁，就让我四皇儿娶她做正妃。爱卿，你觉得如何呀？皇上，年纪是合适，只是臣的小女儿是早产，生下来身子就弱，又没了娘，目前正在静心庵里养着。嫁4皇子好像不太般配呀。哼，
朕自然知道不般配啊。朕的儿女个顶个的都是人中龙凤，哪是你家一个病秧子能配得上的？只是那个邝继贤干嘛多管闲事，叫这丫头去安里养着？难道有什么玄机不成？那丫头不会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吧？必须弄到皇家来，不能叫别人家娶了去。虽然按年计算老五更合适，可老四只比老五大1岁，也不能越过哥哥给弟弟啊。九爱卿啊，你就不要客气了，咱们结亲也算是门当户对。萧远苍能说啥呀？人家是君，他是臣，他就只有答应的份儿喽。是，臣遵旨。听修令策讲完，修洛然也算是明白了，原来问题是出在那个青天剑监正身上啊！如果没有他，原主恐怕早就死了，而自己也不会穿到这里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侯府，当时有陆妈妈在，有宫氏在，一个7个月的早产儿，随便动动手脚就活不成。但是在安堂里就不一样了，苦方为了钱会把小婴儿养大。虽然苦方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会去虐待原主，但起码原主是长大了，活到了15岁。修令策看着修洛然在沉思，他耐心地等着，看修洛然好像是想开了，他问道：洛洛，现在说说你和你师父的事情吧。我是在回家的前1个月遇到我师父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他，反正在我心里他就是神仙一样的存在。他对我说他是受人之托要教我一些东西，他和我有1个月的师徒缘分，他就教了我1个月。你师父只教了你1个月？对，就是1个月。他除了教我东西，别的啥也不管。你们想象中的给我些吃的穿的并没有。修令策和修远苍很难想象这1个月的时间，修洛然是怎么学会这么多东西的。你们是不是特别想知道1个月的时间我是怎么学会那么多的本事的？父子俩点头。确切些来说，我师父不是教，他是用法术把那些本事像灌水一样灌进我脑子里的。他第1天灌，第2天帮助我吸收，怕我原来的记忆会影响我学本事，就把我的记忆封住了。法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法术。我师父双手搭在我头上，我就感觉脑子里突然多了很多东西，再然后这些东西就慢慢的变成了我的了，就像我学了很久很久一样。我记得很清楚，也知道应该怎么用。修令策和修远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情很复杂。看桌子上有纸笔，修洛然拿起来，很快就画了一幅风景画。修令策感觉这画的还挺不错的。我的字你们见到了，还有这画，你们觉得是短期内能够学会的吗？那你都学了些什么本事？那可多了，什么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都有涉猎，但我最精通的还是医术和武术。我能打人杀人也能救人。大哥，过些日子就可以拆石膏了，然后看恢复情况，慢慢做复健，你的腿就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不过这些都只能偷偷进行，你还是得要坐轮椅。策儿，洛洛说的对，尤其是你现在的身份很危险，你继续坐轮椅麻痹众人，你就多了一张保命的底牌。我明白。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皇上不愿意退婚。青天剑监正的做法让他觉得我可能是个奇人能人，应该嫁到他们皇家去。不退就不退吧，反正这个4王爷未婚妻的身份有时候还挺好用的。至于以后，那就走一步算一步吧。洛洛，如果你非要退亲的话，咱们也不是做不到。不用，易建阳母子比咱们更想要退亲。皇上呢还在观望，现在让挺好。我觉得也挺好。大哥，静心庵的佛会你了解多少？藏安被称为神尼，是因为他对佛法和佛经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境地。他每年都要到很多国家去宣扬佛法，讲解佛经。静心庵就是他到天鹤王朝讲经的落脚地，1年1次，时间不变，为期7天。因为有很多权贵和有钱人去听他讲经，很多人甚至不远千里而来，就为了听一次经。静心庵会为听经的人准备素斋和禅室，声称是免费的，却在香客上香的地方备下厚厚的功德簿。有人捐的香油钱，就有尼姑高声道谢，于是就会有更多的人捐更多的香油钱。原来是这样啊！我记得去年差不多就是这时候，那半个多月我每天都要收拾10几件禅室，打扫10几个院子，哪怕差一点点没干完都吃不到饭。洛洛，苦日子过去了，以后你就是咱们家的小公主，你想干嘛就干嘛。记着，侯府永远是你的家，你的后盾。下人找来，修远苍出去了。修令策看着老爹的背影，对修洛然说：洛洛，爹觉得对不起娘，对不起你，所以这些年他一直畏惧，
只有红衣一个女人，她很内疚，心里很苦。那些伤人的话，以后你别再说了。我知道了，大哥，公事当家这事儿，我还是觉得奇怪。就算咱们大房没有女主子，解决的办法多的是，也不一定非得要公事不可啊。前些年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也曾在心里怪过咱爹。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才明白咱爹这么做的真正用意。什么事情？你还记得我和你说过，你3个堂姐是同一年出生的这话吗？记得啊，你说大堂姐修依然和二堂姐修尔然是双胞胎，她们是春天出生的；三堂姐修珊然是夏天出生的，三堂姐是庶出，她的生母是婉姨娘。对，另外二叔还有一个姨娘白姨娘，她生了一儿一女，女儿10岁了，儿子也8岁了。我以为二叔只有修珊然一个庶出的孩子呢，2个姨娘3个庶出子女，公事当家，二叔是怎么养活他们的？以公事那德行，他肯定不会额外给他们1文钱的。就是二叔的俸禄，恐怕也会被公事搜刮干净吧。重点来了，二叔的这2个姨娘是咱爹给他纳的，都是有才有德有貌的良家女子。二叔为了侯府的名声娶了公事，这是咱爹补偿二叔的。二叔是养不起，可咱爹既然给二叔找了女人，怎么会让二叔为难呢？大哥，你是说咱爹偷偷给二叔钱？是啊，不但给钱，甚至还派了护卫守护2个姨娘的院子。高啊，咱爹这招实在是高。这样一来，公事就是再不乐意，也不敢对2个姨娘怎么样。姨娘们有钱了，也不会被公事拿捏。对，二叔还明确地告诉公事，他的姨娘不需要向公事这个正室行礼。公事就和二叔大吵起来，问二叔，妾室不向正室行礼，这是哪家的规矩？二叔说，他们虽然是妾室，却是我大哥找了人，名正言顺地娶进门的。你一个卑鄙的爬床女，有什么脸和我谈规矩？公事一下就灭火了。我也是偶然听到二叔和公事的这次争吵，才知道，原来咱娘死后，二叔就再也没和公事。虽然他也去公事的院子坐坐，肯定是那2个堂姐拽去或者请去的，也只是坐坐而已。听到这儿，修洛然简直是太佩服自己的老爹了。什么叫杀人不用刀？老爹这招就是，看着自己男人和别的女人恩爱生孩子，他却独守空房。表面就算再光鲜亮丽又如何？内心的苦楚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大哥，你说公事会不会和修炼奇、修依然说这事儿？应该不会，这么丢脸的事情他肯定不会说。令奇应该不知道，他和你二哥有些地方挺像的。他很小就被二叔带在身边教养，会读书，家里的事情很少过问。依然嘛，他是个聪明心细的，可能知道一点。不过他一个姑娘家，父母的这种事情知道也会装作不知道的，更不会去管的。修洛然总算是明白老爹为啥要叫公事当家了。老爹是早就料到公事会有被夺权的一天，就像现在。虽然说他享受了10几年的富贵，可一个生活在锦绣窝里的人，让他一下子变成穷光蛋，那对他来说才是最最痛苦的吧。而且这份痛苦呢，还要继续延续下去。修洛然幸灾乐祸地想着，这才哪到哪呀？如果修依然真的把他那天的话都听进耳朵里，相信用不了多久，修尔然也会离公事远远的。以后呢，二叔也不会让公事再插手儿女们的亲事，公事就会在自己家里被孤立起来，公家人也恨他，那他就真正成为了孤家寡人。这个曾经风风光光的侯府当家夫人，最后也会慢慢的孤独终老。修罗然想明白了，心里也痛快了。大哥，如果我不出手，公事拿走的咱娘的那些嫁妆，你是不是也会弄回来？你出头比我出头效果更好，因为他把女儿不要的东西给你，你这么做是为了报复，也算是师出有名。你不但收光了他的钱财，也让他在儿女面前丢了面子。大哥，公家开的那些铺子，你放心吧，我已经处理好了。公家敢把咱们修家当冤大头，我这回就叫他们永无出头之日。公家这些势利小人，不提也罢。哦，对了，洛洛，我和爹想找苦方算账，你不同意，你是不是准备自己去静心庵找苦方报仇啊？我有这个打算，我要把咱们家送给他的钱财弄回来，就是给乞丐也比给他强。我还想看看苦怜师太过得好不好。小时候如果没有他的照顾，我会过得更惨。放心大胆去做，有什么困难回来和大哥说。好。修洛然回到自己的房间，他知道原主老爹不是故意抛弃原主的，他心里也就舒服多了，也替原主高兴。灵儿，没人跟着你吧？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说。我这么谨慎，有人跟着我肯定知道，你放心，没人。是男人？不应该是个不会说话的姑娘吗？
房檐下的修洛然惊得差点掉下来。小心肝儿，快过来！我是左盼右盼，好不容易才盼到天黑了，总算是把你盼来了。你急什么？这大长的夜，时间多的是。来，我上次和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如何了？哎呦，我的小心肝儿啊！你叫我办的事儿，哪次让你失望了？我觉得吧，咱们要想多弄钱，谎报人数肯定不行，上头会派人监督的。香客捐的香油钱，收钱的是他们的人，咱们也动不了。唯一能做手脚的，还是去年的办法，对那些孤身来安里的贵客下手。他们钱多人少，失踪了也没人计较，只要当天没人来找啊，过后咱们就给他来个拒不认账。这样的人也没多少，能捞多少油水啊？小心肝儿，别急呀。为了你的计划，我可是绞尽了脑汁的，点子可是想了不少。哎，你不是说你认识武功高强的人吗？既然咱们要远走高飞，索性做个大的。咱们抢了今年的香油钱，不是一切都有了吗？哎，这个主意不错，好好谋划一下，应该可行。哎呀，你急啥急啊？往哪儿摸呀？说完了正事儿，我就好好服侍你，你个骚货！你不是说了就喜欢我这样吗？喜欢呢，可正事儿还没说完嘛。哎，上次京城来人说是今年会有大量的外地香客来，他们没说能来多少吗？外地来人呐，说是比去年多2成。小心肝儿，快把我上榻上去！突然，一道劲力打来，禅室的门被关上了。修乐然并没有听到脚步声，也就是说，屋里的人没动地方，就把这门给关上了。隔空关门，苦方只是个普通尼姑，难道那个灵儿会武功？修乐然小心再小心，慢慢挪到了禅室的一头，这才轻轻地落了下来，去找苦莲。一间很小的卧房里，2个尼姑准备就寝。师姑，你们苦字辈的，现在恐怕只有你还在做杂物吧？做杂物没什么不好，我师父常说苦海无边，世人哪个不是在苦海里苦苦挣扎？个人吃个人的苦，今生不吃苦，来生会有更多的苦等着他。师姑，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帮别人多干活。好，你身子弱，多干点活，没准还能多喝点粥，身子也健壮些。师姑，其实我身子不算弱，比回家的那个修小姐强多了，她才叫真的弱呢。有一次我看到她被大风吹倒了，好半天都没爬起来，我想帮她，可我怕被主持看到打我。主持连你都打，太吓人了。你不用怕，只管做你的分内之事就好。还有，最近这段时间除了吃饭干活，没事就回来待着，哪里也不要乱跑，也别到处看热闹。记住我的话，如果有人问你啥，一定要一问3不知，知道吗？我记住了，师姑。快睡吧，你也累了一天了。师姑也是。中年尼姑躺下了，不久她翻了个身，喃喃自语：希望那丫头苦尽甘来，有家人宠爱，过几天好日子。卧房外面的修乐然听到这儿，在心里说：苦莲师太，你的希望都没有落空。修乐然离开这里，并没有下山回城，而是小心谨慎地把整个静心庵侦查了一遍，这才回家。城门早就已经关闭，他把踏云留在城外，自己爬城墙进了城。回府之后，他就来找修令策。修令策还没有睡，在看书。大哥，再借我些人手呗，要身手好的机灵的。军人不要啊，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长期的军旅生活使得他们身上的军人气质特别明显，容易暴露。你从静心庵回来的？是啊，我还探到了一个大秘密。修乐然就把苦方和灵儿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哥，尼姑偷人这事儿不算新鲜，让我感兴趣的是苦方的主子是谁？灵儿那个男人会武功，他和苦方苟且，肯定不会是图一时欢愉。苦方虽说不到40岁，保养的也不错，可怎么也比不上28年华的小姑娘吧？洛洛，你是不是想说这个男人应该也是在为某人做事？是啊，大哥，你想啊，苦方的主子派人在静心庵收钱，掌控这么大一个静心庵好多年，肯定不会是什么小人物。灵儿应该知道这一点，那他还和苦方算计人家的钱，灵儿的主子来头应该也不小。
只是苦方色欲迷心，没想到这一层。洛洛，你准备怎么做？我还没想好，再说了，这也只是他们的初步计划，最后是怎么决定的还不好说。在藏安正式讲究说法之前，我会盯着苦方，然后看看具体情况，咱们将计就计。洛洛，那你小心些，人手我会给你准备好，事情探清楚了，咱们再商议对策。好，大哥，外公的针灸早就结束了，你找个时间派个可靠的人去趟张府，看看外公现在如何。不出意外的话，外公已经和正常人一样了。只要他情绪上别大起大落，啥事都没有，药也不用吃。残爹最近好像很清闲，叫他去吧，正好翁婿俩连到感情。这主意不错啊，让咱爹把我做的卤肉和卤菜给外公和大舅带一些去。好。修洛然天天傍晚出城，骑马去静心庵，半夜回来。第4天傍晚，他刚刚出城，正准备吹口哨叫踏云，就看到从城里跑出一个马队。修洛然急急忙忙隐身在路边的草丛里。刚刚我已经说过了，我这次来就是把他介绍给你，你只要听他安排就行。这声音修洛然在哪里听到过？想了好一会儿，他想起来了，这是原主前几年出来找吃的那一次，在苦方禅室听到的那个男人的声音。主子放心，我听从安排。这些年你做得不错，我心里有数。这次送了他来，不是对你有意见，而是有些事你做不了，怕你吃亏，懂？谢谢主子体恤。这次人多，你要好好配合他。藏安离开后，我有重赏，你可以提一个要求，你现在就可以好好想想，你要提什么要求？我提醒你，别太异想天开。小尼知道。藏安已经到了，明天京城就会有人护送他来这儿。今年人多，基于安全上的考虑，香油钱就别一听一送了，交给他就行。结束后再全部送回京城。暂时就这样吧，我走了。是，恭送主子。就听禅室外的院子里脚步杂乱，偶尔有人说几句话，声音并不大。不久，这伙人就下山去了，一切归于平静。你怎么这么大胆啊？万一他们回来堵住了，咱们怎么办呢？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他们走远了，我才来的。我主子刚刚送来的这个人，恐怕不好对付。那是自然，这么多钱交给他管理，这人在你主子心里肯定很有分量。你主子也是，就是送个人，随便叫人带来就完了，他干嘛要亲自送来？他和我说过，重大的事情如果不是他亲自来，或他身边的亲信来，让我不要相信，怕人冒充。哎呀，他还真是小心谨慎呢。不过这事儿对咱们也有好处。你是说钱？是啊，如果他们像以前一样一日一送，咱们再谋划也只能得一日的钱财。所有的钱财一起送回去，咱们如果得手了啊！灵儿，你能想到的事情，我主子怎么可能想不到呢？他恐怕有后手。这就要看谁的计谋高明，谁的人厉害了。这个人刚刚来安里，对这里的情况不熟，他应该会做一番深入了解，改变改动很多东西。还有，他一定会在重要的位置上安插他的人，有利于他的行动。从明天开始，我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有什么突发事件，咱俩随时研究对策，确保得到最新消息，及时做出布置。好，我听你的。这次咱们拼死一搏，以后咱们就一辈子不愁了。那这下边就是儿童不宜的场面了。离开这儿，修乐然想了想，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他想悄悄探探苦方主子送来的那个人，没想到他根本靠不到近前，因为那个人住的屋子全方位有人蹲守。修乐然有些郁闷的回家了，找修令策说明情况。你是说你看到那个领头的人穿一件土黄色的锦袍？是啊，那颜色啊，也不知道那人啥眼光，那么土那么俗的颜色也喜欢。看到修令策不说话了，修乐然问修令策：大哥，你认识那个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但我知道咱们京城有个人差不多常年穿这种颜色的衣服，不论冬夏。谁啊？二王爷易静时。什么？不会吧，大哥你是不是搞错了？皇族的人品味应该不会这么差吧？没搞错。土黄色，土黄色。你说你穿件明黄色的袍子，表示你想当皇帝还说得过去，你穿件土黄色算怎么回事？难道你想让它掉色变成明黄呢？
修令策眼前一亮，他觉得妹妹的话真像了，没准这易静石还真就这么想的。土皇加身，又土又村，脱掉俗色，变为人君。大哥，那个二王爷是不是特别想要做皇帝？皇长子呢？皇长子易静元忠厚有余，能力不足，他是梁妃所生，梁妃已经不在了，他外加势力又弱。大哥，那照你这么说，苦方的主子就是二王爷。好多年前苦方可能就投靠了这个二王爷，我曾经偷听到他们的谈话，也是关于藏安神尼的，为了弄钱。洛洛，你有什么打算？咱们呀，先来个坐山观虎斗，然后呢，动动手，煽风点火，最后呢，趁火打劫，坐收渔人之利。你这方法不错，我觉得可办。兄妹二人研究了好久，修令策说：“咱们这是纸上谈兵，是否用得上还不一定呢。明天你还是要去，多看多想，别忘记你的目的。然后围绕着这个目的，看看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有哪些人需要铲除的。”大哥，我一直在想，剑西安在山上，如果拿了一笔巨款，想要离开剑西安，应该往哪里跑？很多人可能都想要往京城跑，那通向京城的路肯定不太平，我偏要反其道而行，我往山里跑，等剑西安的人走光了，没人再关注我了，我还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洛洛，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咱们现在在这里说啥都没有用。不过既然你想到这里，就要做好这个准备，没准哪个办法就能用上了。我知道了，大哥，这个佛会不是7天吗？那第6天、第7天就是我们重点要注意的，防止他们出其不意，提前那就先跑了。洛洛，你千万小心些，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只管回来对我说。修令策把这几天修洛然的所作所为都跟修远苍说了。策儿，你说洛洛真正的目的是要报仇，还是要弄钱？爹，你怎么和我想的一样？我也觉得洛洛是奔着钱去的，报仇只是他的借口，他是去弄钱，顺便报仇。你说说这丫头怎么这么财迷呢？就说现在她手里的那些钱，恐怕一个富裕官员家里都没有她那么多。她在安里15年，一个铜板都没见过，吃不饱穿不暖，手里握着多多的钱，也许让她觉得有了保障，有安全感吧。是咱们对不起她呀。爹，也可能咱俩想多了，洛洛只是为了好玩才这么做的。策儿，不管洛洛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要尽力帮她。我知道，爹。从打仗的角度来看，你们说的办法有几个疏漏之处。于是父子俩坐在桌子两边，像准备上战场的将军一样，头顶着头开始研究战略战术。修洛然可并不知道自己的老爹和大哥为他的计划操碎了心。他从府里出来，并没有直接出城，而是来找修令群。三哥，我有点事想要请你帮忙。啥事儿？说吧。三哥，这个可是个大计划，我已经找大哥帮忙了，我怕有些事情他们去办不方便，就来找你了。你还找了大哥？是啊，毕竟大哥的人可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你的人怕是野路子。我不是说你的人就不好，只是你们擅长的领域不同，能做的事情也不同。说吧，找三哥做什么？修洛然就悄悄跟修令群说：谢谢小施主，佛祖会保佑你的。修洛然回了个不伦不类的抱拳礼，摇摇晃晃的就走了。修洛然几乎把静心庵所有的地方都逛了一遍，他还看到了4、5、7三位皇子，只是修洛然躲开了他们，并不想和他们见面。五皇子易静玄扭头看到他的身影，弯了弯嘴角，这丫头哪儿都有他。下午藏安神尼开始讲经了，修洛然就骑马回来了。他去了修令策那儿，和他说了下今天的情况，就回到了自己的院子。小姐，西跨院的二夫人被二老爷给揍了。因为什么？昨晚上二夫人去了婉姨娘的院子，说是和二老爷要钱，二老爷叫她先回去，她不干，大吵大闹起来，二老爷就把她打了。还有别的事情吗？二夫人趁二老爷不在家的时候，到2个姨娘的院子找茬儿，护卫不让她进院子，她就在院门口大骂，骂得很难听。后来还是被二房的大小姐带着人给拉走了。修洛然经常想，就这么个蠢货，他当初是怎么爬床成功的？小姐，我听西院的小丫头说，二老爷已经好多年没在二夫人的院子留宿了。莫愁，咱们大房和二房现在已经分家了，你不要再随随便便去二房了，知道吗？我知道啊，小姐，西院的小丫头我都认识，她们年纪不大，却能做很多事儿，工钱又低。听说现在西院的下人小丫头有不少，
我到大花园跑圈儿，有时候在花园门口就能遇到他们。修洛然现在已经很少关心西院的事了，他觉得有修依然在，宫室也翻不起什么大风浪。莫愁，厨房的卤味不多了吧？小姐，本来就没有多少，都叫侯爷拿走了。莫愁，你和程妈妈去买一些材料回来，我做一些卤味吃。好，我这就去。别急，你们赶驴车去吧，叫上个小厮，还能帮着你们拿东西。好。修洛然有了踏云以后就不再骑驴了，他就买了个车厢，装上可拆卸的车棚，可以遮风挡雨。他套上驴拉车，给莫愁和程妈妈上街用。打发走了莫愁，修洛然去自己屋后的小花园练了会儿轻功。怎么回事啊？我们本来是去肉摊买猪下水，附近的几个肉摊我们都买完了，就准备走远点多买一点。我们刚刚把驴车赶到这条街道上，这个男人就……镇西侯府小姐以下犯上，当街殴打本世子，请皇上给本世子做主。你去告吧，本姑娘可是四王爷的未婚妻，你当街侮辱我的丫鬟，侮辱我们侯府，我也要请皇上给我做主。你这哪是抢丫鬟，你这分明就是没把皇上放在眼里，没把四王爷放在眼里。我告诉你，本姑娘可不是没有靠山，本姑娘可是皇家的人，你是不是以为皇家人好欺负？敢欺负皇家的人，你们国公府想要造反啊？修洛然说完，抬手又是一巴掌。要告状你就快点去，本姑娘就在家里等着皇上召唤。我们走，买猪下水去。主仆三人坐着驴车向远处的肉摊走去。楚征良盯着驴车看了好久，直到驴车买完东西离开了，他才上了马车，带着手下回家了。大哥，我把楚征良打了。怎么，他欺负你了？没有啊，他要抢莫愁。大哥，我是不是给你们惹麻烦了？没事儿，打就打了。他爹可是比咱爹的官要大。这个你不用操心。洛洛，你记住，谁欺负你都不行，给我狠狠地打回去，千万别受委屈。妹妹不是一个莽撞的人，被他打的人肯定该打。修家的人可不是给人欺负的主。大哥，咱们这儿吃螃蟹吗？螃蟹是啥？修洛然拿过纸笔画了个螃蟹。就是这东西。修令策看了又看，他好像没见过这玩意儿，看着有点像蜘蛛啊。这个得上山抓吧？有没有毒啊？大哥，螃蟹是生活在水里的，河里有，海里也有，好吃没毒。这东西身上也没肉啊，吃啥？有肉，就是肉比较少而已，很好吃。现在正是吃螃蟹的季节。你是不是想吃这东西？想啊。修令策叫身边的小厮，你去马厩把喂马的何万叫来。何万到了，修令策把螃蟹图给他看。知道哪里能抓到这个吗？我知道，大少爷，你是要抓大的还是抓小的？抓大的吧。去哪里抓？离城里远不远？不远，从西城门出去几里路就到了。你叫上3、4个小厮，多带一些筐子篓子，尽量抓啊，能抓多少抓多少。你们就赶着驴车去，我过会儿骑马追你们去。好的，小姐。何万出去了，修令策说道：这个何万除了马喂得好，他还特别会抓鱼。他出去抓鱼极少空手回来，每次都有收获。虽然他不抓你说的这个螃蟹，可他经常到处跑，下河滩，应该知道哪里有这玩意儿。原来是这样，那交给他就可以放心了。大哥走，到我那儿去，我把你腿上的石膏给拆了。好。石膏拆掉了，修洛然给修令策把脉，又看了看他的伤口。大哥，你的腿恢复得很好，从今天起你就要开始做复健了，别怕疼啊，也别太激进，要慢慢来。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不用2个月你就可以健步如飞啦。真的？真的。好，太好了。大哥千万别着急，如果再断了那可是会很麻烦的。我知道了。你每天呢就到我这里去做复健，具体需要做多长时间怎么做，我一会儿给你做个表格，你按照我的要求就行了。好。你可以相信莫愁，但是要防着你的小厮，他刚到你身边不久，品性还需要观察。我知道了。大哥，我要去河边看他们抓螃蟹去，你在我这儿活动1刻钟再走。好。修洛然背上双肩包出府，骑上马直奔西城门。看来园林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修洛然骑马在大街上飞奔，听到马蹄声和銮铃声的百姓都自动靠边走。修洛然骑马也当真是畅通无阻，跑多快都行。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修洛然看到园林带着一帮人站在那儿，修洛然就下了马，
邱小姐，下官不负所托，这条路修好以后，咱们京城9地城所有的街道就都修完了，完全按照小姐的要求修的。银子还剩下1600多两，都在这里。要说9地城里应该有很多路吧，为什么都修完才花了8000多两呢？这一来呢是人工便宜，二来沙石料不花钱，直接到山上挖就行。这第三嘛，工程简单，也不需要挖地基，就在原有的道路基础上，两边都加宽1.5米，铺上沙石料，掺上少量的泥土压实就行。修乐然看着袁陵递过来的银票，他没有接。袁大人，你做的不错，所有参加修路的人，你这里不是都有名单吗？路修好了，你们互不以皇上的名义，每人给他们发2斤肉，让他们也补。如果不要肉呢，那就可以给他们等价的米面，就是你们分派时要麻烦一些。修小姐，不麻烦，这是下官应该做的。买肉买面用不了多少钱，剩下的钱奖励一下那些衙役和监管人员，他们也很辛苦。下官明白。修乐然安排好以后骑马走了。袁陵也是个明白人，他用这1600两把所有参与修路的人，干活的、指挥的、监管的都打点的乐乐呵呵。干活的人拿着肉跪在地上3呼万岁，高高兴兴的回家了。修乐然找到河湾的时候，他已经把带出去的筐和篓子都装满了，正把抓来的螃蟹都往破袋子里装呢。修乐然一看，好家伙，这螃蟹个头真不小，很肥，得有5、6两呢。小姐，这里实在太多了，咱们带来的袋子也装满了。那就回去吧，我先走啦。修乐然打马往城里跑，他刚刚进了城，就听到一个撕心裂肺的声音在叫：老爷，你忍忍，我这就去找郎中去。声音不太大，让人听着却很难过。声音是从一座普通的小宅子里传出去的。修乐然下了马，向宅子走去。修乐然进了屋，一个中年汉子正往外走。我是郎中。那汉子虽然不太相信眼前的丫头能治病，可事情紧急，只能让修乐然进屋试试。屋里床上有个老头捂着肚子，不停地在翻滚，疼得满脸汗水。修乐然抓起他的手腕，给他把脉。是常痈，这病我能治。请你赶快给我家老爷治治吧，他都快疼死了。你走吧，我这病我自己清楚，没救了。如果你需要钱，冬青，取100两给他。老人家，你这病我真的能治，只是需要开刀。你真的能治？真能治。你要什么？如果你想给报酬的话，我也不会拒绝，不过得要等到你这个病治好了以后再说。多久能好？开完刀就好啦，只是伤口呢需要恢复得要1个月。你给我治吧，我要出去说点事情。修乐然出屋的时候，那个叫冬青的汉子跟了出来。修乐然在道上等了一会儿，何万赶着驴车就过来了。修乐然对何万说：我有点事情要耽搁一些时间，你们回去叫厨房把这些螃蟹处理一下，等我回去做，你们再抓一趟，我怕少了不够吃。等何万他们走了，修乐然才又回来，他把肩上的双肩包拿了下来，假装从里边拿出手术工具，要了点白酒把工具消了毒，要了些干净白布蘸上白酒当酒精棉用，偷偷给老头打了麻醉剂，就开始做手术。大半个时辰之后，手术结束，不久那老头就醒了。老爷，你感觉如何？我已经没事了，你不用担心。我们老爷啥时候能吃饭呀？他可是好几天没吃饭了。这个要等他排气以后就可以少吃点粥了，然后一点点的去加量。小姑娘，你能告诉我你是谁吗？镇西侯府嫡小姐修洛然，四王爷的未婚妻，算是吧。小姑娘，你明天来吧，老夫有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你。好。修洛然出门上马回家了。这时冬青急忙到老头身边：老爷，你觉得他可信？是不是可信目前不清楚，不过我的命是保住了。冬青吃惊地睁大眼：冬青啊，你坐下歇会儿吧，这几天把你折腾得够呛，我已经给自己把了脉，等伤口好了我就没事了。咱们用好药，最多7天我就能恢复如初。老爷，那咱们是不是就能回老家找少爷他们了？回家。
太好了，太好了！可是老爷，万一这小姑娘是冒充的怎么办？咱们不就暴露了？她是侯府的小姐，我见过她娘2次，她和她娘很像。冬青啊，你别担心，如果人家要害咱俩，根本不需要这么费事。如果她明天真的来了，你就偷偷把咱们埋的册子和房契拿出来，等她走的时候给她。老爷，咱们是不是可以求她帮咱们出城啊？不用了，咱们也不是啥重要人物，老夫也就是个有些本事的郎中，好郎中一抓一大把。再说那天在太医院，院正已经断定我必死无疑，肯定没人相信我还活着。修罗然骑马回到家里，先奔厨房去了。厨房里很热闹，几乎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把刷子在刷螃蟹，没绑腿的螃蟹到处爬，厨房里的人就到处抓，一不小心被螃蟹夹到了就大呼小叫，惹得其他人跟着哈哈大笑。小姐，这是最后一筐了，马上就刷完了。螃蟹吐了沙子了吗？吐过了，我们清洗了好几遍呢。你们先做饭吧，蒸馒头焖米饭都行，等我回来做螃蟹。你们把我说的这些调料准备好。是，小姐。修罗然来找修远仓，爹，你说咱们吃好东西都应该请谁来？啥好东西啊？哈哈，洛洛说的好东西有些像蜘蛛，他说好吃。吃蜘蛛？你们要相信我，我说好吃肯定好吃。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才准备请亲朋过来一起分享的。这样啊，那就叫你外公、你大舅和你二叔来好了，反正叫来的都是至亲，不好吃也没人笑话。好吧，你是爹，你说了算。修罗然说了开饭时间，就上街找铁匠铺打吃蟹的工具去了。请客的事情就交给老爹了。吃饭的时间到了，饭厅里摆了2张桌子，张月堂、张旭刚父子俩和修远仓、修远山哥俩坐在一张桌子上，修令策4兄弟和修罗然坐在一张桌子上。桌子上每人面前都放了一把剪刀和一个带着小丫叉的铁针，大家都盯着剪刀和铁针发愣，怎么感觉不像是要吃饭，倒像是做针线活的架势。先不说是不是好吃，就这颜色看着就有食欲。外公，这东西可好吃了，就是吃的时候麻烦一些，你们看好啦。修罗然拿起一只螃蟹来，先剪开了绑螃蟹的绳子，然后呢就开始讲解螃蟹要怎么分解怎么吃。大家学着修罗然的样子开始吃螃蟹。真是人间美味，妙啊！洛洛呀，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了？外公，你答应我少喝点我就给你拿，要不呢我就让大家陪你一起吃饭，谁也不许喝酒。你这臭丫头，这样我不是引起民愤了吗？哎呀，行了，我少喝点就是，你快把酒拿来吧。修罗然给张月堂拿的是低度的荷花酒，给老爹、二叔、大舅拿的是度数高的玉米酒，给哥哥们拿的是米酒。洛洛，这是荷花酒，你不会是用顺亲王府的荷花酿的吧？外公就是聪明，一猜就对。你这小混头，不就是弄点荷花荷叶吗？至于去祸害人家顺亲王府吗？咱们几家哪家没有荷塘啊？荷花荷叶还不是随便你采，何必去招惹顺亲王啊？这是荷花荷叶的问题吗？他们不让我赏荷花，那就谁也都别赏了。三哥，帮我拿那个大的，木儿，这个母的给你，让大哥帮你剪开。修罗然突然脑回路一转，想问问静心庵那边怎么样。三哥，正常。正常。大哥你们呢？也正常。二哥，我怎么感觉大哥他们3个不正常啊？墨儿啊，你放心，二哥很正常。修罗然笑了，他的家人真的是太可爱了。他就是问问大哥和三哥静心庵那边是不是一切正常，可没想到把他们家的小家伙给问懵了。吃饱喝足，大家都很满足，站起来就准备走了。大舅二叔，我给你们2家准备了好几篓子呢，你们带回家吃吧，记住啊，一定要刷洗干净，尽量别混着别的东西吃，这东西性凉，女眷少吃一些，吃完最好喝点姜茶。张旭刚和修远山表示知道了，修罗然就回去休息了。老人家，你感觉怎么样啦？就是太饿了，可是不敢多吃啊。1天3次，1次1片，吃完了你的伤也就差不多要好了。谢谢你了，小丫头。这时冬青进来了，把一个包裹递给老头。
老头接了过来，递到修乐然的手里。丫头啊，你医术很高，我自愧不如啊。不过呢，这些年我行医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就送给你了，你别嫌弃呀。老人家这可是宝贝，我怎么会嫌弃呢？那你有时间就看看，多少能有些帮助。修乐然回到家里，坐下来打开包裹，那里边厚厚的一本是老头从行医开始就记录的脉案，还有他对病例的理解和探索，还有一本册子没有名字，修乐然放到了一边。有2张房契，一张是修乐然治病时老头住的那宅子，另外一张是个3进的宅子，看位置也很不错。修乐然把房契放下了，拿起一张纸，是给他的信。丫头，谢谢你救了老夫的命，这包东西就是老夫给你的报酬。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斟酌再三，还是决定告诉你，你大哥修令策的腿可能是被咱们自己人害的，不是被敌人伤的。大哥的腿是被自己人害的？为什么这么说？修乐然看完，拿着信就跑去找修令策。洛洛，什么事这么急？大哥，邱冠白你认识吗？认识啊，怎么了？听说他前不久得了肠痈死了。大哥，这个邱冠白人品怎么样？算是个好人吧。大哥，你的腿断了，是在战场上敌人打的吧？是啊。那你有没有觉得这其中有什么蹊跷？洛洛，你快说，你是不是得到什么消息了？修乐然把手里的信递给修令策，修令策看完又递给修远仓，父子2人看完信，表情一模一样，都很震惊，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大哥，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洛洛，我是想到了可疑的地方，你先忙你的去，我和弟把事情再捋一捋，有结果了再告诉你。好，大哥，有结果了一定要告诉我，敢欺负咱们修家人，我一定要他好看。他来找修令策看结果，只见修令策和修远仓都绷着脸坐在那儿，看他进去了也都没有说话。大哥，你们是不是找到了害你断腿的人了？虽然暂时不能确定，也8、9不离10了。洛洛啊，目前咱们京城看似很平静，其实暗地里波涛汹涌。如果咱们家只是普通百姓，专心过咱们的日子也就完了。可是咱们已经深陷漩涡之中，想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你也是家中的一份子，极有可能被波及到。有些事情我和你说说，省得你搞不明白。爹，你说。你大哥小时就很聪明，长得也很可爱。他5岁的时候就被三皇子的外公，也就是皇后的父亲邱辅志看上了。他向皇上提议让你大哥做三皇子的伴读，皇上也应允了。便是从那时候开始，咱们修家就和三皇子绑在了一起。不管咱们是怎么想的，在外人眼里，咱们就是三皇子的人。三皇子易敬品，难怪大哥那么关心三皇子呢，原来是打小的情分。目前看来，无论是能力还是品性，或者是背景，三皇子都是皇储的上上人选。大皇子能力不行，4皇子不是2皇子的对手，5皇子和6皇子态度很明显，不想掺和进来。7皇子是3皇子的亲弟，不会和哥哥争。其他皇子还小，归根结底其实就是2皇子和3皇子之间的竞争。2皇子是长，3皇子是嫡，2人各有千秋啊。爹，那2皇子品性如何？明面上倒是说得过去，但其实他面冷心狠，性情残暴。爹，那这么说，要害大哥的是2皇子的人了？修远仓没有说话，修乐然看着大哥，看看老爹。难道说是3皇子的人干的？我和爹现在已经能确定，就是3皇子的人下的手，就是不知道3皇子是不是知道这事儿。所以你和爹现在很纠结？对。爹，大哥，你们是不是觉得如果真的是3皇子指使的，你们会很痛心？你们的感觉自己的真心错付了，自己准备抛头颅洒热血拥护的人，居然对你们下黑手。修远仓和修令策一起点头，修乐然向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爹，大哥，我和你们的感觉正好相反，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大哥，咱们来假设一下，如果这个害你的人真的是3皇子的人，3皇子事后知道了这事儿，我相信他也会装作不知道。我已经残了，
不管害我的人目的是什么，只要这人对三皇子还算忠心还有用，三皇子就会保着他。对，大哥，其实你也不用难过，你反过来想想，你是三皇子，你会处置一个对自己忠心又有用的人，来讨好一个已经残了的人吗？大哥，我和你说，你可能会有一个掏心掏肺的皇子朋友，但你绝对不会有一个和你交心的皇上朋友。皇上这种生物只能同甘不能同苦，你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和原则来衡量他。你看，自古以来所有的皇上哪有真心相待的朋友？哪怕是忠臣，他们忠于国家，也不是忠于皇上。三皇子易建品可能就是未来的皇上。修令策和修远仓都惊讶地看向修洛然，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理论，可是仔细想想，修洛然说的太对了。爹，大哥，你们想一下，如果现在有哪个国家提出用5座城池换3皇子或者5皇子，你们说皇上换不换？修令策和修远仓父子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最后他们一致认为皇上肯定会换。皇上有好多个儿子，而这样的机会恐怕只有一次。最重要的是，如果皇上不换，很多人会指责他，说他儿女情长，为了儿子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修洛然看父兄听进了他的话，他继续说，历代多少皇上的拿手好戏，不就是卸磨杀驴？他们打下了江山，坐稳了金銮殿，就会担心以前的好友、好属下、好臣子能力太强，又很了解他们，会不会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的儿子做了江山，会不会降服不了这些臣子？他们会想，与其让你们欺负我儿子，还不如我先杀了你们。策儿，你现在已经能离开轮椅，丢下拐棍走几步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能正常行走了。洛洛的话是对的，你继续坐轮椅，关键时刻出其不意，才能克敌制胜，保住性命。我的医术也是咱们保命的底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暴露。我明白了。听了妹妹的话，他已经彻底想开想明白了。害自己的人他肯定不会放过，只是要下手的话，保证不会让三皇子知道就是。还有，以后自己对待三皇子就像对皇上一样，要恭敬多于真诚，能保持距离的时候还是不要靠前了。修洛然从怀里掏啊掏，掏出了一个大纸包，打开。大哥，以后呢，你得要继续坐轮椅，有人欺负你，你也不要客气，就用药粉对付他们。这个是迷药，这个呢是泻药，这个是痒痒药，这个是浑身无力的药，还有这个叫做咳不停。这上面有说明，你自己看吧，该用的时候别心疼，反正我是会配置的。修洛然又掏出一个纸包来，这个是解毒药，基本上啥毒都能解，你们带身上有备无患。大哥爹，做啥事都要藏个心眼儿，值得做了再做，不值得做就要努力敷衍一下，万一以后坐上那个位置的人容不下咱们，凭咱们的能力还不能跑吗？可以去别的国家，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求个安身之处？说完他就走了。策儿，我现在相信邝大人的话了，在洛洛给我治腿的时候我就相信了。那咱们就照洛洛的话去做，绝对错不了。好。修洛然听莫愁说红英有些不太舒服，他就去红英的院子看看她。江姨，你怎么样了？你不舒服了应该找我，我可是神医哎。小毛病，有些受了风寒，我喝了碗姜汤好多了。红姨，真的是风寒，我这儿呢有4片药，你今天吃2片，明天吃2片，你的病就好了。哎，谢谢小姐。红姨，木儿呢？这几天大少爷有些忙，木儿就很少去大少爷那里，倒是和那些孩子走得很近。他呀，可能又当小先生去了。那他的书童挑好了没有？挑好了，他选中了那对双胞胎，可那俩孩子非要带着弟弟，要不就不当这个书童了。怎么，他们还挑3拣4的？实在是因为那个小的太小了，才6岁，小哥俩不放心，怕他们不在，弟弟受欺负。红姨，那莫儿是怎么处理这事的？莫儿说他选书童暂时不急，过2年也行。我一想，过2年的话，那个小的已经8岁了，就能照顾自己了。红姨，看来莫儿是真的很喜欢那小哥俩。我也是这么想的。好在他读书还算用功，是不是有书童陪着也没啥区别。红姨，等哪天我去看看那小哥俩，如果品行真的不错啊，我就帮帮他们。有了书童，莫儿肯定很开心。三哥，这几天进西安里不太平吧？太平啥呀？光是我的人就发现了好几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的人没事吧？没事儿，我的人可是很听话的，叫干啥就干啥，
不会搅和其他的事情的。三哥，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越往后越要注意，你不能只关注表面上的事情，那些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你也别放过，知道了吗？知道。哎，露露，你手里拿的是啥呀？三哥，我正要说这个呢。这是很多大人物还有宫廷里主子奴才们的秘密，宫廷里的就算了，你看看就行，其他的你们能接触到的，你们就密切注意一下，悄悄打听打听，收集到的消息，以后没准能帮上咱爹和大哥的忙。知道了，我这就安排人去，让他们小心点。好，安排好我就去静心庵了，有事儿等我晚上回来吧。修洛然找了一些认识裴青兰小哥俩的人，向他们了解小哥俩的情况，得知这小哥俩人品是真的不错，就把裴青兰小哥俩叫到跟前来。我小弟很喜欢你们俩，想叫你们俩给他当书童，你们有什么想法吗？小姐，能让我们带着小弟吗？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让你们小弟跟着你们一起读书，不过不能影响木耳读书，也不能影响你们做事。如果你们只是怕他被人欺负，我可以请景嬷嬷或者程妈妈帮忙照顾他。我愿意让小弟跟着景嬷嬷和曲爷爷，我和弟弟有时间也会照顾他的。裴青兰看得出来，曲后和素锦夫妻俩很喜欢裴青义，对裴青义也很好。修洛然知道素锦夫妻俩因为没有孩子，特别喜欢小孩，尤其是裴青义长得又俊，人又乖巧。好，那就这样说定了，从今天开始你们俩就是木耳的书童了。我一会儿呢就把你们小弟交给景嬷嬷带着，你们可以去景嬷嬷那儿找他。好。你们两个快点走，别等那帮人反应过来再追上来。主子，前面有个悬崖，如果咱们继续赶路，就得向右绕开悬崖。如果休息一下躲躲雨，悬崖下边倒是有个不小的山洞，咱们这些人进去躲雨完全没问题。继续前进。靳统领命令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跟在他们身后不远的修洛然记住了这个山洞，雨还在下，因为在山里也不知道这雨是大是小。走着走着，修洛然感觉身后好像有人在跟着他，但是他并没有感觉到危险，不过他还是提高了警惕。他一边走着一边思考，据他观察，功德箱里的钱财银票占了绝大部分，那些捐现银的都不是什么富裕的主，捐的都是1、2两的碎银，还有一些百姓捐的是铜板。这个靳统领还挺认真的，他这是准备把每一文捐款都交给他主子呀。修洛然就这样跟了一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实在是靳统领身边跟着太多人了。主子，他们好像在前面。忽然修洛然听到身后传来很小的说话声，他急忙跳到身边的一棵树上，静静的一动不动。你抱好那只小白狐就行，别叫它淋了雨，其他人跟上。树上修洛然一愣，这是那个混蛋四王爷易敬阳的声音，原来是这帮人也在跟着靳统领，只是正好走在他后边了。这伙人可真不少，跟靳统领他们的人数也差不多。修洛然笑了，这下可就有意思了。等易敬阳这伙人过去后，修洛然悄悄下了树，跟在他们的身后。天都快黑了，这阴天下雨，风又有些大，还是在山里。易敬阳的人已经和靳统领的人打起来了。主子，那个护卫已经被我们做掉了，这是他的包裹。西瓜没了，捡这几粒芝麻有屁用啊！修洛然乐了，哼，没事儿，本姑娘不嫌少。他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上前去，还不等易敬阳等人反应过来，捞起地上的包裹，飞一般的向山下冲去。等易敬阳等人明白过来，准备追赶的时候，四周黑乎乎的，风声夹杂着雨声，这到哪里去追啊？修洛然拐了个弯，继续跑，来到那个悬崖的下边。他从小空间里拿出工兵铲，在一棵大树下飞快地挖了个坑，把那包裹埋上，就向静心庵跑去。自从灵儿带着人去追赶靳统领以后，苦方就如坐针毡。哎呀，当时怎么没想到把这银子都换成银票啊？这让我怎么拿走啊？苦方正急得抓耳挠腮的时候，修洛然进来了。他推门没有推动，从窗户跳进来的。苦方吓了一大跳，他并没有认出修洛然，看到进来个半大小子，他稍稍安下心来。哎，你要干嘛？出去！修洛然上前一步，直接把苦方打晕，将那些银票都收进小空间。他从小空间里拿出金属探测仪，又被他找出一箱银元宝，然后他把所有的金银用床帐包起来，绑得紧紧的，背到肩上。他正准备开门出去，就听到有人推门。是我，
快开门！修罗然听出灵儿的声音，他猛地拉开门，把灵儿拽了进来，就打晕了。想了想，他给苦方和灵儿都喂了药，脱下他们的衣服，把他们扔到床上，但是也没有盖被子。做完这一切，修罗然背起大包裹出了门，直奔那座悬崖。好沉啊！要是三哥能来帮忙就好了。洛洛，怎么听到三哥的声音了？难道是我想找三哥帮忙出现幻觉了？洛洛，哎呀，真的是你啊！远远的我看着声音有些像你。三哥，快来帮忙！你在后面拖着点，跟我走。三哥帮你背吧。你背不动，听我的，快点。修令群想从妹妹手里接过包裹，可他抓包裹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包裹的重量远超出他的想象。他只好听妹妹的话，在后边用手拖着一些，来减轻妹妹承受的重量。修罗然找到他埋金银的地方，在旁边又挖了一个大坑，把这一大包金银也埋了下去。雨还在下。三哥，看到悬崖了没？再看看这棵大树，记住这个位置啊！等风头过去了，你带人把这些都挖出来，送你了。记住，这边还有一包呢。我走了啊。到了悬崖下，修令群的亲信高兴地问修令群：主子，你妹妹的话真的假的？我妹妹才不会骗我呢。主子，那就是说这些金银珠宝都是咱们的了？嗯哼，是我的。是您的，也就是我们的。行了，滚，快离开这里，以后再来挖吧。修罗然回到家里，把今天收获的银票拿出来数数，数完了，他不由得感叹，难怪有句话说抢钱比较快。你看看，抢钱是真的快。镜头岭的银票有120多万两，苦方的银票有90多万两，这就200多万两了。修罗然拿出100万两，准备给老爹和大哥一人50万两，他自己留下100多万两，再加上从公家得的30万两，再加上原来的300多万两，修罗然现在的钱财已经500多万两了。有了这500万两，将来就是不嫁人又如何？我也能养得起自己，那还怕啥？随便浪吧。前世他是个工作狂，今生他要做个吃喝玩乐的纨绔。想到这里，修罗然心情大好，早早就休息了，睡得别提有多香甜。第二天，修罗然拿着银票就来找大哥和老爹。这个是你们的，一人50万两，我知道你们这次帮了我不少忙，收下吧，有钱大家花。除了帮他打镜头岭的高手，大哥和老爹应该还派了不少人，只不过这些人都隐身在暗处，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现身。怎么有这么多？现在的人这么有钱吗？这些不光是香油钱吧？是啊，还有苦方这些年攒的家底。洛洛，你不只是拿了苦方的钱，还做了别的吧？当然，他虐待我15年，怎么着也得让他吃点苦头，我心里才好过一些。至于是什么苦头嘛，不可说不可说。修衍仓已经把银票一分为2，一份递给了修令策，拿着，有钱大家花。对了，洛洛，你三哥也有吧？他肯定有啊，就算没有他也不亏。修远仓看着大儿子，他的腿已经好了，很快就能正常走路了。再看看小女儿，活泼健康。曾经他为了2个孩子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现在好了，现在都好了。罗罗，上次咱们吃的那个蜘蛛，不对，叫啥来着？你再让他们弄些回来吃呗。老爹要吃螃蟹啦，那必须得要安排。再说了，河里有的是，想抓也不难。爹，那个叫螃蟹。大哥，你们等着啊！我这就去叫何万他们去抓。今天咱们换个吃法。修乐然叫人抓螃蟹去。修远仓问修令策：“洛洛不会把所得的钱都给咱们了吧？”爹，你信不信？洛洛至少留下50万两，那丫头可不是个能吃亏的主。不吃亏好呀，以后嫁人了，咱们也放心。她不叫别人吃亏就不错了。修大公子的腿还没治好吗？回主子，没有，说是治不好了。还真是个好消息，老三等于是断了一臂呀！敢抢我的钱，坏我的事，我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今天的静心庵真的是特别热闹，热闹到什么程度呢？就连藏安神尼讲经都没有几个人去听，香客们都看热闹去了。这个灵儿来安利多久了？他们不会一直都是这种关系吧？谁知道呢？这得问安里的尼姑吧。你这话说的，苦方是安里的住持，就是有尼姑知道什么，人家也不敢说呀。难道就没人管吗？本来以为这里是一片净地，没想到却是如此的污秽不堪。
你们继续看吧，我可要走了，离开这里。到这里来就是想清静一下，没想到在安居里居然看到这样的情景，真是大开眼界了。以后这静心庵我是不会再来了。很多香客跟着他走了出来，纷纷表示他们再也不会来这儿了，都感觉太恶心了。苦方这是被灭口了啊！不过还真是应了那句话，恶人自有恶人磨。苦方，人死债消，你死了算是解脱了，要不然本姑娘必不会让你好过。原主15年的磨难不是区区几个银钱就能抵消的。修罗然骑马回家的路上就一直在想，这灵儿到底是谁的人呢？修罗然也不着急，就这么慢慢往城里走。他刚刚进了城，就听到有人叫他：秀小姐，秀小姐。修罗然顺着声音看去，只见一座普通的酒楼前站着一个蒙面纱的姑娘，正向他招手。请问你是在叫我吗？秀小姐，里边请，我有些话想和修小姐好好聊聊。蒙面纱的姑娘要了个单间儿，修小姐请坐。这位小姐，有话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修小姐，我先做下自我介绍，我叫杜凌芳。你是谁？我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你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先走了。修罗然说着就要起身，杜凌芳一把拉住他的胳膊。修罗然盯着杜凌芳的手，杜凌芳讪讪地放开了。杜凌芳看着修罗然是真的要走，她急忙说：修小姐，是这样的，我知道你母亲去了好多年了，父亲现在仍然未娶，我想嫁给你父亲。什么？你要嫁给我父亲？是的，我觉得你父亲娶了我和他，包括你们兄妹都有好处。恐怕得到好处最多的人是你吧？你一个黄花大姑娘，居然要嫁给一个官夫，没有天大的好处，你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你是不是以为我傻，我好糊弄啊？不，修小姐，你听我说。哎，打住！你的事情我没兴趣听，我奉劝你一句啊，你想嫁人就换个大门，离我们家修家远点。修罗然说完，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修罗然没想到，第二天他刚刚出府，又被那杜凌芳拦住了。修罗然不等他开口，马上就说：如果杜姑娘还要继续昨天的话题，那就请你闭上嘴巴，本姑娘没兴趣。修小姐，我说的事情对你们兄妹有好处，你要不要听？有意思，那你说吧。你父亲镇西侯，我听说他没有再娶，一怕你哥哥们被继母虐待，二怕你回来后和继母不和。现在你哥哥们都大了，不存在虐待不虐待的问题，我感觉和你特别投缘。如果你父亲娶了我，咱们两家不会不和的，一定能相处得极好。而你们家也有了当家主母，你们兄妹的亲事也有人张罗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杜小姐可真是太了不起了，为了我们修家，你宁可嫁给官夫，牺牲你自己成全我们，这怎么好意思呢？让你受这么多的委屈，我们可不做这种缺德事儿。你的提议我不接受，我走了，再见。哦，不对，是再也不见。这一次呢，修罗然走得很干脆，都没给杜凌芳拉人的机会。修罗然回到家里，就把刚刚进门的修令群拉到了自己的房间。三哥，你现在就派人过12个时辰监视杜家。哪个杜家？可这修罗然哪里知道啊，他一下子就想到了素锦。哎，三哥你等会儿，我找人问问。素锦告诉修罗然，杜凌芳是礼部员外郎杜玉良的嫡长女，今年20岁。他还有一个同胞弟弟叫杜子轩。杜凌芳的生母早逝，继母潘氏对他们姐弟漠不关心，却非要操持他们的婚事。杜家寒门出身，没有家底儿，潘氏娘家也不富裕，一心想着把姐弟2人换钱。他想把杜凌芳嫁给一个老头做继室，他好多要一些聘礼，还让那杜子轩娶一个色女不说，还是做上门女婿。家里中仆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杜凌芳，杜凌芳找他爹哭诉，还要请外公来主持公道，他们姐弟的婚事这才作罢。三哥，是礼部员外郎杜玉良家，重点关注他家大小姐的所有情况。修罗然没敢说杜凌芳想要嫁给修远仓，他怕修令群一生气再冲动起来，做出什么傻事儿来。露露，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好。看着修令群出门了，修罗然来找老爹。他一进老爹的房间，就看到老爹和大哥都愁眉苦脸的坐在那儿。爹，大哥，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洛洛，三皇子失踪了。什么？皇子失踪？皇上没派人去找啊？三皇子府的人目前封锁了消息，他们还在努力寻找。三皇子干嘛去了？据三皇子府的人说，三皇子是被人约出去的，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已经3天了。如果今天天黑之前还不回来，他们就要进宫告诉皇上了。
大哥，你们就为这个发愁啊？洛洛，咱们修家支持三皇子，除了因为你大哥是他的伴读外，还因为三皇子这人比起二皇子来实在是好太多了。他比二皇子仁义，比二皇子更关心百姓，比二皇子更适合当皇上。如果二皇子当了皇上，恐怕没咱们修家的好啊。就是说咱们必须要支持三皇子，没有第二个选择。是的。爹，那你们现在是在等三皇子府的消息？是的。爹，你还会再娶妻吗？我不会再娶的。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问这个？爹，比如对方是个又漂亮又年轻的黄花大姑娘，人家自动贴上来，你娶不娶？不娶。爹，你说话算数？算数。那你以后可要小心了，别像二叔一样被人爬的床。看修远仓在瞪自己，修乐然高兴地跑了出去。爹说不会再娶，那就肯定不会再娶了。不管那杜玲芳出于什么目的，他都要失望了。小姐，三皇子府的人来了，说三皇子受伤了，好像很严重。侯爷和大少爷已经去三皇子府了。三皇子受伤了？皇宫乾安殿大殿中央，三皇子易敬品满身鲜血地躺在地上，已经晕过去了。皇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太医。你是说品儿的腿保不住了？皇上，三皇子这是粉碎性骨折，这条腿已经废了。这先不说，如果不控制住高热，阻止伤口红肿化脓，恐怕会危及性命。依你说要怎么办才好？皇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条伤腿锯掉，这才保险。不行，皇上，三皇子目前正处在昏迷当中，臣希望皇上等三皇子醒来再做决定。咱们可以等，可这伤口不能等啊。三皇子摔得这么厉害，腿骨不说寸断，也断成好多节了。这条腿实在是没有留着的必要啊！留不留的三皇子说了算，感情不是你的腿了。你一直主张给三皇子锯腿，你安的什么心？那人看皇上正盯着他，他悄悄退到一边去。皇上问修令策：“你的意思是让品儿保留这条伤腿？”皇上，三皇子还不到30岁，正是注重仪表的年纪，腿是断了不能走路的。可是有腿在，他就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哪怕像我这样坐轮椅，总比没了腿成了独角鸡强吧。臣请求皇上等三皇子醒了，听听他的意见吧。如果三皇子同意锯腿，臣无话可说。皇上还是听太医的吧。修大公子是为了三皇子的面子，不想让三皇子锯腿，可咱们得替三皇子的性命着想啊！丢了腿总比丢命强吧。又有几个大臣附和着这个大臣的话，请求皇上同意让三皇子锯腿。修令策急的一下子从轮椅上摔下来，他向前爬到了易敬品身边，伸出双手。看你们谁敢动三皇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存的什么心思。三皇子已经这样了，你们就放过他吧，哪怕他残了，你们也给他留点颜面吧。修远仓、张月堂还有顺亲王等老臣也不同意锯三皇子的腿。皇上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他犀利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张脸。这时大太监总管詹公公小跑着进来，对着皇上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话。皇上握紧了拳头，对刚刚坚持让三皇子锯腿的那些大臣暴喝道：“你们都给我滚出去！”那些个大臣顿时就吓得鸦雀无声，一个跟着一个悄悄退出了乾安殿。二皇子夹杂在众人中间，慢慢向殿外走去。在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很快弯了一下嘴角，脚步轻快地离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三皇子醒了。父皇，儿臣不锯腿。平儿啊，你感觉怎么样？父皇，儿臣疼，儿臣疼，好疼啊！皇上看着三皇子泪流满面，他心里跟油煎一样难过。他看了太医院的院正一眼，问旁边的另一个太医：“如果平儿的腿不锯，会有什么后果？”皇上，恐怕会红肿化脓，弄不好得动刀割个口子，把脓水放出来。父皇，儿臣不怕疼，别锯儿臣的腿。你回去好好养着吧，我叫池太医跟你回府，帮你照顾伤腿。谢谢父皇。三皇子道了谢，带着修令策回到了三皇子府。王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遭了身边人的暗算，没想到啊，易敬时居然那么早就在我身边派细作了，一派就派了2、3个，那2个细作都是我身边得用之人。
我跟着一个出去，他送了消息给易经师，易经师派人来追杀我，我们就跑。另一个细作居然把我带到悬崖边，悬崖半腰上有几棵树，如果慢慢跳下去未必会受伤，可是他居然趁我不注意，猛地一下把我推下去了。王爷，你也不必太难过了，没准就柳暗花明了呢。修灵策，你也不用劝我，乾安殿上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谢谢你帮我保下了这条残腿。修令策满怀心事地回到家里，他把易静品的话和修远苍说了。你说三皇子的腿洛洛能不能治？爹，你感觉三皇子的腿比我当初的腿哪个更重一些？应该是你的腿更重。我也是这么觉得，而且我的腿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洛洛都能治好，我相信三皇子的腿洛洛肯定能治。特儿，我觉得洛洛即使能治，他也未必愿意给三皇子治。他不是一直说皇家人很麻烦，让咱们尽量远离他们些吗？爹，现在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必须得治啊。如果三皇子真的退出这场角逐，那么二皇子赢的几率就更大了。他当了皇上，第一个要对付的恐怕就是咱们修家和我。我也知道是这么个理，可洛洛那个牛脾气，我怕一个说不好，他再炸锅了怎么办？爹，要不我来劝劝他吧。好，不过你别呛着他，惹急了他和你生分了我可不管。爹，你放心，不会的。修令策来找修洛然的时候，修洛然正坐在自己院门口发呆呢。洛洛，咱们天鹤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咱们修家目前的处境你也明白。这么说吧，三皇子好咱们才会好，三皇子倒了咱们就艰难了。大哥，我不是不明白这道理，对你来说三皇子是君你是臣，他叫你做啥你不做那就不忠。我的医术如果被他知道了，他经常叫我给这个治给那个治病，你说怎么办？如果是他的朋友和帮手，那就是二皇子的敌人，我把他们治好了，以二皇子那小肚鸡肠的性子，他还不得天涯海角的追杀我啊？其实修令策这么精明，他怎么会不明白这浅显的道理呢？但是目前的关键是得把三皇子的腿治好。洛洛，我请三皇子保密，你给他治了腿，以后有别人病了你可以不管。大哥，三皇子的保证你相信吗？假如哪一天皇后有病了，别人都治不好，你说他会不会来找我？如果我不给皇后治病，他会放过我吗？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好吗？我记得我和你说过，君臣之间是没有交情可言的，有的只是上下级的关系。洛洛，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给他治腿，我求他答应我，别把你会医术的事说出去，然后咱们看他是不是能信守承诺。如果他失信了，咱们就慢慢远离他，离开天鹤，到别的国家做普通老百姓，过平平淡淡的生活。修冷然知道三皇子的腿他是非治不可了，他和修令策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修令策，一个要当皇上的人是不能当朋友相处的。大哥，我同意了，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最好要个信物，如果将来咱们得罪了他是死罪，拿出那东西也就能免于处罚。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肯定帮你弄个护身符来。大哥，不是我的护身符，是咱们修家的平安符。对对对，是咱们修家的平安符。大哥，我就是能治，现在也不治，不要等时机对咱们有利的时机。好。修令策得了修洛然的承诺，他心里有底儿了。他天天去三皇子府看三皇子，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他本来就是三皇子的伴读，也经常出入三皇子府。修洛然听修令策的人回来告诉他说，藏安神尼在静心庵又讲了2天经，就离开天鹤王朝了。天鹤王朝已经定了别的庵堂作为藏安神尼讲经说法的地方，这静心庵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静心庵了。这一次苦方的事情让静心庵的名誉一落千丈。苦方死了，庵里的尼姑推荐苦莲做住持，静心庵的事情了结了。小姐，你看看去吧，西跨院的二夫人正在侯爷的书房闹腾呢。你马上去西跨院把二房的大小姐给我叫过来。修远仓的书房里，宫氏坐在地上，任凭张妈妈怎么拉，她就是不起来。大哥，我们二房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吃没好吃，喝没好喝，想出去看看吧，也没件新衣服。现在呀，我每个月也就那10几两银子的月例，哪里够花呀？阿婶，你有什么事直接和我说，你找我爹没用，我们家现在当家的是我。洛洛呀，你看看，这么多年我当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我们二房日子不好过，你不能不管呀。
二婶，我们大房已经和你们二房分开过了，你们是锦衣玉食还是吃糠咽菜，都和我们大房没关系。再说了，你说日子难过，我二叔是饿着你了还是冻着你了？你来这儿，修依然知道吗？我二叔知道吗？你嫌我二叔家日子不好过，你可以回娘家呀，你娘家的日子肯定好过。提起娘家，宫氏就恨得牙根痒痒，他咬牙切齿。那些该死的白眼狼，自己当家的时候他们捧着自己捞好处，这现在自己落魄了，他们居然不管他了，一点钱都不借给他。这时呢，修依然带着贴身丫鬟玲珑走了进来。娘，回去吧。张妈妈，麻烦你和玲珑两个把我娘带回去。张妈妈上来用力拖着宫氏，和玲珑一起扶着宫氏回二房去了。修依然，今天这话我只说一次，今天你娘来这儿闹腾的事也没有下次。修依然看了修远仓一眼，他低下头没有说话。修依然，你也不用看我爹，他可是我亲爹，自然是给我撑腰的。我爹允许你们二房住在侯府，可不是让你们过来闹腾我们的。如果你管不了你娘，你信不信我把你娘变成妾，把你们兄妹都变成庶子庶女？我看你娘一个贱妾，她还怎么闹腾？修依然猛地抬起头来，满脸震惊。如果不是你哥还算是听话，恐怕我二叔早就把你娘休回公家了。我二叔是不想让你哥变成庶子，你明不明白？至于你们姐妹俩，早晚都是人家的人，嫡的庶的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不管二叔抬了哪个姨娘上来，他都不缺嫡女。洛洛，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不会再让我娘过来了。最好是这样。你说一个弟媳妇隔三差五的就往没了妻子的大伯哥的书房跑，这如果让外人知道，好说不好听的，咱们侯府的名声还要不要了？我明白。修依然，管好你娘，我会尽快给我3个哥哥都娶上媳妇儿，然后就张罗你们兄妹的亲事。不管怎么说，你们名义上还是侯府的公子小姐，你们听话，我就不会让你们嫁的差娶的孬。注意，别让你娘影响了你们的亲事，到时候我帮不了你们，你可别怪我了。我知道。修依然回去了。修远仓看着修洛然，洛洛，你怎么知道你二叔要把姨娘扶正的？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就事论事吓唬修依然的。不会吧，爹？你的意思是说二叔真有这心思啊？你二叔真的这么想过，他也是不想让你大堂哥成为庶子，还没那么做的。修依然回到自己的院子，他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去找他大哥修令旗了。他把今天修洛然的话对修令旗说了一遍。娘，听说你今天又去大伯书房闹腾去了？我去闹腾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你们兄妹俩。娘，你应该知道，我爹特别听我大伯的话。如果你闹得狠了，修洛然找大伯告状，大伯找我爹，你说我爹会怎么对付你？你爹能怎么对我？好像现在还对我多好似的。就算我爹对你再不好，你也还是咱家二房夫人。你把我爹惹急了，咱们二房的夫人还不知道是谁呢。娘，如果我爹真的把哪个姨娘扶了正，你成了妾，那我们算什么？庶子淑女？修远山他敢。娘，其实你应该很清楚，我爹他真的干。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可不希望我2个妹妹变成庶子淑女。实在没办法，只得委屈你了。你要干嘛？娘，如果你不在了，或者被休了，我爹照样可以把姨娘扶正，我们还做我们的嫡子嫡女。你说什么？宫氏听明白了，儿子这是要让他给姨娘腾地方啊！你个混蛋，你个白眼狼，我白疼你这么多年了，你居然咒我去死，让你爹休了我！修令旗看到他娘难过的样子，他有些于心不忍。但是如果从此能杜绝娘再做蠢事，再难听的话他也能硬下心肠说出来。娘，为了我们3兄妹，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3个变成庶子淑女吗？到时候我们娶不到好媳妇，嫁不到好人家去，我们过得不好，你将来可怎么办啊？到时候谁管着你啊？不，修远山他不能这么做，我绝不让他这么做。我可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你们是名正言顺的嫡子嫡女。娘，如果你再闹腾下去，我们不但会成为庶子淑女，咱们的家那么好都得散。你想啊，你不在了，你被休了，我们没娘了，这个家还有我们的位置吗？继母进门了，我们会被继母虐待，我们啥也捞不到，继母还会操控我们的亲事，娘，我们就完了。修令旗说完，眼泪都流下来了。修依然睁大眼睛看向大哥，大哥这是来真的呀！宫氏看着宝贝儿子哭了，他心疼的不要不要的。好孩子啊，别哭了，娘不会让你们变成庶子淑女的。从今天开始，娘哪也不去，就待在家里。我不会让修远山抓到把柄休了我的。娘，谢谢你为我们着想。
傻孩子，我是你们娘呀，我为你们着想，我为谁着想啊？修依然看着修令奇，兄妹俩高兴地笑了。二房发生的事情，修洛然并不知道，他已经2天没看到他三哥修令群了。他准备去找修令群，问问杜灵芳的事情。修洛然刚刚骑马上了大街，就看到5皇子易敬玄和7皇子易敬阁迎面向他走来。修洛然假装没看到他们，想打马从他们身边跑过去，就听到7皇子易敬阁叫道：修小姐，修小姐！修洛然把头扭到一边，他就装作没听到，啥也没听到。易敬阁有些生气了，他大叫：修洛然7皇子，你干嘛？叫魂啊？修洛然，我就是想问问你三哥在家吗？不在。他去哪里了？不知道。易敬阁和易敬玄刚刚从3皇子府里出来，他们看到三哥躺在床上，整个人都不太有精神。他们待在那儿也难受，易敬阁就提议来镇西侯府找修令群玩，二人就来了。可没想到遇到修洛然这个刺儿头。回答完易敬阁的话，修洛然大摇大摆从2个皇子身边骑马过去了。五哥，咱俩啥时候把他给得罪了呀？在咱们俩陪四哥去镇西侯府谈亲事的时候，咱们就把他得罪了。可是那次上山他还给你解毒，给咱们炖鱼吃了呢。那不是给咱们炖的鱼，咱们是跟修令群借光了。给我解毒嘛，是他怕受到连累才出手的。五哥，我和你说，前几天我遇到了修令群，他告诉我说修洛然叫他们家的马夫去河里抓了那个叫什么螃蟹，特别好吃那个美味，那个鲜香啊。他说他从来没吃过那么鲜的东西。其实今天来我就是想找修令群也去抓那个螃蟹来尝尝。易敬玄听了七弟的话，让他想起了修洛然买猪下水的事儿。这丫头的厨艺还是挺不错的。修洛然来找修令群。洛洛，你来的正好，你跟我来。你不是让我收集杜林芳的消息吗？我就派了好几伙人在他们家附近蹲坑，结果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杜林芳他居然认识韩静饶。那次在顺亲王府，你不是说你落水的事情就是韩静饶干的吗？三哥，你具体说说。你不是让我关注杜家大小姐的情况吗？我的人跟踪杜府的丫鬟去了韩府，原来那个丫鬟就是杜家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的人这才知道杜府的丫鬟来韩府是来找韩静饶的。三哥，你多派人，不但是要盯着杜府，还要盯着韩府。还有，我上次叫你收集消息的人家你也要盯住了。我和你说，咱们天河皇子众多，这皇位可就一个，咱们修家已经被迫和3皇子绑在一起了，各方面的消息你都要收齐。以后没准哪条消息就能救咱们的命，如果需要钱，你只管找我要。露露，3皇子不是受伤了吗？腿都要被锯掉了，他还能当皇上吗？三哥，他能不能当皇上现在还不好说呢，咱们做好咱们的事情就行。我知道了，露露，你回去吧，这里你以后尽量少来，被人发现了不好。我如果遇到紧急的事情，或收集到重要的情报，我会回去找你的。好的，三哥，那就这么说定了。修乐然回到家里，修令策正在他房间里练习走路呢。大哥行啊，你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能够走得稳当了。是啊，很快就能完全好了。我准备把东厢房打通，建成练武厅，以后你就在那练武，别叫人看到了。修乐然说完，假装从柜子里找出了一把军刺。大哥，这个呢是我答应给你的短刀，你看看喜不喜欢啊？洛洛，我很喜欢。大哥，你练武的时候啊，要多练习一项技能，怎么才能坐在轮椅上和别人打，还要打赢？如果不是威胁到生命的关键时刻，你千万别暴露你的腿已经好了，就是面对3皇子你也不能说，但也别故意瞒着他，搪塞过去就好。洛洛，我今天去看3皇子的时候，发现他的精神头很不好。大哥，这个很好理解啊，换成谁从一个正常人忽然变成一条腿的瘸子，谁都受不了。可他从皇宫回来那天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有人或者是什么事儿刺激到他了，让他感觉到未来很渺茫？这个状态可不行啊，大哥，你得要多鼓励他，和他说，别说他还有一条腿了，那哪怕是2条腿都没了，那还有胳膊呢，照样能够报仇雪恨。你要现身说法，说一说你当初是怎么度过这坎儿的，你告诉他习惯了就好。今天太医给他放脓血了，这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造成感染的，就是伤口会溃烂，肉会坏死，那样的话那条腿可就真的废了。洛洛，我觉得你给他治病的时机快到了，
大哥，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时机成熟了你告诉我。这天，修洛然在小花园里练习轻功，练完了他就坐下休息。此时呢，秋高气爽，阳光明媚，一阵阵凉风吹过，他心情大好。他从他的小空间里拿出小吉他，开始自弹自唱起来。唱着唱着，他感觉已经完全融入现在这个世界了。她就是镇西侯府的狄小姐，她要快意恩仇，随心所欲的生活，谁也不能阻挡她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脚步，否则杀无赦。花园围墙外面，易静阁悄悄地跟易静玄说：“五哥，是修洛然那丫头唱的吧？”易静玄瞪他一眼，示意让他听歌，别说话。听着听着，易静玄就入迷了。那歌词很潇洒，曲调也很欢畅，修洛然完全就是在唱他自己啊。这啥时候他也能跟这丫头一样，高兴了就大笑大叫，不高兴了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花园里，修洛然扯着嗓子尽情地唱了2遍。围墙外面，易静玄静静地听着记着，在心里跟着节拍唱着。他感受到了唱歌的放纵和快乐。修洛然唱完了，易静玄拉着易静阁离开。他要快些回去，拿出纸笔，把那歌词和曲调都记录下来，可别时间久了再忘记了。只是他不知道这歌叫什么名字，恐怕问了那丫头也不会告诉他的。说吧，怎么回事啊？我和姐姐站荷塘边看荷花，柴碧莲就过来了，他哥柴燕就离他不远。姐姐说咱们离开这儿到那边看吧。我们刚刚走了2步，柴碧莲就向姐姐撞了过来，姐姐落水了。我看到柴燕冲了过来，就喊我大哥，我大哥过来就把柴燕拉住了，2哥3哥下水，一起把姐姐扶了上来。我不是告诉过你让你注意柴家兄妹吗？我是真没想到，我们3兄弟就在不远处，柴碧莲就敢下手。为了能娶个高门贵女，为了能嫁个好人家，为了荣华富贵，很多人都是没有底线的。我已经提醒过你了，你还离表妹那么远，今天差点就让那2个贱人给得逞了。他说话很大声，听到声音的张旭刚进来了。怎么，你们兄妹闹矛盾了？表哥太仁慈了，以为他在场人家就不敢动手，没想到人家当着他的面就把表妹推到荷塘去。告诉爹，怎么回事？张凤志就简简单单的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须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多的是，还有你也不能用你的标准和尺度来衡量别人。今天洛洛在，如果洛洛不在，你拉着柴叶他是动不了了。可你想过没有，如果柴碧莲自己跳进荷塘里，就说是你妹妹们推的，然后他喊救命，柴燕又不识水性，你们3兄弟救还是不救？不能见死不救，可一旦救了，你想过后果吗？以柴家兄妹的德行，肯定会赖上张家，要张家兄弟负责。张玉芝听了就出了一身冷汗。我就是怕柴碧莲搞小动作，我先打他个不能自理再说。大舅，我提议你没事的时候呢，就把你的官场上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讲给表哥表妹听，让他们长长见识，也学习学习遇见难题应该怎么处理，以后没准能用得上。你怎么知道柴家兄妹要对凤芝他们下手啊？修乐然就把秀芳听来的话说了一遍。我知道柴家兄妹要算计人，但我不知道他们要算计谁。我来你家问过门房了，说2个表妹参加诗会去了，我就急忙去周家了。谢谢洛洛。大舅，我走啦，我可是个盲人啊。那大忙人慢走。哦，幸亏我们跟着表妹学游水了，要不今天真的让柴家兄妹得逞了。是啊，我掉进水里一点都没害怕，我还想着要不要沉水底憋会儿气吓唬一下柴家兄妹，让他们以为我淹死了，我又怕吓到你们，没敢那么做。你个混账，你学游水才几天啊，万一出了意外可怎么办？你们记着，一切以安全为主。假如你们兄妹都不会水，遇到今天的事情也不用怕，就算被他柴燕救了又如何？爹也不会让他们如愿的，你们大可不必担心后果。谢谢爹。我们要做正直的人，但我们要防着那些小人的诡计，这样才能站得稳。张玉芝兄妹一起点头。真是龙生龙，凤生凤啊！一肚子小心眼的柴莲生出的女儿也是这么的下作。柴莲，虽然事情是你儿女做的，本官不和小辈一般见识，这账
本官只算在你的头上。柴莲还不知道自己一儿一女得罪了张家，害得他从此之后的仕途坎坷，晋升困难。修乐然回家就直奔修令群的院子。三哥，刑部有个郎中叫柴莲，他有一儿一女，惯会算计别人，居然算计到了咱们表妹身上了。你妹妹我要以其人之道还这其人之身，你帮我找一个比郎中小些的官，家里儿女心机不正的那种，然后暗中牵线搭桥，让他们攀上柴莲的儿女，成就一段或者2段美好的姻缘。修令群还没做过这种事儿呢，他感觉很有意思。洛洛，比柴莲官大的呢？那柴家兄妹不是占便宜了吗？不行。我知道了，你放心，这事儿我肯定帮你办好。三哥，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懂？懂，我这就找人查资料去。三皇子府，三皇子的房间，三皇子易静品坐在床上，心情很烦躁。令策，成王败寇果然不假，我只是腿断了，虽然不能登上那个位置，我也不是谁都能拿捏的。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人，跑得那叫一个快啊，生怕我不放他们走似的。本王还没死，他们怎么就能断定本王不会有所成就？王爷，不用为这事生气，等你变强了，没准他们就回来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本王不会再收纳他们了，一次不忠，终身不用。趋炎附势、趋吉避凶是人的本性，只是很多人表现的没那么明显。一个下人跑进来，王爷，咱们的人被二皇子的人打了，2个重伤的恐怕是要残了，3个轻伤，其他人也都挂了彩。这是欺负我众叛亲离没人用吗？王爷，属下随时听命。你我同病相怜，算了，我忍。希望老儿别太过分了，让我忍无可忍，我坚决不客气。修令策暗暗佩服，这份气度就不是二王爷易静时能比的。又一个下人进来了。王爷，咱们最赚钱的那座矿山差点被二王爷的人抢了。你们没说是我的吗？那座矿山很赚钱，如果被易静时抢去了，他的钱财富裕了，对自己就更加不利了。我们说了我们是三王府的，可那些人说别骗我们了，有能耐你叫三王爷出来证明一下，他不来那你们就是冒充的。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三王爷还没来，你们耍我们玩呢？岂有此理！这不就是欺负我腿断了，不能去矿山吗？易静时别欺人太甚。他们去了多少人？10几个吧，武功都不弱，骂骂咧咧的叫嚷了好一会儿，才气哼哼的走了。你先回去吧，我和王爷商量一下对策。修令策看着闭上眼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易静品。王爷，二王爷这么做恐怕是在……他是在试探我，看我究竟能忍到什么程度，他在想怎么对付我。本王给他来个以静制动，让他摸不清本王的路数。过了一会儿，易静品睁开眼睛叹了口气，老天，本王满腹为国为民的良策现在断了一腿，你叫我怎么办呀？修令策觉得修洛然说的那个时机到了，他决定再加一把火。王爷，今天上午我去我大舅张旭刚家看外公，我大舅告诉我，朝堂上咱们建立多年的势力已经被瓜分干净了。虽然有几个忠诚于王爷的大臣没有倒戈，可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都是在勉强支撑。难为他们了，跟我这么个倒霉的主子，让他们受苦了。令策，我现在是完全能理解你当初的心情，哪怕是跛着脚呢，能走路就好。可惜了，就是跛脚对我来说也是妄想了。是时候了。修令策看看外面没有人，他轻轻转动轮椅，靠近床沿，悄悄说道：王爷，有个消息告诉你，你别激动啊。易静品看修令策很慎重的样子，还以为出了什么对自己很不利的事情，他稳了稳心神。令策，你说吧，我扛得住。王爷，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只求能走路的话，我认识一个大夫，可以试试。你说什么？易静品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大了，他连忙小声说：你说的是真的？王爷，属下怎么会骗王爷呢？不过凡事都有万一，这……我同意试试，结果再坏也就是卧床呗，还能坏到哪儿去？
王爷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在给王爷治腿之前，属下有几句话要说。你说吧。现在咱们京城暗流涌动，郎中给你治腿担了很大的风险，这个不用我说，想来王爷也清楚。所以我想给郎中要张护身符，如果郎中遇到了危险或犯了大错时，王爷能保他不死。行，本王同意了。那王爷能不能给个信物当做凭证啊？易敬品有些生气，感觉自己的信誉被侮辱了。令策，你什么时候变得像女人一样小肚鸡肠了？你就这么信不过本王吗？王爷，不是属下信不过你，是郎中这么要求的，因为郎中是个女人。什么？因为易敬品叫得太大声，外面的下人进来了，易敬品挥手打发走了。王爷，实话和你说，治腿的人是我妹妹。啥？修灵策看着易敬品，把刚刚易敬品的话都还给他。王爷，你就这么信不过属下吗？令策，你能告诉本王，你有几个妹妹吗？属下只有一个亲妹妹，就是叶敬阳的未婚妻。是。易敬品不说话了，他要好好消化一下这个消息。好半天，他突然盯着修令策的腿。修令策想到修洛然嘱咐他的话，就对易敬品说：王爷，属下的腿已经断了好多年，我妹妹她……修令策说到这儿，故意停顿一下。其实修令策是在误导易敬品，他想告诉他修令策自己的腿断了多年，妹妹也没治好。等以后修令策站起来的时候，易敬品如果问他为何骗本王那修令策大可以说他没骗王爷呀。他当时想说的是他腿断了好多年了，洛洛都给治好了，只是当时被你打断了，就没法再接话了。果然，易敬品顺着修令策的思路来了。是，你的腿已经接歪了，就那样，你别难过了。对了，你妹妹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她在静心庵后山遇到一个世外奇人，传了她医术，那个是个高人啊，可惜只教了我妹妹1个月，要不然我妹妹一定能成为绝世神医的。你妹妹只学了1个月的医术？是的。易敬品不淡定了，难怪修令策还坐轮椅啊，原来他妹妹也只是个半吊子郎中啊。令策，你妹妹当时是怎么说的？王爷这些天不是很郁闷吗？属下心情也不好，回到家里就拉着个脸。我妹妹洛洛看到了，问我怎么了。我说王爷的腿断了，她心情不好，我也替王爷难过。洛洛说如果王爷别期望太高，她可以试试，不过她治疗的方法属于海外仙方，有些惊世骇俗，如果你同意治疗，她得要点将来能保命的东西。她怎么就相信本王能保她的命？她说你是我的主子，也算是她的主子，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她也会为主子效力。他相信我的眼光，说主子你将来肯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保他一条小命还不容易。他既然这么看好我，我也不能让他失望，希望他也别让我失望。王爷，洛洛还有一个要求。洛洛的情况你也知道，生下来就被我爹抱到静心庵去了，一待就是15年。他吃了很多苦，我们父子觉得有些对不起他，对他未免宠溺了些，所以他提的要求我就都答应了，希望王爷成全。你说吧，什么要求？我妹妹的性子太洒脱了些，在我们家她说一不二，最受不得约束和委屈。她说将来王爷不能强迫她给别人看病，这2条王爷答应了，她愿意尽力试试。本王同意了。谢谢王爷，谢谢王爷。见字如见本王。然后易敬品在这句话旁边盖上他的私印。令策，本王答应你，你将来可以用这张纸换别的东西，意思一样。修灵策明白了，意思一样，可能就是见字如见朕或如朕亲临。不过这得等易敬品当了皇上以后，这是易敬品给他的承诺。多谢王爷。后来修令策协助易敬品登基，用这张纸给修洛然换了个如朕亲临的扇面。修洛然用那把扇子可是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当然他也用那把扇子闯了无数的超凡脱俗的大祸。不过呀，这都是后话啦。大哥，你偷偷告诉他，2天后我给他治腿，让他把身边的人安排好，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我出现在三皇子府。好。修洛然是知道易敬品的情况的，虽然他的腿太医没有接上，不过皇上派了个认真负责的太医，他的腿被护理得很好，可以说比修令策的情况好太多了。
给他做手术也没什么难度，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比修令策更容易恢复。老人家，有话你只管说。邱小姐，其实吧，我的儿子我也不是管不了，是我放任他们才变成这样的。我已经好几年没扩展生意了，我就怕生意做大，赚的钱多，再被人敲诈勒索，索性让儿子们败光，我再东山再起。现在认识了你，我情愿再奉上一些钱财，买个平安。钱财就不用了，我已经答应过杨林要护着你们杨家。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生意。如果有人敢欺负你们，只管过来找我。不过明面上是我强迫你们给我赚钱，老人家，你明白吗？明白。杨老头知道修洛然的所作所为，也大体了解了修洛然为什么要这么做。反正不管如何，他们杨家以后也算是有依靠了，这就好。修洛然回家之后，直接来找了修远仓，修令策也在，爷俩刚刚在研究给三皇子做手术的事情。爹，我给你弄了一批武器。你这孩子咋啥事都干呀？你不知道私下买卖武器犯法吗？爹，这武器呢当然是人家一件一件积累下来的了，我呢是去他们家抢的，当然我偷偷给他们钱了。修洛然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修远仓和修令策听后都长舒口气。爹，大哥，以后你们都帮着我照应一下杨家，当然他们也会孝敬我们的。对外的说法是我强迫杨家给我干活赚钱，杨家已经是我的私有物了，不许别人欺负。这主意不错，洛洛，我和爹已经商量好了，会协助三皇子登上那个位置。咱们家呢又时刻以臣子自居，别风头太盛，防止以后易竞品卸磨杀驴。好，我知道了。我呢嚣张跋扈，谁也不放在眼里，安心做我的纨绔。你们呢是好父亲好哥哥，跟在后边收拾烂摊子。修远仓修令策相视一笑，点了点头。修洛然这么闹腾下去，别人会觉得修家父子俩当真是可怜，被女儿妹妹给拖累。这样一想，这些人心里就平衡了。等到了晚上，修洛然跳墙进了三皇子府，在修令策的陪同下，认真检查起了易竞品的腿。王爷，你的腿状况良好，做了手术以后如果恢复得好，站起来完全不成问题。第二天，修令墨推着修令策来到了三皇子府。这助手到了，手术就可以开始了。三皇子府表面上和之前一样，其实暗中加强了戒备，整个王府的高手都在各处潜伏着，警戒着。手术就在易竞品的卧房进行，房间里，修令策和易竞品的贴身大太监文达近身保护。房间外面，王府侍卫统领邓西良带人不停地巡视。1个时辰以后，手术结束，很成功。修洛然傍晚前进王府，给易竞品打吊瓶，白天他就该干嘛干嘛，一点都不影响他上街逛、上街浪。修洛然骑着白马，背着双肩包，腰上缠着鞭子，在大街上行走。高兴了就跑一会儿，看到有趣的事情就下来看看。你们没听说吧？哎，杨员外家知道吧？不知道。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呀？就是家里有3个败家儿子那个杨员外，他呀老两口辛苦劳作了一辈子，攒下了一些家业，最后都被3个儿子败光了，还剩下了一点点，就被刚刚那个侯府的女混子抢走了。什么？你没说错吧？不是说他家宽大路就是为了大家吗？这样的人怎么会去抢人家的东西呢？你可拉倒吧，他修路哪里是为了大家呀？他是为了他自己。没看到他骑着高头大马吗？他怕路太窄，他骑马跑不开。原来如此，我以为他是个好人呢。那你快说说，他都抢了杨家什么东西了？我也听听热闹。那你听好了，他拉着杨员外的3儿子去赌，然后呢，抢了人家赌坊的钱，打了人家赌坊的人，他跑了。人家杨员外的2儿子喜欢武器，遇到武器就买一件，攒了整整3仓库呢。女混子到人家看到了，叫来家里的人，带着大马车就都拉回家了。哎呦，你们是没看到啊！杨员外的2儿子就站在一边看着，别提多心疼了。还一个劲的哀求女混子给他留点，那个女混子可心黑了呀，愣是一件也没给人家留，那就是个不讲理的主啊！以后再遇到他上街，千万离他远点，别叫他撞上。人家有钱有势的，撞了你也是白撞。某皇子府，啪的一声，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一个男人脸上。本皇子怎么和你说的？我叫你抓紧时间，赶紧把杨二的武器弄到手。你说他这段时间还在收集，
如果现在动手，恐怕得不到更多的武器了。现在怎么样？一件都没了。你知不知道我已经安排好这批武器的用途了？想要用来武装一个护卫队。属下该死。你是该死。你给我滚出去，去东山挖矿去。是。你娘这段时间还好吧？还好啦，她每天跟着张妈妈做针线，倦了就去我们这儿的小花园走走。家里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吧？还可以的，我爹把他的俸禄都交给我了，我哥的也交了一半，够用了。修尔然呢？他跟着我学规矩学绣活，现在已经学得有模有样了，而且性子也成熟了许多。很好，你这个家呀当得不错。虽然你们家里进项不多，但不管咋说呢，也是侯府家眷，不能太寒酸。有些钱该花的还得花，钱不够用了就和我说。好，你说一说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夫婿啊？修依然害羞地低下头。这有什么好害羞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不说我怎么知道谁最合适啊？你看着合适就好。这个真不行，因为我和你的观点不一样，看中的人也不同。那这样吧，你慢慢想想，有时间呢也问问二姐三姐，下次我来的时候告诉我啊，我好心里有数。好。修洛然拿出1万两银票和一小袋珍珠。这些钱是给你贴补家用的。这些珍珠啊，这3个大的是给你的，这10颗小的，你们姐妹3个分一分。我告诉你啊，这些珍珠可不是咱们天河的东西啊，是老远的地方弄过来的，可以说是很珍贵。你呢，留着当嫁妆也行，镶首饰戴也行。谢谢你啊，洛洛。修洛然离开西跨院，不是他圣母，也不是他好心，一定要帮助二房让他们过好日子，而是修洛然的人生目标是做个随心所欲的纨绔。如果二房整天的闹腾，今天公事有事儿，明天修尔然有事儿，后天再啥的，那让他怎么出去浪啊？怎么安心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既然老爹不想让二叔一家搬出去，那行，那他干脆让修依然管着，偶尔呢给他们一点甜头，让他们安分一些就是。如果他不想管，老爹恐怕会自己去管，到时候老爹给二房的东西和钱财恐怕只会更多更好，这才是修洛然不能接受的。还是他来吧。修洛然回到自己的院子，发现三哥正在等着他。洛洛，我按照你的吩咐，给柴燕兄妹都找到了合适的好姻缘。三哥，你快说来听听。星令群就给修洛然讲了起来。这个刑部郎中柴莲当年考中的是同进士，他寒门出身，因为他善于钻营，惯会讨好上司，又把自己的漂亮妹妹送给上司做姨娘，所以呢上司对他还算不错，他的仕途也还算是顺当。修洛然听修令群讲完特别高兴，以后表妹们再参加什么花卉应该是没什么危险了。不过呢还是得要再提醒他们注意安全。对。哎，三哥你又来活啦。修洛然讲了今天珠宝行的遭遇。葛家姐妹确切点来说呢是葛家那个大小姐，她居然想要陷害我，被我算计回去了。哎，你帮我查查看看我是哪里得罪了她。行，洛洛，过几天听信儿吧啊。晚上修洛然又出现在易静品的房间。王爷，今天呢这是最后一针了，以后就不用打针了。我这儿有些药片，等你吃完不久，这个石膏就可以拆下来，然后你每天坚持下床拄根拐棍走动走动，3个月以后啊，相信你就能和正常人一样，可以骑马，可以练武，干啥都行。真的？真的。这个药片一天吃3次，一次吃1片，按时吃就行了，不用忌口。明天开始我就不来了，等你拆石膏的时候我再过来。易静品感动的都掉泪儿了。这时文达进来了。王爷，你感觉怎么样了？放心，我很好。文达，我支腿的消息一定要严密封锁，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属下明白。易静品看着窗外的夜空，真正的较量就要开始了。我的对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第二天，修令策刚准备去三皇子府，修洛然就来了。大哥啊，你有心仪的女子吗？我准备给你们找媳妇儿。洛洛，你怎么想起要给我们找媳妇儿了？大哥，你们哥仨都多大了？你23，二哥20，三哥18，你说说你们哪个不该娶媳妇儿了？你们对我好，我希望嫂子们呢能够对我好。你们自己找的媳妇儿我不放心，我要亲自给你们找媳妇儿。修令策想到的却是娘不在了，妹妹还要操心他们兄弟的终身大事，也当真是辛苦他了。大哥，你说我用不用先帮咱们爹找个媳妇儿？这样咱们侯府就有当家主母了。洛洛，如果咱们有了后娘，后娘再有些手段把咱爹拉到他那边，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后娘对咱们不好，
你可以告诉咱爹，1次2次都可以，5次6次之后呢，爹会不会以为是咱们太不懂事？后娘如果生了弟弟，虽然咱们不想抢不想争，可后娘会这么想吗？更重要的是，后娘可以名正言顺的给咱们兄弟张罗亲事，然后把他娘家里的什么表侄女儿、表外甥女儿的都娶到咱们家来。哎，大哥打住啊！修乐然一听，这也太可怕了。虽然他并不害怕有个厉害的后娘，可他怕麻烦。这天天陷在家务事中，他哪还有时间随便逛随便浪啊？咱爹有红衣挺好的，真的，我觉得真挺好的。露露，你放心，爹如果想娶早就娶了，哪里会等到现在啊？我是吓唬你的，以后给爹娶妻的话就不要再提了。我们哥3个没成亲也是爹的意思。那是二婶当家，娶妻这样的事情他也有权利插手。爹怕我们不能娶到贤妻，闹得家里不和，所以他告诉二婶，我们哥3个必须25岁以后才可以成亲。我知道了，大哥，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你有心仪的女子吗？有。是谁啊？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易可真是个郡主。郡主？哪个王爷家的？她还喜欢你吗？就是安亲王的小女儿，今年20岁了。她有一兄一姐，安亲王世子易敬霄外出游学没回来，她姐姐易可婷已经嫁人了，不在京城。她应该也是喜欢我的。我的腿断了以后，她几次托人上门想要和我成亲，我不想连累她，一直没答应。大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你就只管说啊。20岁啊，这可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你还想让人家继续等啊？我心不变。修乐然明白了，如果易可真的心也不变，那就铁铁的是自己的大嫂了。修乐然准备去安亲王府，他骑着马刚刚跑了2条街，修乐然看到熟人了，就是静心庵的那个假尼姑灵儿。修乐然正想上前看个究竟，他又看到一个熟人，是四皇子易敬阳。这个灵儿是易敬阳的人。修乐然继续向安亲王府走去。可真，明年你就21了，你的终身问题真的应该考虑了。我和你父王也就这一点心思未了了。母妃，修令策一天不娶，我就一天不嫁。可真啊，你的心思娘能理解，喜欢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能忘掉的。你那么喜欢他，如果他要是娶了别人，你不得后悔死啊？母妃，可我该怎么办啊？最后见他那次，我已经和他明说了，我真的不在乎他断了1条腿，可是他就是不同意啊。这时，一个小丫鬟小跑着进了凉亭。王妃、小郡主，王爷回来了，请你们去大堂说话。大堂？易可真皱眉，父王很少请他们母女去大堂的，大堂通常都是父王待客的地方。家里来客人了？是的，小郡主，说是给你提亲来了。难道是修家来人提亲了？母妃，不可能是修家。修令策如果要来提亲，他会和我说的。除了修令策，我不会嫁给任何人的。母妃，你一定要帮我。易可真搀扶着于氏慢慢往回走。等他们走远了，修乐然从花丛里出来，他一方面替大哥高兴，同时呢也有些担心，万一易可真顶不住他爹的压力跟别人定了亲，那他大哥怎么办呀？修乐然远远地跟着易可真母女。你给我滚！修乐然就看到易可真捂着脸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不久之后，修乐然看到易可真的母亲陪着2个男人走出来，一个应该是易可真的父亲安亲王易鼎安，另外一个可能是媒人，修乐然不认识。安亲王夫妻俩恭敬地把媒人送走了，他们回到自己的院子，修乐然悄悄地跟了过去。王爷可真是个好孩子，这些年服侍你我尽心尽力，我想着怎么也得找个他喜欢的，看他高高兴兴的，我也开心。难道我这个当爹的就不心疼他了吗？我也希望他能和心爱的男人度过一生，可是修令策那小子死活不吐口，你让我怎么办？可真再过1年就20出头了，你要把她熬成老姑娘吗？这已经是小王叔第2次来咱家给段家提亲了。我不是生可真的气，我是心疼她呀。你说咱可真哪里不好？相貌、人品、家世啊，哪样拿不出手啊？可修令策那个臭小子就是不同意，咱们还能去修家压着他和女儿成亲吗？可真已经20了，不是12了，他不能再等了。王爷，如果修令策同意和可真成亲，你同意吗？我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哼，我可很了解那个臭小子，他的腿不好，他是不会同意的。他觉得他一个瘸子
配不上我优秀的女儿，没有自知之明。你说我明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我干嘛还要去修家碰钉子？爹，你认识段王爷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问他干嘛？他请平亲王去安亲王家给他儿子提亲，想娶安亲王的女儿易可真。你是怎么知道的？嘿嘿，我去安亲王家听到的。那安亲王同意了没？易可真当面回绝了呗。安亲王把易可真骂得可惨了，结果就不欢而散了呗。修远仓明显松了口气。爹，你是不是知道我大哥喜欢易可真的事儿？咱们全家人都知道，易可真是个好姑娘，你大哥很喜欢她，她和你大哥也认识好久了，安亲王夫妻俩也同意。本来咱们两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边关起了战事，我和你大哥都上了战场，战场上你大哥断了腿，回来后你大哥就告诉他亲事不谈了。那孩子当时哭得跟个泪人一般，但你大哥还是狠心地把他送回家了，他不想耽误他。你大哥养伤期间，易可真几乎天天都来，你大哥就往回撵，可易可真不走啊，你大哥没办法就跑你大舅家去了。据我所知，从那以后你大哥就再也没有见过易可真了。我大哥觉得自己成了瘸子，配不上易可真。不过现在可不同了，我大哥马上就要和正常人一样了。我今天去安亲王家，我大哥知道。真的？你说你大哥知道？是啊。好。修远仓站了起来，满屋子乱走。好，看来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抱上孙子了。修乐然看着老爹那高兴的样子，有些不忍心泼他冷水。爹，你就肯定易可真一定能嫁给我大哥吗？她一定会嫁到咱们修家来的。别说你大哥腿好了，就是不好，她也不会嫁给别人。那丫头可是意志力很坚定的人，绝不会轻易改变主意。听老爹这么一讲，修乐然也喜欢上这个易可真了。爹，你还没告诉我呢，那个段王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把名利看得很重的小人，是一个得意便猖狂的主。果然不是个好比。爹，我知道了，那我走啦。修远仓还想问问这事儿的具体细节，可修乐然已经跑出去了。修乐然要干嘛去啊？当然是要去段家呀。陈王爷，本王有负所托，惭愧呀。王爷，难道说安亲王不给你面子，驳回了？啥叫安亲王不给我面子？你以为本王是傻瓜吗？这么明显的挑拨之词都听不出来？虽然本王欠你一个人情，可本王已经为你跑了2次安亲王府了。试问这天鹤王朝能请动本王跑腿的人有几个？还跑了2次。不管所求之事是不是成了，本王都出力了吧？没成，说明他们不是姻缘，说明你们段家无德，不配和我一家联姻。段王爷，不是安亲王不乐意，是可真那丫头和他父王闹矛盾，说暂时不打算嫁人了，气得安王爷破口大骂。王爷，有道是好事多磨，也可能是小郡主不好意思当面答应，害羞了才那样说的。希望王爷能再跑一趟，我已经请人看了，说可真郡主和小儿乃是天作之合。程王爷，就算我的腿脚不值钱，我已经跑了2趟了。安亲王虽然没直接说，可那意思已经拒绝得很明白了，还要去提亲，你有这心，我可没这脸。你呀，另请高明吧。你去都不行，别人就更不行。王爷啊，这撮合两性之好，可是积德的事情啊。就像上次，如果王爷平时净干些缺德事，我也不会请农香医来给王爷治病嘛。本王皇室血脉，皇帝亲疏，就是做了缺德事儿，谁又能把我怎么样？是没人能把你怎么样啊，可你自己能过去心里那道坎吗？比如说你欠人家的人情不还，你心里是不是不好过？总感觉站在人家面前都矮一头。好，本王就再跑一趟，成与不成，你的人情本王就算还完了。行。他心里说，你个傻帽，不知道人情债最难还吗？还说什么还完了，本王会让你永远也还不完。
段成答应了。易向平总算是松了口气，这该死的人情也总算是能还上了。段成离开平亲王府，心情愉悦地回家了。修洛然也出了王府，继续跟踪那个段成，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有用的消息。第二天一大早，修洛然就去了平亲王府，翻墙进了易向平的院子，把正在院子里散步的易向平吓了一大跳。王爷，我是修远仓的闺女。你就是修远仓寄养在安堂的那个闺女？是啊。你来这里何事啊？来给王爷你讲个故事听。易向平和修远仓没什么交情，可易向平很喜欢修令策。你大哥还好吗？王爷你放心，我哥他好着呢。讲讲你的故事吧。王爷，你也知道我从小在安堂长大，我曾经呢遇到一奇人，他教了我很多本事。这个呢就且不说，他呢还送了我一件宝贝，就是能够把声音动静录下来。正好我昨晚上闲逛录了一段声音，因为涉及到了王爷，就来给王爷听听。不过这东西我不能让王爷看，也请王爷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儿。好，本王答应你。修洛然掏出用手帕包好的手机，开始播放录音。易向平那家伙虽然是个蠢货，对人倒是很真诚，他答应人家的事情通常都能做到。还有，他最不喜欢欠人情，如果让他欠我一个人情，你说我求他办点啥事儿，他还不使出牛劲儿给我办呢？为了让他欠我人情，我可是费尽了心机呀。有一次啊，我听说浓香医要来京城。易向平听完了录音，段成他欺人太甚。小姑娘，这里提到的那封信。修洛然掏出信递了过去。易向平看完更是气得火冒三丈。段成这个王八蛋，如果他不扣下这封信，没准自己和女儿的病早就好了，哪里还用遭这么多罪？段成，本王不报这个仇，本王跟你姓。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弄到手的？他们床上运动的时候，我悄悄进去拿出来的。什么床上运动？你这丫头咋啥话都敢说？王爷，我不说你能明白吗？丫头啊，本王谢谢你，你来我这儿不单单是给本王讲故事的吧？当然，我是来阻止你去安亲王府提亲的，因为易可真是我看好的嫂子，怎么能嫁给别人呢？丫头，我倒是听说过你大哥和易可真的事，只是已经好多年了。怎么，你大哥又同意了？我准备呢给我哥哥们娶媳妇儿，就问我大哥有没有心仪的人，我大哥就说他喜欢易可真，我就去了安亲王府想要看看他，就看到你去提亲了，我想找你说说别和我们抢嫂子，就看到段成去你家了，我看到他出来的时候很高兴，可能是亲事成了，就跟着去他家偷听，结果就听到了这个，没想到还被我发现了大秘密。哎呦，看把你忙的，为了你大哥你也是操碎了心啊。我也这么觉得。丫头，你能保证你大哥已经同意娶易可真了吗？王爷，我绝对能够保证。好，那本王现在就去安亲王府提亲去，给你大哥提亲。王爷，你就这么放过段成啦？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了？王爷，我不知道你平时是怎么跟段成相处的，你是咱们天河王朝独一无二的最最尊贵的王爷，我偷听段成的话，感觉他不太尊敬你，你应该狠狠地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天河王朝是谁家的天下，是谁的地盘。他以为他也是一个王爷就了不起啊，没有一家王朝他算个狗屁。你说本王怎么收拾他好呢？王爷，这就要看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了。到了下午，易向平按照约定去了安亲王府，段成躺在床上听派去监督易向平的人回来说易向平已经去了安亲王府。段成乐得抱起旁边的金枝，狠狠的就啃了2口。王爷，平亲王府来人请王爷过府，说是有事情商量，告诉他本王马上就来。是。段成收拾好之后就到了平亲王府，他看到了易向平的黑脸，他小心地问王爷呀，是不是亲事不成了？本王第3次登门，我老侄子怎么也要给我这个面子，敢不同意我就叫皇上收拾他。段成一听成了，他高兴得有些放肆。哎呀，不是我吹呀，你看看我家江白条件多好呀，配他家易可真那可是娶了我儿了。你儿子再好也是臣是民，易可真再不好也是皇族，身份上就比你高一大截。更何况易可真哪里不好，唯一的缺陷也就是比段江白大3岁，可这也是你们乐意的，也不是我们易家上杆子要嫁的。看易向平没有说话，段成就继续说，
其实说起来呀，安亲王是王爷，本王也是王爷。安亲王被封王，仅仅是因为他姓易，可本王不一样啊！本王那可是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天鹤王朝卖过命的。他姓易的，就应该感激我才对。没有我们在边关拼杀，哪来今天的太平盛世啊？我们姓易的都应该感谢你。哎呀，王爷言重了啊！作为一个臣子，这也是应该做的。他倒是提了几点要求，只要你们做到了，他说马上成亲也行。王爷呀，你快说说是哪些条件？别的倒也罢了，凭你的身份和能力也不难办到。只是有一条，安亲王希望能请皇上赐婚。他说他女儿已经20了，再不出嫁就是老姑娘。如果皇上赐婚的话，他和女儿的面子都能好看些。段成一听有些为难了，说实在的，要请圣旨赐婚，他还真没这个能力。哎呀，王爷呀，你好人做到底啊，请你出面为小儿和易可真求到赐婚圣旨。行，那就明天吧。这事儿拖了这么久了，也该有个结果了。皇宫议政殿，皇上从走进大殿就一直在看他的小叔叔易相平。小王叔，你今天上朝可是有事儿啊？哎呀，皇上啊，这都要让人欺负死了，你可要为我做主啊，皇上。小王叔，你说谁欺负你了？如果欺负朕还能原谅他，但是敢欺负小王叔你，朕诛他9族。皇上，你也知道臣和人交往都是真心相待，人敬我1尺，我敬人1丈。我最怕欠人家人情了，哪怕不能10倍100倍还回去，至少也要3倍5倍的还人家。易相平说到这儿，段成如果还不知道说的是他，那他就是傻子了。他想往前去，想拉住易相平向他道歉，说自己是同易相平开个玩笑，希望易相平不要当真。可是离段成比较近的安亲王、顺亲王、修衍仓等人都是有意无意的阻挡他，不让他过去打扰易相平说话。去年段王爷段成因为我欠他一个人情，他就威胁我让我去安亲王府提亲，他想把女儿嫁给安亲王世子。臣不想去呀，可臣没办法，谁让臣欠人家人情呢？谁也没想到啊，安亲王世子自己找了个世子妃，亲事没提成。前些日子段王爷又来找我，还让我去安亲王府提亲，这次是给他儿子求娶安亲王的女儿易可真。可人家易可真喜欢修令策，说啥也不愿意嫁到段家。为这事儿我被段成软化逼着去了安亲王府2趟，为了能说和成功我甚至不惜以身份压我的老侄子。可易可真就是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呀。段王爷呢，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还让我跑第3趟他说什么不管这次成不成，我欠他的人情就算还上。我一听又去了一次安亲王府。可是易可真不愧是咱们皇家血脉，很有主见，他认定的人死也不变。他说如果逼着他嫁人，他宁可去死。皇上，你说我一个叔爷爷怎么能做逼死侄孙女的事儿呢？我无功而返，回到家里后就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段王爷，有负他所托，我就叫了一个心腹去段府，希望他能替我好好向段王爷说说好话。这次没帮上他的忙，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帮他。我的心腹去了段府，但是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易相平说到伤心处又开始哭了起来，皇上就站在一边陪着。我的心腹告诉我，他到段府的时候正赶上段王爷和宠妾闲聊，他没进屋，正准备回来时听到他们提起了我的心腹就听了下去。皇上啊，臣没想到以臣在天后的身份地位，还有人把臣欺负到这种程度。段成甚至说安亲王被封王纯粹是因为他姓易，而他被封王是因为他立下了盖世奇功，咱们姓易的都应该感谢他，感激他。我当时虽然觉得他这话有些过了，可谁让我欠人家人情呢？我还能说啥呀？我是怎么也没想到，原来这个人情是假的，我被他用这个人情威胁了好几年呀！皇上啊，臣太憋屈了，皇上。皇上看完了信，等易相平哭完了，他叫詹公公把这封信给百官们念了一遍。皇上回到龙椅上坐好，看着下边的文武百官，重点是看着段成。
哎呀，完了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早知道就别让易相平跑最后一趟了。段王爷，你是个功臣呐，我们姓易的都应该感激你呀。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天鹤王朝，是不是？皇上，是老臣该死，不该欺骗平亲王。安亲王上前一步，皇上，小王叔这些日子很是上火，他左右为难啊。这就算了，小王叔一趟一趟往我们家跑，他的腿本来就不好，现在更疼了。最后一次去我家，我看小王叔都有些瘸了。这都是拜段王爷所赐啊！如果不是他，说不定农香医早就把小王叔的病给治好了。小王叔哪里会遭这份罪？老臣该死，老臣该死！你是该死！你欺负蒙蔽我们就算了，居然算计到小王叔头上！皇上，这是这些年段王爷犯下的罪行，就算咱们姓易的欠他的，他怠慢咱们姓易的不算，这些贪墨巨款、买官卖官、欺压百姓、逼良为娼、草菅人命的大罪，也不可饶恕。段成，你有什么可说的？皇上，老臣罪该万死，可是臣的儿女是无辜的，请皇上饶了他们吧。可段成哪里知道，皇上最痛恨的就是段成对皇室不公，对他不敬，只这大不敬一条就足够他诛9族的。你的儿女是不错，儿子嫌我女儿年纪大，你上赶着求娶，可你儿子却说什么那个老女人，给他个妾位就不错了，娶什么娶？我天鹤王朝堂堂郡主，这是给他做妾的。你女儿更牛，都嫁了人了，还说什么她本该是皇贵妃的命，是皇上有眼无珠，看不到她的好。段王爷的小女儿小年纪霸气十足啊，每次见了我女儿都要让我女儿给她行礼，说什么都是王爷的女儿，我爹的王爷是挣来的，你爹的王爷是要来的，不值钱，你得给我行礼，我才应该是郡主，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每次都能把我女儿气得大哭。顺亲王这是帮着安亲王，他睁眼说瞎话，哪有什么哭呀？小郡主易可心的那脾气，哪次不是追着段成的小女儿打？可这时候段成也不敢说呀，还有几个大臣也都走上来，也想说说段成的罪行。来人，你指段成藐视皇族，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罪无可恕，剥夺异姓王称号，斩监后。段氏段成这一脉嫡支，所有人统统贬为庶民，不得做官，不得科举。段成悄悄搜寻二皇子易敬时的身影，可哪里能找得到啊？易敬时是最了解皇上心思的，你怠慢了皇上，求情也许没啥大事儿，可你若得罪了平亲王，那就是捅了皇上的肺管子，皇上岂能饶了你？可这个时候他哪里会管段成的死活，他还一肚子气没地方发呢。本来呢那挺好的一件事儿，段成如果和安亲王结亲，不但巩固了自己的王位，对他易敬时也是很有帮助的。可这一把好牌段成却没有打好，自先底牌让人抓了把柄。没错，这段成是二皇子易敬时的人。皇上，小女可真今年已经20岁了，她心仪修令策很多年，非修令策不嫁，请皇上成全。易敬时一听，这怎么行啊？修令策是三皇子易敬品的人，说什么也不能让修令策娶了易可真。修令策若是娶了易可真，等于是把安亲王拉到了易敬品的阵营里。易敬时正要上前阻止，没想到修远仓站了出来。安王爷，这事儿你也知道，我儿修令策他有自己的主张，我也不能替他做这个主啊。怎么，你们修家的门槛就那么高吗？还是说我的女儿配不上你的儿子？哎呀，安王爷，我并不是这个意思。现在被段成闹腾的，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我女儿心仪修令策，不肯嫁给别人。你不同意，这是逼着我女儿去死啊！安亲王为了女儿也是豁出去了。平亲王站起来向皇上行礼。皇上，这事儿说来说去都是臣的错，要不也不会把这些陈年旧账翻出来。可真是个好孩子，皇上就成全了他吧。皇上看着小王叔殷殷期待的目光，也看到了易敬时着急的样子，他狠狠地瞪了易敬时一眼，随口说：安亲王之女易可真，端庄贤淑，性情温良，
特许配给镇西侯世子修令策为正妻，月内完婚。皇上一道圣旨，却说了2件事：给修令策和易可真赐婚，封修令策为镇西侯世子。所以安亲王和修远仓都跪下谢恩呢。二皇子易敬时气得肝儿疼。修令策不但成了安亲王的女婿，还成了镇西侯世子。平亲王、安亲王今天的目的达到了，叔侄2个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皇宫。你那是什么态度？怎么对朕的旨意有意见呢？那这有意见的易敬时也不敢说呀。老三对朕说，他不想死，他想活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给朕滚回去好好反省。易敬时急忙退出了议政殿。易敬时明白了，他做的事情皇上都知道了，皇上这是在敲打他呀，让修令策娶安亲王的女儿，封修令策为世子，这等同于是在加强老三易敬品的力量，希望老三能保住性命。今天在朝堂之上，平亲王和顺亲王、安亲王联手把段成送进了大牢，很好地执行了他的计划。此刻修罗然正站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上，偷偷观看韩敬饶会情郎呢。修罗然不只听1个2个人说韩敬饶极其爱慕5皇子易敬玄，所以发现这2人在这儿私会时，他这才跳到大树上偷看。武殿下，好久不见。韩小姐，不知道你堵住本皇子意欲何为？原来是韩敬饶堵的易敬玄啊。武殿下，许久不见，敬饶很是想念。远远看到殿下过来，特来见上一面，以解相思之苦。哼，韩小姐想我，那我可真是荣幸之至啊。韩敬饶的眼中鄙夷一闪而过，他马上又换上了一副害羞的样子。不过修罗然看得很清楚，武殿下，敬饶的一颗芳心系在你身上，请武殿下能够好好珍惜。韩小姐，这里也没有外人。说到这儿，易敬玄往修罗然藏身的地方扫了一眼，修罗然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家伙发现我在这儿了。韩小姐有话不妨直说，省得浪费彼此的时间。武殿下，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南省出趟公差，不知道武殿下能不能帮我带个人去？怎么带？就让他跟着你就行，别的就不劳武殿下操心了。就是来监视本皇子的呗。武殿下怎么能这么说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再说了，也不会影响武殿下做事。本皇子如果不同意呢？武殿下，人生路上多磨难，你就能保证不会有求到我的一天吗？武殿下今天如此待我，你说到了那一天，本小姐是帮你呢，还是拒绝你呢？韩小姐，我办我的公差，做我该做的事情。我想韩小姐可能对我有什么误解，你的请求本皇子做不到，所以只能说句抱歉了。我马上出门了，有些东西需要整理一下，失陪了。易敬玄说完转身就走，靠近修罗然站着的大树时，他轻轻说了句别急着走，然后他头也不回就走了。修罗然乖乖地待在树上没动。不久，从远处跑来一个人，修罗然看到这人时吓了一大跳，紧张的差点掉下来。来人是修罗然在静心庵见过的靳统领。怎么样，他答应没有？我还真的是小瞧他了，在我面前站了这么久，心神居然没乱。本小姐不美吗？不是小姐不美，可能小姐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你是男人，应该更了解男人，你说说看，他可能会喜欢什么样的类型？越是表面端着的人，内心里越是风骚无限。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是傻瓜吗？都这样了，他能同意吗？多了解了解他，努力做出他喜欢的样子。男人在喜欢的女人面前都是很傻的，你说是傻就是傻。如果你一直像现在这样，以后的事情恐怕你一件也做不成。主子就不能派别人来和易敬玄周旋吗？你都做不到的事情，你觉得谁来合适？你也别泄气，今天不行不代表以后不行，没准哪天就行了。等他喜欢上你了，你就有保端了啊！对了，主子让我告诉你，皇上已经给修令策赐了婚。你说什么？别说是你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惊讶。主子一直在打压三皇子的势力，现在
修令策如果娶了易可真，成了安亲王的女婿，对我们可是太不利了。主子应该比咱们更清楚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算了，主子也不是咱们能够议论的，散了吧，保重。韩静饶和靳统领从2个方向离开了，确定四周没人之后，修乐然这才跳了下来。他这次的收获可不小，他喜欢易敬玄是假，还有他是在为二皇子做事。爹，大哥，是不是亲事成了？洛洛呀，今天你应该多准备一些好吃的，咱们家是双喜临门呢。快说说怎么个双喜临门？修远仓就说了今天朝堂上的事情。大哥，你被封为世子了。听爹回来一说，我也感觉很突然，算是意外之喜吧。他有了这个世子的名头，就不会再有人说他们镇西侯府没落了。他的腿好了，被封为世子了，很快的他又是新郎官了。这所有的好运气都是他妹妹带来的，他可当真是家里的福星啊。大哥恭喜啊！今天我一定要弄些好吃的，咱们好好庆祝一下。然后我就要张罗起来布置新房，买家具和生活用品、床上用品，打首饰做衣服。哎呀，我可要忙死了。修乐然看看这儿看看那儿，非常夸张地扳着手指头，一样一样地算着，时而抬头斜眼想一想，一副忙得要死的样子。修远仓、修令策父子俩看着修乐然搞怪，也都笑了起来。爹，大哥，你们等着，我去找河湾抓螃蟹去。这个季节的餐桌上怎么能少得了螃蟹呢？去吧去吧。修乐然去找河湾了。修远仓对修令策说：你的婚事我没想到会这么顺利，皇上叫你们月内完婚也是怕出什么意外吧？爹，我也是沾了三皇子的光了。三皇子的腿是二皇子的人弄断的，咱们知道，三皇子知道，皇上也知道。皇上虽然不反对皇子之间的争斗，却极力反对皇子们手足相残。如果这样杀下去，杀到最后能不能剩下一个健康的皇子都是个问题。皇上允了我的婚事，让我当世子，对三皇子都有利。皇上也怕三皇子死在二皇子手里。不过如果没有洛洛出头，没有平亲王和安亲王、顺亲王的帮衬，二皇子一党肯定会横加阻挠的。是啊，七皇子易敬阁一直在惦记着修洛然做的螃蟹，听修令群说特别好吃，他无论怎么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这天他又拽着五皇子易敬玄：五哥，咱们去镇西侯府呗。怎么还找修令群玩去啊？是啊，顺便看看他们有空没。有空的话，咱们帮他们去抓那个螃蟹，让修小姐做给咱们吃。你说你为了吃螃蟹都跑了几趟镇西侯府了？五哥，前几趟不是白跑了吗？修令群都不在家，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找到修令群。他以前闲得很，可自从他妹妹回来，我感觉他天天忙得不着家，都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五皇子其实也想去镇西侯府看看，他想看看修乐然是不是又在唱歌。易敬玄拉着易敬阁没走镇西侯府的大门，他还是准备跳墙进修乐然的小花园。这时一个男仆赶着驴车进来，车上拉着5、6坛酒。不久，蒸熟的螃蟹就被拿进了花园，腌母蟹也拿了进来。烤架上已经烤了很多的肉串和整条的鱼。几张餐桌上，修家的主子们都已经就位，倒好了美酒，开始准备吃饭了。大家一起举杯，祝贺修令策被封为世子，同时也祝贺他要成亲了。这时，五皇子易敬玄带着七皇子易敬阁站到了小花园的围墙上，闻着那扑鼻的香味儿，差点把2个皇子给馋哭了。五哥，你快看，他们在吃饭。易敬阁的声音可不小，修家的人都听到了。七皇子，你是来找我的吗？洛洛，我和你说过吧，七皇子是我的朋友，他肯定是来找我的。修乐然白了他一眼，修令群也不在乎。七皇子、五皇子，你们如果不嫌弃的话，一起吃点吧。好，正好我们也饿了。对了，今天你们吃螃蟹吗？我们都没吃过。洛洛，让他们一起吃吧，反正咱们有很多吃的，多他们2个也够吃。修乐然有些气闷，这是够不够吃的问题吗？这时，修远仓和修令策已经开始招呼2个皇子下来吃东西了。修乐然当然是再不乐意，也不能把他们撵走啊。这美食当前，易敬阁才不管修乐然是什么感受呢。他正在修令群的指导下猛吃螃蟹和烤鱼。易敬玄偷偷看了修乐然2眼，这丫头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欢迎他。看来以后啊，应该离四哥远点儿。如果继续被这丫头讨厌下去，他以后跟修家人都没办法来往了。螃蟹是良心的东西，吃的时候多蘸点姜醋吃，
也再多喝点酒。这时门房进来，向修远仓禀告：侯爷，韩静饶韩小姐和夏雨宁夏小姐来访。爹，你们继续吃，我看看去。修洛然来到了大门口，只见韩静饶和夏雨宁都打扮得很隆重，就像是登门做客的样子。修洛然冷冷地看着韩静饶：韩小姐，我们修家不欢迎你，夏小姐也是啊，请你们离开。还有啊，我们正在吃饭，我就不奉陪了。修小姐，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来修家并不是为了找你们修家人，我来找五皇子。雨宁嘛，他是陪我来的。韩静饶并没有说夏雨宁是来找修令仪的，害怕被修洛然赶走。我告诉你，韩静饶，你追男人也好，追皇子也罢，以后不许再来我们家，你等着，我这就把五皇子叫出来。修小姐，你就这么讨厌我吗？是不是你很喜欢五皇子，怕我进去抢了你的风头，五皇子看到我就不会再理你了？韩静饶，你别装得好像你有多喜欢我似的，咱们相看两厌，那就彼此都离彼此远一点。既然你来这儿是为了找五皇子，我就马上叫他出来，你呢在这儿乖乖的等着吧。我再说一遍啊，我们修家不欢迎你，以后即使你要找五皇子，请你呢在外边等着，不许你踏进来一步。修洛然转身往院里走去，一边走一边告诉门房：把门给我关上，没有我的命令不许随便开门。韩静饶瞪着修洛然的背影，真是命大，上次怎么不淹死你，竟出来坏我的好事。修洛然回到小花园，大声叫道：易静璇，我家大门口那个韩静饶找你，赶快去吧啊！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再想领着女人浪，请你到别的地方浪去，离我家远点，别什么臭鞋的烂袜子都领着我们家来，看着就叫人恶心。修洛然看老爹和大哥都看着自己，就指着盆里的螃蟹说道：这几个都很肥，咱们接着吃，别管他们。易静阁吃得正欢呢，他不想走。那个修令泉，你也没吃完是吧？那我陪你一起吃。易静璇看着气呼呼的修洛然，他点了点头。虽然他和那什么韩静饶不太认识，但毕竟也是借着他的名头来打扰修洛然了。这个人啊，他不得不管。修令策陪着五皇子刚走到门口，就看到韩静饶和夏雨宁走了过来。韩静饶笑着跟易静璇打招呼：五皇子，咱们又见面了。韩静饶看到了修令策，连忙上前行礼：修大公子，不，现在应该称呼你为侧世子了。侧世子，近来可好？策很好，不劳寡心。五皇子，希望你能记住洛洛的话，我就恕不远送了。关门。修令策转动他的轮椅就进了院子。韩静饶向修家院里看了一眼，心里暗恨：修洛然，你给我等着！你应该也不是来找我的吧，石培？易静璇说完，转身向着小花园后墙走去。咱们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回去。韩静饶回头看了一眼修家紧闭的大门，又盯着易静璇，直到看不见才算完。我不会就这么放弃的。说完，韩静饶带着夏雨宁也走了。易静璇跳墙进了小花园，很是自来熟的站到了修令策身旁，继续吃起螃蟹，不时的看着修洛然，对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爹，大哥，两位皇子，你们慢慢吃，我吃好了，出去逛逛啊。修洛然骑马出了侯府，就在大街上飞奔起来。娘的，今天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倒霉日子，净看到一些不想看到的人。他一拍踏云的脖子，踏云撒开蹄子就向前冲，马蹄声也越来越近。王爷，咱们还是躲躲吧，万一撞到王爷就不好了。撞到我倒是没什么，王爷身份贵重，可经不得撞啊。说话的正是刑部主事的庶女马强，她口中的王爷正是四王爷易静阳。易静阳看到骑在马上越来越近的修洛然，气得说不出话来。你给我下来！踏云跑到了易静阳面前，修洛然倒是没让踏云撞易静阳，不过修洛然却是狠狠的一脚踹在了易静阳身上，把那易静阳踹到了路边的沟里。修洛然打马就跑远了。王爷，咱们回去吧。你回去吧，我要去问问修远仓，他是怎么教的女儿。王爷，骑马的小姐可能不是故意的，你就别去找人家了，好像咱们多小气似的。你知道什么呀？你回去吧，你的衣服也脏了，回去换件。是，该死，脸又疼了。修远仓和修令策刚刚送走两位皇子，正在商量着成亲的事情，就听下人来报，说是四王爷易静阳来了。修远仓就连忙迎了过去。侯爷，本王知道修小姐从小养在安堂，没有受过什么正统的教导，
可你们即使不教他，也不能就这么放纵他吧？啊，穿的不男不女，发饰古里古怪，满大街跑马，人群里高声喧哗。你们别忘了，她可是本王的未婚妻，将来是要执掌王府的。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成？四王爷，你说的很对，也很有道理，可是我们做不到啊。我妹妹从小吃了无数的苦头，马上就要嫁人了，我们也不忍心再苛责她。如果王爷你对小妹不满意，请你找皇上退亲去，我们毫无怨言。如果你退不了亲，也请你对小妹多多包涵，她就那个性子，我们觉得挺好，不需要改变。侧世子，修小姐乃是侯府嫡女，她的表现会给侯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据我所知，你们侯府还有好几位小姐，甚至有几个已经要到出嫁的年龄了吧？难道你们不怕她们因为修小姐的关系嫁不到好人家吗？这就不劳四王爷操心了，你只要把小妹保护好，疼在手心里就行。就那么个蠢货泼妇，让我疼在手心里，这是要恶心死我吗？那易静阳想了想，还是觉得为自己争取点利益比较不错。侯爷，侧世子，修小姐你们不教，说不得本王就亲自教她了，希望你们能理解本王的苦衷。王爷亲自教小妹是小妹的福气，只是小妹脾气差些，希望王爷能多多包容，多多忍耐。让本王忍耐？狗屁！本王不揭了他一层皮算他皮厚，等成了亲，他进了王府，那就是我的地盘了。哼，看他还怎么嚣张。这时修洛然骑马回来了，他一眼就看到了易静阳。你来我家干什么？滚！你回来了正好，当着你的父亲的面，咱们就来说说一个王妃应该是什么样子。哎，打住！我现在还不是你王妃呢，等我嫁进你们易家的门，你再来管我也不晚啊。现在请你立刻马上痛快的给我滚出去。看易静阳站着没动，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修洛然就解下腰间的鞭子，一鞭子甩过去，抽在了易静阳腿上。你！易静阳大叫一声，指着修洛然说不出话来。修洛然看到易静阳还指着他，抬起鞭子又要打。洛洛，住手！姓易的，要么退亲，要么就给我憋着。本姑娘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就这样了。你忍不了就给我滚远点儿。正好本姑娘也看你不顺眼，还想教导我。我父亲哥哥都在，还轮不到你。说完，修洛然一脚把易静阳踹到门口。再敢来我家瞎叨叨啊，我就打死你！易静阳算是看明白了，修家父子哪里是管不了，他们是根本就不想管，那他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呀？易静阳气愤地走了。爹，这事咱们得掌握主动。明天咱们俩早朝前进宫，向皇上请罪，顺便退亲。可皇上应该不会同意吧？皇上自然不同意啊！如果同意早就同意了，根本不用等到现在的。咱们不过是向皇上表明一个态度。洛洛打了四王爷，如果咱们不哼不哈的，皇上会怎么想？大哥说的对，反正咱们也不想要这个婚约。皇上既然不同意退亲，那他儿子挨打那也是活该。你以后注意点，别动不动就打四王爷。谁的儿子谁心疼，你经常打，即使皇上不管，还有淑妃和她娘家人呢，时间长了他们不会不管，闹到皇上面前，弄不好咱们要吃亏的。我知道了，爹。哎，不过爹，我发现了易静阳的一个优点。洛洛，你是不是想说易静阳挨打也好，吃亏也好，很少去皇上和淑妃那里告状？他有什么脸告状？被自己的未婚妻打，还经常打，说出去多丢人呢。所以啊，我每次打他都不打脸，而是打在身上，哪儿疼打哪儿，让他长长记性，以后啊少管我闲事。修洛然说完就出去了。修令策觉得修洛然目前这样也没啥不好，不憋屈不受气，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哪怕皇上执意让他们成亲，以修洛然的性子，他也能在四王府过得很好。修远仓父子俩找皇上请罪，然后提出退亲。皇上愣住了，问修远仓：你说你女儿又把四皇子打了？是，他大街上骑马被四王爷看到后，四王爷说他没教养，他不乐意了，就动了手。你女儿不乐意就可以打朕的儿子吗？老臣该死，没有教育好儿女。你女儿总是打朕的儿子，你替你女儿跪一跪也是应该的。修令策看皇上的意思，应该不会同意退亲，他拱手说：皇上，小妹和四皇子相见，不是吵就是打，他们两个在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小妹性子豪放，做事全凭心意，不计后果，不适合做皇家的媳妇儿。我们请求退亲。
不能再耽误四皇子了。哼，你不同意退亲，非要把他们绑在一起，我妹妹打你儿子也是活该。皇上看得出来，修家人是真的想退亲，并不是以退为进。而自己那儿子呢，也确实不喜欢那丫头。淑妃母子俩也是多次提出退亲，再一想到邝姬仙的话，他还是觉得这丫头绝不能嫁给别人。虽然自己儿子不乐意，也想退亲，可是这退亲的话由修家提出来，好像他儿子有多不堪似的。必须得叫修家人闭嘴，不许再提退亲的事儿了。以后就是想退亲，也得是他们皇家提出来的。你妹妹也同意退亲吗？修令策点点头，他不知道皇上为什么要这么问。皇上对身边的大太监詹公公说：宣侯府嫡女，朕要听他亲自对朕说。皇上召见，修洛然不敢怠慢，他骑马到了皇宫门口，下了马，叫踏云自己玩去，他就进宫去了。他一眼就看到修衍苍跪在那儿，他都忘记要向皇上行礼了。爹，你犯了啥错了？有错咱们就认，你别总是跪着呀，你这腿啊这些日子总疼，那再跪下去腿就不要了。皇上在呢，不许放肆。我怎么放肆了？你先起来。因为你打了朕的儿子，你的父兄来赔罪，自愿跪在这里。皇上，冤有头债有主，错是我犯的，不关我爹和我大哥的事，要杀要剐冲着我来好了。你一个民女居然敢打皇子，你该当何罪？皇上，你同意我和四皇子退亲啦？朕何时同意了？皇上，既然我和伊静阳还没退亲，我就不是民女，小女子我是四皇子的皇子妃，是四王爷的王妃。那我和伊静阳打架，也就不是民女打皇子，而是未婚夫妻之间的小矛盾、小情趣啊，那都是小意思啦，不值得惊动圣驾。你就那么想退亲？是啊，皇上，我是真的想要退亲，我可不敢说谎，欺君那可是杀头之罪。你可知道，和皇子退亲后，可就再也不能嫁人了。不嫁就不嫁呗，大不了出家当尼姑。皇上，民女有个请求。你说。皇上，我出家以后，能不能就在镇西侯府附近盖个安堂修行啊？离我爹和哥哥们近点，也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你放心，盖安堂的钱我让我爹出。哎，还有啊，皇上，让我带发修行呗。剃个光头太难看了，丑死了。皇上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这还是个孩子，你说这自己跟个孩子较什么劲儿啊？谁让你出家了？你给朕滚回侯府去！遵旨。修洛然答应得很痛快，立马向大殿门口走去。走了几步，他又退了回来。皇上，干嘛？我怎么看你好像没睡好的样子啊？我呢会酿酒，我酿了一种药酒，每天睡前喝上1小杯，就会睡得很好的。不能多喝啊，多喝可就睡不着了。皇上，这个酒是真的不错，我岳父有时候会失眠，晚上难以入睡，喝了洛洛送去的酒啊，就好了很多了。皇上最近确实经常失眠，因为二皇子议靖时觉察到皇上暗中帮着三皇子，对他很不利，他已经在暗中布局，想置三皇子于死地。皇上有个极其秘密的组织叫天眼，专门负责监视皇子和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们，看看他们平时都在做些什么。这个组织里边的人没有上百个，也有几十个。皇上通过天眼组织知道了二皇子的计划，这可把他愁完了，吃不香睡不着的。你干嘛讨好朕？我可没讨好你，我是在帮我自己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追求，如果能随便逛随便浪，想干嘛干嘛，那我就满足了。只有您老人家的身体啊棒棒的，稳稳的坐在那个位置上，咱们天鹤就是太平盛世，没有战乱，没有天灾，我的愿望就能实现喽。你们都回去吧，朕叫詹芳跟你们去取酒去，多给朕拿几坛。没问题，皇上，我特别会酿酒，如果你有酿酒材料，我可以帮你酿，保证好喝。我虽然会酿酒，可没有材料啊，真的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你倒是不吃亏。修衍苍带着修令策兄妹离开皇宫回家去了。不久，詹公公赶着马车也到了，车上是皇上送的很多酿酒的材料，皇上送的都不是凡品。修洛然乐坏了，小姐，宫里詹公公赶着马车来了。詹公公怎么又来了？难道是那些酒出什么问题了吗？不可能啊，那都是我亲自酿的，亲自装到车上的。酒本身肯定没问题，那就是人出了问题，或者酒……世子爷，小人闻到了很大的酒味儿，可能是半路上酒坛子震漏了。酒坛子震漏了？怎么可能？我绑得很结实的。洛洛，别猜了，咱们看看去不就知道了。
兄妹俩来到大门口，詹芳哭丧着脸：“世子爷，秀小姐，咱家对不起你们呐，酒没看住，酒坛子都被人打碎了，一坛不剩啊。”詹公公，我是不是听错了？你说的酒都让人给打碎了，你们没说这酒是给皇上的？说了，可人家说我们是假装办公差的混子，就都给砸了。谁干的？薛令策心里已经猜到是谁干的了。是二皇子殿下。世子爷，秀小姐，咱家辜负了你们的心意，实在是对不住。别的酒倒也罢了，只是皇上最近失眠严重，这个能帮助睡眠的酒，还请你们再赏几坛。詹公公，没你说的那么严重，酒呢我还有一些，我再给你照着原样装一车也没什么。只是这个帮助睡眠的酒啊，我是真不多了，因为当初酿这个酒的药材不好弄，剩下的几坛本来是我准备留给我外公的，现在也顾不得了，请詹公公带进宫给皇上吧。等我再多收集一些药材，多酿一些，应该会比现在这些效果还好，不但助眠还能养生。不知道秀小姐缺哪些药材，你说来听听，也许咱家能弄到。于是修罗然很不客气地写下了一张药材单子，递给詹芳。洛洛，今天二皇子砸了酒坛子，皇上肯定会惩罚他的。你不是说三皇子的腿可以拆石膏了吗？那就趁现在吧，这个时候相信二皇子不会再死死盯着三皇子府了。行，大哥，那咱们一起去，你走大门，我呢还是老样子，翻墙进去。修罗然给三皇子易敬品拆了石膏，易敬品很是激动。秀小姐，我能我的腿吗？可以，别太用力就行了。好。易敬品先是轻轻摁了几下，慢慢加重了力道，他感觉到腿部传来了疼痛感，这就证明他的腿已经接好了。三王爷，你呢还是坐轮椅吧，以后你做复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就让你的对手以为你还是个瘸子。我明白，辛苦你了。你不用感激我，这功劳记在我大哥身上就行。行。修罗然留下了消炎药就回家了，易敬品和修令策一起研究着要如何对付易敬石。小姐，世子爷找你，让你马上去到这个地址去。我大哥在哪？世子爷已经坐着马车赶过去了，事情紧急，世子爷叫你快点。世子爷让我悄悄告诉你，有个女人生孩子很危险，请你去看看。修罗然接过地址看了一眼，跑进屋子，背了双肩包，出府骑马就朝这个地址跑去。京城东南一座大宅院的一个房间里，徐慧蝶躺在床上，她的肚子高高隆起，肚子很疼，疼得她满脸都是汗水。相公，咱们成亲10几年了，好不容易我才有了身孕，咱们有了孩子，你们刚刚的话我都听到了，孩子我是收不下来了，你别管我，让大夫剖腹取子吧，能给你留下一儿半女的，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不，慧蝶，你让我怎么狠得下心去？你别着急，咱们再想想办法，你和孩子一定都没事的啊，会没事的。胎儿太大，胎位不正，产妇恐怕很难顺利生产。王大夫，我妻子肚子这么大，会不会是双胞胎啊？哎呀，不是双胎，就是胎儿太大了，生不下来。如果剖腹取子的话，孩子可能会活下来，大人就……不，我绝不允许这么做。王大夫，求求你，大人孩子我都要保，你想想办法啊！再想想办法。哎呀，静开呀，你看开点吧。如果剖腹取子，那孩子好歹能活下来。如果你一再坚持，这大人孩子你是一样也保不住啊。娘，不行，我坚决不同意。那你就看着媳妇和孩子都死在你面前嘛。哎呀，你快做决定吧，晚了就来不及了，孩子大人都保不住啊。娘啊，你别说了，别说了，你让儿子自己做决定吧。王大夫，你别听他的，你动手吧，你把孩子取出来吧。相公，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你，可是现在你不能犹豫了，快让大夫动手吧，咱们来生再去。慧蝶，你一定要坚持住啊，坚持住！我已经叫人找别的大夫来了，你和孩子一定能平平安安的。老夫已经尽力了，如果你们不想剖腹取子的话，老夫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就告辞了。
罗家的人都在关注产妇的情况，只叫了个下人出去送大夫。罗家的大门口，修令策在贴身小厮的帮助下，已经从马车上下来了，坐到了轮椅上。修洛然也赶到了，修令策正看着走出门的王大夫，他随意地看了一眼，他总感觉这王大夫的身形有点眼熟，他一下子想起来，他是在静心庵的山上看到过这个人。这是我找来的大夫，快让大夫看看你妻子去吧，闲杂人等就别进去了。产房里，修洛然把双肩包拿了下来，他抓起徐慧蝶的手开始把脉。徐慧蝶现在已经是出气多进气少了。你怀的是双胎，你要振作起来，我会帮你把孩子生下来的，你也会没事的，相信我。大夫，我知道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千万要保孩子。你放心，你和你孩子都没事，你也不会疼的。好，谢谢大夫。修洛然马上给徐慧蝶打了麻药，然后就开始做剖腹产手术。手术结束，修洛然把手术工具收进了小空间，把双肩包背好。你的2个孩子生出来了，是小哥俩，很壮实的。你的肚子上有伤口，你需要在床上躺个7天，一定要按时吃药，记着啊，这药不能给任何人看。还有，帮你生产的是门口那个男大夫，记住了吗？我记住了，谢谢大夫。修洛然打开产房的门，他率先走了出来，他对修令策说：大哥啊，孩子已经生出来了，你把大夫送回去吧。大夫让我告诉你，2个孩子很好，产妇也没事，7天之后产妇就可以下地走动了，半个月之后应该就没事了，但是不能做剧烈运动。修洛然嘱咐完也离开了。修洛然回到家，心里却一直在想着罗家的事情。不久，修令策回来。大哥，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修令策讲给修洛然听，这个罗敬开是三皇子易敬品的人，他的办事能力特别强，很得三皇子的器重。他成亲之后，妻子一直没有怀孕，他就四处求医，给自己的妻子看病，最后妻子总算是怀孕了。这好不容易盼来的孩子，他怎么会不叫大夫看看呢？只是没想到那个大夫跟如今这个王大夫一样，都是二皇子易敬时的人。这个二皇子可真不是个东西啊，这么缺德的事情都想得出来，看来罗敬开应该是个大能人啊，要不然二皇子也不会这么对付他。你说这二皇子，哪怕你派人暗杀罗敬开呢，也算是大丈夫所为了。这派人算计罗敬开怀孕的媳妇儿，这么阴毒的招数都使得出来，如果让他当了皇上，那还得了？是啊，露露，所以咱们必须帮助三皇子坐上那个位置。大哥，你从哪儿找来的大夫啊？进了产房以后，我没让那人靠前，我让他看着门口。他哪里是什么大夫，他是明郎的手下，是暗中保护我的。我怕今天的事情传出去后，你懂得医术的事情不就暴露了吗？我就叫明郎的手下冒充大夫，同时派小厮回家找你来。我已经和罗敬开说好了，我尽力找人来帮忙，来人是不是能帮得上忙，那就看来人的能力了。大哥，其实对我来说呢，跟女人剖腹产很容易，不过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出面帮忙的。二皇子那么恶毒，如果被他盯上了，我哪里还有自由？我知道，我和罗敬开为同一个主子做事，我们也算是好友，相处得很融洽。今天这事儿并不是我要找你去的，而是三皇子提议的。他不是答应你不会再叫我给人治病吗？露露，就是三皇子不开口，我也会找你的。如果罗敬开一蹶不振不能做事的话，对三皇子和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看修乐然不说话了，修令策连忙说道：露露，你放心，今天这样的事情我不能保证不会再有，但是像你说的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找你的。记住你说的话。我记住了。花儿，你的伴读怎么样了？姐，他们很好，你不知道他们真的很聪明，比我都聪明，就是那个最小的读书都很厉害。他们有没有提及他们家里啊？没有。墨儿，你再喜欢他们也要有个分寸，你是主，他们是仆，你们相处的就得要再好，你也得要留个心眼，因为很多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防人之心不可无。姐，我知道，我姨娘也和我说了，我会注意的。你们好好跟着你们的小先生，有学问上的问题可以问他，有生活上的问题可以找我。小姐，你能带我去一个地方吗？我想祭奠一下我的父亲。可以。晚上，修乐然带了香烛烧纸，和裴青兰一起来到一个大宅子的后墙。小姐，这个宅院以前就是我们的家。现在呢？卖给别人了吗？没有，地契一直在我这里。这房子现在
应该是空着的。你父亲是当官的？不是，他只是给人家当幕僚，可惜没选对主子，被人家毒死了。我知道你很聪明，你心里可能装着刻骨的仇恨，应该还想找机会报仇吧？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你在我家呢，我供你吃住读书，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必须要忠于休家，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伤害到休家的人和休家的利益。如果你做不到，我现在就可以放你们三兄弟离开，还可以给你们一大笔钱，足够你们生活到成年。小姐放心，我保证能做到，不会连累侯府。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会悄悄离开京城。大哥，你好好想想，几个皇子府里或者是哪个权贵人家有姓裴的幕僚，今年死了应该不超过半年吧？二皇子义境时有一个幕僚姓裴，3个多月前莫名的死了，家里的孩子……说到这儿，修令策看着修洛然，洛洛，木儿的伴读姓裴。是啊，小哥3个。对啊，最小的那个6岁。裴官这个人很讲义气，特别忠心，他精明强干，计谋又多。三皇子几次想把他拉过来都没有成功。听说裴官死了，三皇子可是惋惜了很久。裴青兰说他爹是被主子毒死的。以义境时的性子，还真能做出这种事儿。怎么了？你发现那孩子的身世了？我刚刚带了裴青兰去了他家花园，祭拜了他父亲。洛洛，好好对待他们3兄弟，没准将来是咱们的助力的。会不会成为咱们的助力啊？且先不说，我是不会让他成为咱们的敌人的。我已经警告过他了。你心里有数就好。晚上，修洛然背着双肩包，带着佝偻着身子、蒙着脸的修令策，悄悄翻出了小花园的后墙，直奔安亲王府。可真，你马上就要嫁人了，娘真的很舍不得。我也舍不得娘，要不我不嫁了吧？胡说，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成亲了，我和你父王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你的嫁妆娘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这些年陆陆续续又往里添了不少，昨天你父王看到了，他又加了一些。你的嫁妆比你姐掉多多了。娘，谢谢你们。还好你嫁得不远，看看你姐嫁到外省去了，咱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她的音信了。你说说，如果她被人欺负了可怎么办呀？她的性子太软弱，比你差多了。我和你父王每每想起来都有些难过。娘，你不用担心，我姐再怎么软弱，她也是皇家郡主，姐夫家就是家业再大，他们再强势也不会把姐姐怎么样，娘放心吧。易可真出来送母亲，回来对那2个值夜的小丫头说道：现在也不用你们做什么，都回去休息吧，有事我会叫你们的。那2个小丫鬟就退了出去。你是她妹妹？嫂子，是我啊，我是来给你送成亲礼物的。修洛然说着打开了双肩包，拿出一个包袱打开，那里边是那套金首饰和一小袋珍珠。嫂子，这些东西你喜欢就好，我还带来了你更喜欢的礼物，咱们姑嫂相处的时候多着呢，我就不在这儿讨人嫌啦。嫂子你记住啊，不许尖叫。大哥你进来吧，你们快点聊，我跟你们放风。易可真听修洛然喊大哥，他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花蛏子掉到地上他也不管了。他以为会像以前一样看到坐在轮椅上的修令策，可没想到门一打开，修令策就健步走了进来。你的腿好了？好了。说完，修令策上前一步，把易可真紧紧地揽在怀里，紧紧的。这么多年的相思，今天总算是得到了一些慰藉。屋子里，修令策和易可真在说着情话，屋子外面，修洛然在数着星星。今晚的夜空好美啊，大哥马上就要成亲了，还有2哥3哥，哎呀，也不知道他们的媳妇儿会是个什么样子的。第2天下午，修洛然赶着踏云拉的马车，拉着修令策，兄妹俩就准备出城。还没到城门口，修洛然就感觉到他被跟踪了。他继续赶车，偶尔回头的时候看到7皇子易静阁的身影一闪而逝，也不知道5皇子是不是和他一起。后面的朋友别跟了，我们今天出城有事。这7皇子果然没有再追出来。五哥，你说他们兄妹俩出城干嘛？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绝不是出去玩。车上的人是修大公子，他的腿不好，也不能上山下河的。如果是修令群的话，那就说不定了。也是啊。修洛然出了南城门，直奔4、5里外的小树林去了。进了小树林，他找了个隐秘的地方，把马车拴在这儿，让踏云在这儿吃草。大哥，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这东西呢是个火器，叫做手枪，看好了啊。
修乐然说着，就把这把枪的性能构造用修令策能听懂的话，简单的向他介绍了一遍。大哥，说白了呀，这就是一把防身利器。洛洛，野兔就是被这个枪发出来的暗器打死了，对吧？可以这么说。大哥，你来试试，想想我刚刚讲述的要领。一只鹿跑了过来，修乐然又叫道：大哥，打头！枪响了，修令策没打中鹿头，打在鹿腿上。修乐然又补了一枪，把那鹿给打死了。大哥，瞄准的时候应该这样。修乐然又强调了一番，修令策就开始寻找射击目标。又一只野兔蹦了出来，修令策一枪击中要害，野兔就死了。他又练习了几次，已经是运用的很熟练了。大哥，这把枪的射程大约射100来步吧，也可能会是更远一点，但是太远了可能就没准头了。你回去以后在你的轮椅上选个合适的地方，然后把这个枪放进去，想用的时候啊，这拿着方便就行了。这是给你防身的，也是给你杀敌用的哦，是你的秘密武器，谁也别告诉啊。洛洛，大哥谢谢你。客气啥呀，我还等着你功成名就好保护我呢。大哥，这枪遇到水可就要上锈了，你要好好保护它。我知道了，洛洛，这枪里面的暗器应该是特制的吧？你还有多少？大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将它拿出来，如果敌人知道你有厉害的武器，他们就会防着你。这枪里的暗器嘛，我还有不少，应该是够你用的。修乐然说着，掏出子弹把枪膛装满，他又掏出一个弹夹丢给修令策。这里装了12发，如果没有了你就马上找我要。好。哦，对了，洛洛，你送给我的枪你自己也有吧？有。兄妹俩赶着马车拉着猎物，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莫愁看到修乐然回来，就马上跑了过来。小姐，二公子被人欺负了。莫愁，二公子现在在哪？在侯爷书房里。修乐然就推着轮椅和修令策一起到了父亲的书房去。二哥，你受伤了？没事，就是擦破点皮。你们俩回来的正好，那就一起听听吧。今天我们翰林院中午休息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僚提议，说是附近新开了一家书斋，大家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书。反正离得不远，我们6、7个人没有坐马车走着去的。大家一边走一边聊，同时观赏街景。这时啊，我就看到有一个蒙面的女人向这里跑过来了。我记着洛洛的话，出门得离女人远点。可是我又一想，我们这6、7个人呢，不一定是找我的，我就故意往中间靠了靠，反正女人冲过来肯定不会撞到我。哪里知道人家就是奔着我来的。还是那个夏雨宁吗？没错，就是他。自从那次被我逃了以后，他先后又堵了我2次，都被我成功跑掉了。可是这次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我被我的一个同僚给拉住了。你哪个同僚这么缺德啊？他喜欢夏雨宁，他可以上啊，他拉住你干嘛？我那个同僚和夏雨宁家是亲戚，应该是他们事先串通好的，因为提议去书斋的就是拉住我的那个人。然后呢？我同僚的力气比我大，我怎么用劲都挣不脱。眼看夏雨宁就要撞到我身上了，我很生气，想起你教我的话，就大喊救命。我喊的声音很大，几乎是声嘶力竭了。我的同僚呢，被我的突然叫喊吓了一跳，手抓得没那么紧了，我就趁机逃跑了。这个时候啊，夏雨宁的手已经拉住了我的袖子了，我吓坏了，一着急踩到袍子边摔倒了。夏雨宁要来扶我，我就向一边爬去，还不停地喊救命。我的叫喊声吸引了很多人来围观，夏雨宁也不敢离我太近，我才得了机会跑回来。哎呀，老天，累死我了。修远仓和修炼策父子俩感觉又好气又好笑。二哥，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夏雨宁？我发誓，我不喜欢夏雨宁，一点也不喜欢。那好，你今天这个仇呢，我帮你报，我叫他以后见了你啊，就绕道跑。二哥，现在你知道跑得快的好处了吧？知道。所以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有时间，你每天早上跟着莫愁到大花园跑半圈，莫愁跑1圈。你跑得慢就先跑半圈，以后再慢慢加。修令一不想跑啊，有这时间他看会儿书多好。他看看大哥和老爹，发现他们没有帮自己说情的意思。跑不跑啊？是不是女人的苦你没吃够啊？跑，我跑还不行吗？哼，这还差不多。二哥，我告诉你啊，跑得快不仅能防着女人扑上来，也能防男人，懂吗？男人？咱们准备收拾烂摊子吧。修洛然也当真是没让父兄失望，他出了修远仓的书房，骑马就奔刑部左侍郎夏怀志的家里。
夏雨宁就是夏怀志的嫡次女。修洛然叫开夏家的大门，夏雨宁，你给我滚出来！修洛然，你来干嘛？夏雨宁，我警告你啊，以后离我二哥远点。修洛然，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管我？我就是看上修令仪了，我要嫁给他。夏雨宁，我再说一遍，以后请你离我二哥远一点。不可能！语言讲不通的人就别跟他浪费唾沫了。啪的一下子，修洛然狠狠一巴掌呼过去。哼，那我就打到你听话为止。你敢？说话的除了夏雨宁之外，还有一个青年男子。修洛然看过去，这青年男子是夏雨宁的大哥夏轩。你是修令策的妹妹？我是。你跑到我家打我妹妹，你们侯府也太欺负人了吧！我呸！我欺负人？有你妹妹这么欺负人的吗？我二哥不喜欢他，他死皮赖脸的缠上来，这就算了，他居然到我二哥办差的地方去堵我二哥，还联合你家什么狗屁亲戚一起对付我二哥，他这是不是欺负人啊？夏轩看了看夏雨宁，夏雨宁好像有些怕夏轩，他捂着脸不说话。修小姐，请你离开。得不到夏雨宁的保证，我是不会离开的。你妄想！修洛然二话不说，解下腰间的鞭子就抽了过去。修小姐，你别太过分。夏雨宁，我再问你一句，不许你再找我二哥，听见了没？不可能！夏轩气坏了，他没想到修洛然居然还敢打。来人，叫护院来！夏公子，我劝你呢，还是不要白费功夫了。你家的护院肯定不是我的对手。我刚刚就已经说过了，得不到夏雨宁的一个保证，我是不会离开的。想打我，你们可以试试。夏雨宁啊，来，看着我的刀，告诉我，还找我二哥吗？找。修令仪他是不会放弃的。修小姐息怒，有事好商量啊。宁儿，你快说，你不会再找修令仪了？再找不丢命也得毁了脸。我说了，我不会放弃的。夏轩要说什么，就见修洛然拿刀的手刷刷挥动两下，就听夏雨宁惨叫一声：“宁儿！”夏轩连忙拉过夏雨宁一看，只见夏雨宁左右脸上各划了一条长长的口子，正在往外冒血珠。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还找我二哥吗？我劝你呢，还是别和我耍那些花花心思，否则别怪我下狠手，划瞎你的双眼，割掉你脸皮。反正你也是没脸没皮的。夏雨宁愤恨地看着修洛然，修洛然知道自己的话夏雨宁根本就没当回事儿，反正自己已经提前打过招呼了，到时候他吃亏了就不能怪自己了。修洛然走了，你最好记住他的话，咱们家目前还不能同镇西侯府抗衡。三哥，二哥被人欺负了，你要帮他报仇。什么？谁欺负二哥？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听了事情的经过，修令群有些为难了。露露，夏雨宁是个女人，我怎么报仇啊？三哥，夏雨宁刚刚被我教训了一顿，我还划伤了他的脸，可我看他那个意思应该是死性不改。如果他一直缠着二哥闹得风言风语的，或者是被他耍赖成功了，二哥就得要娶她，二哥又不喜欢他，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你叫你手下所有的乞丐都上街，到人多的地方说他坏话，就说他发情了，想男人了，看到好看的男人就往上冲，让男人们离他远点，叫乞丐们机灵点啊，说话的时候讲究点技巧，别被人抓住了。这个事情我知道怎么做了，你放心好了。修洛然回来了，到大花园找修令仪，修令仪跑得满头汗水。修洛然对他说：“二哥，明天呢我就替你告一天假，你就说有些吓到了发了高热，我去翰林院找那个胡辽算账。”好。修令仪现在很听修洛然的话，修洛然说啥是啥，他知道妹妹不会害他。第二天一大早，修洛然按修令仪去办差的时间去了翰林院。你这个大混蛋啊！说什么要到书斋去看看，我二哥才跟着你去的，没想到是帮着你表妹拉皮条去了。你说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干脆当老鸨去得了。我二哥不喜欢你那个跟屁虫一样的表妹，看到你表妹就没面子跑，他已经很害怕了，你他妈还拉着他不让他跑，害得他现在还躺在家里发热。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修洛然双手抓起胡辽的衣服，就把胡辽举了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到地上。你帮着你表妹，你是不是喜欢她啊？你表妹不是爱财吗？你进了翰林院，说明你也挺有才的，你干脆娶了你表妹得了，正好肥水不流外人田，两全其美。小姑娘，胡辽也是因为亲戚的情分才帮忙的，再说成就两性之好也是好事，只是他好心办了错事，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看在我们大家的面子上就算了吧。行，就看你们大家的面子上，我且饶了这混蛋。不过我二哥的医药费1000两他得出。夏家
刑部左侍郎夏怀志回到家里，就把二女儿夏雨宁叫了过来，说外面的传言是怎么回事？听到夏怀志的问话，看妹妹不好意思说，他只得把他知道的都说了。夏怀志大怒，夏家的脸都让你丢光了，你就那么小男人吗？明天我就叫关梅来跟你说亲，月内就给我嫁出去，别赖在家里丢人现眼。修洛然打骂的那么狠，夏雨宁都没在乎，可父亲的几句话他就受不了了，他捂着脸跑了出去。爹，你刚刚是不是？我和你娘就是太宠着她了，才让她变成这个样子。再放肆下去，难道等她哪天跟哪个男人跑了，我再管她吗？如果真的出了那样的丑事，你其他的弟弟妹妹们还要不要成亲了？我的名声都被她牵连了。爹，你还是让我娘好好劝劝她吧，她就认准修令仪了，你说可怎么办呢？修令仪的妹妹都打上门来了，宁儿她还是不改初衷。你说什么？谁打上门来了？夏轩一看自己说漏了嘴，他害怕夏怀志生气，刚刚故意隐瞒了修洛然来家里打夏雨宁的事情。这被夏怀志问起来，他只得把修洛然打夏雨宁的事情说了一遍。夏怀志气得说不出话来。小时候看他挺聪明的，说话办事都很不错，没想到遇到男人就不行了，没出息的东西，早晚他要毁在男人手里。不用等了，也别劝了，明天就给他找人家，这样的祸根早打发了早安上。修家，你以为像表面那么简单吗？惹了他们，哪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父亲，真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轩儿，你记着爹的话，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惹修家。很快，时间就来到修令策成亲的这一天。修小姐，可真到了你们家，你们姑嫂俩要好好相处，互相帮衬。王妃放心，我大哥很喜欢我大嫂，只要我大嫂对我好，我肯定会对她好。就是她对我不好，只要对我大哥好，我也忍着她。你当着我的面这么说，当真好吗？有啥不好的？这叫当面锣对面鼓，有话说在眼前，这样就不会有误会啊。可真，修小姐说的对，生活中最怕有误会了，哪怕真的相处不来，互相谦让一下也就过去了。这有了误会，那可是会冤枉死人的，亲人也变仇人了。洛洛，你放心，我会和你大哥一起好好疼你的。谢谢大嫂。这时就听到有人喊道：吉时已到，新人上花轿喽！新郎官修令策因为是残疾人，不能骑高头大马，他是坐着踏云拉着的马车过来迎亲的。易可真向父母磕头拜谢养育之恩，安亲王和于氏抹着眼泪看着女儿上了花轿。修洛然看花轿走远了，他悄悄对安亲王和于氏说道：王爷王妃，想嫂子了呀，就捎句话到镇西侯府，我嫂子就会来看你们。我们家媳妇儿可以随便回娘家，只要你们不嫌弃烦。这怎么会嫌烦呢？让她在家住几天可不可以啊？可以啊，我大哥会陪着她的。如果你们愿意啊，也可以去我大哥家做客啊，住几天都没问题的。好好好，太好了。镇西侯府中门大开，里里外外都在张灯结彩，侯府门口人来人往。今天的修罗然可是总管事，他从安亲王府回来后就开始张罗筵席的事儿。露露，韩静饶也来了。韩静饶他爷爷工部尚书韩行宇已经写了礼金了。什么？三哥，你悄悄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把韩静饶送来的东西啊，不管是他写的礼金也好，拿的礼物也罢，只要是他拿来的东西，一定要单独收起来，等我看过之后再说。不是修罗然小心眼儿，实在是韩静饶这人心眼儿太多，一个不小心可能就着了他的道，不得不防啊。尤其是今天这么特殊的日子。大嫂，这是咱们家的账本，从今天开始啊，就归你管了。洛洛，你大嫂初来乍到，要不你先让你大嫂熟悉一段时间，你再教行不行？真是有了媳妇儿不要妹妹。我刚刚开始当家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帮帮我？现在让你媳妇儿当家了，你就怕她辛苦，怕她受累了是吧？洛洛，你大哥只是替我谦让一下，他是怕我直接接过来不太好，他就做做样子。我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啊，反正这个家呢就该你们两口子当，谁当都行。我算交差了。大嫂，我只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二叔家具体什么情况你问我大哥就行了。我建议呢是每年最多给他们补助1万两，别让他们过得太寒酸，多给1两也不给啊，给多了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
万一哪天给少了，他们又会觉得受了委屈。咱们又不欠他的。行啦，我不影响你们啊，来，我走啦。家里有人管了，他也就放心了。他要好好准备一下，出趟远门，去一趟南方的石河省，找他二舅张旭为。修罗然揣着外公写给二舅的信和家人辞行。罗罗啊，那边和京城不同，民风彪悍，有些偏僻的地方啊，会有土匪恶霸什么的，你得小心啊。我知道了，爹。去和你大哥说一下吧。好。修令策正在看书，旁边的易可真在指导丫鬟做针线。大哥，我要去一趟石河省，看看二舅去。外公叫你去的？不是的，是我自己请求的。二舅出了什么事儿？反正易可真也不是外人，修罗然也没有逼着他，简简单单的讲起了二舅张旭为来信的内容。你准备帮外公送信给二舅？是啊。那个胶帮使诡计多端，你要小心。还有，路过天狼岭的时候要小心土匪。如果你实在打不过，就说你是修令策的妹妹，至少你不会丢了性命。好，我记住了。修罗然在老爹和大哥那儿都过了关，就去和二哥、三哥、小弟都说了声，尤其是三哥修令群，修罗然最不放心。三哥，我走了以后啊，你就好好的做你的生意，照看我那1000来亩地。如果有人胆敢欺负你啊，你自己处理不了呢，就告诉大哥。我知道。三哥，你找几个懂行的人，在我那1000亩地附近呢，选个好地方盖个大庄子。然后呢，你在庄子里建上给他几排大仓库装粮食。庄子建好以后啊，你就把你的人都弄到庄子里去住，那儿独门独户，你们要做点啥事啊也方便，顺便看看仓库了。露露，你怕咱家没粮吃啊？三哥，你是不是傻呀？如果咱们侯府都要挨饿了，那天鹤王朝估计啊得有1半以上的人饿死。也是啊。今年呢应该是个不错的年头，粮食产量也还行。可今年行呢不代表着明年行，今年不挨饿不代表着明年也能吃饱。万一哪年粮食减产了，咱们侯府这些人，你的那些人，还有那些乞丐，那不是都要挨饿了吗？有句话叫做宝贝干粮前备伞，咱们要以防万一。我懂了。三哥，大哥成亲那天宴席上的酒菜是不是很受欢迎？是啊。你就没啥想法吗？露露，你想开饭庄？错，是你要准备开酒楼。我开酒楼？对啊，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找个合适的地方，找个合适的掌柜的，再找至少3个厨艺高超的厨子。然后呢，你就对外放出风曲，说你准备开一个高档大酒楼，就做那些酒席上的菜品。酒楼至少要提供8种以上的美酒。露露，你真有那么多酒吗？你放心，保证有。还有什么？仓库一定要盖得够大，得要保证能够装下那1000多亩地产的粮食。明年呢，我要换个粮食品种，种高产粮食。仓库小了可是装不下的。我记住了。修罗然又讲了很多，修令群都记了下来。修罗然这才回去了。程妈妈、素锦、莫愁，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你们就跟着取书干活就行了。如果有人欺负你们，就找我爹、我大哥、我大嫂，他们会帮你们的。实在不行呢，只要不危及性命，你们就忍着，等我回来给你们报仇。好，小姐多保重。你们呀就放心吧。第二天，城门刚刚打开，南庄的修罗然就骑马冲了出去，上了官道，一路向南飞奔，开始了一系列好玩有趣的事情。踏云，看什么呢？踏云看了修罗然一眼，继续看。修罗然顺着踏云的目光看去，我去，只见这下边的山谷里，2只大野狼和1只大老虎正打架呢。修罗然飞一般的跑下山坡，向老虎和野狼冲过去。1只野狼马上就要抓到虎宝宝了，修罗然顾不得多想，掏出手枪就把那只狼打死了。枪声镇住了老虎和另外1只野狼。野狼看到同伴死了，就向修罗然扑过来。修罗然收起手枪，解下鞭子，他要跟那野狼大战300回合。大老虎，我给你取个名字吧，叫追风怎么样？追风，一听就跑得很快。追风，你和踏云呢要成为好朋友哦，要互相帮忙，不能互相伤害，知道吗？大老虎转身不理踏云了，他是吃草的，哼，没档次。他个子太矮，不威风。我说踏云啊，咱比不过就承认了吧。我活了几辈子，还从来没听说过老虎不威风的。老虎不威风，你说谁威风啊？小猫小狗威风啊？一人几兽就这么慢慢走着，前边有大的，有大的，这棵我也要。前边有好几棵呢。
修罗人一想，这挖山参可是个细活，好几颗大的也够挖一会儿了，这颗要不就不要了吧。走，挖大的去。那边有人来了。志峰，你呢快带着宝贝回去吧，别让人看到你们。以后如果要是遇到人，也要躲远一点。太原，你从这里悄悄下山，我一会儿下山去找你。修罗然悄悄向人靠拢了过来，看看能不能探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这个该死的柯印中，到死都不说东西在哪儿，难怪二王爷不放心他。咱们把他打成那样，他都没说，你们说他是不是不知道啊？有可能，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咱们3个的手段，那是一般人能扛过去的吗？现在呀，我倒是很佩服柯应中，他算是一条汉子了。行了，你也别佩服他了，你还是好好想想，咱们回去要怎么跟二王爷交代吧。东西找不到，二王爷肯定心情不好。咱们回去后没事还是不要在二王爷面前晃荡了。本来以为跑这一趟抢个县城的功劳，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哎，你们说咱们用不用回去看看呀？啊，这万一柯应中没死怎么办？这有啥好看的？就算是他现在还没死，在这深山里也得喂了野兽了。我刚刚还听到狼嚎呢。他的腿已经断得不能再断了，他还能爬回去吗？放心，他是必死无疑。修罗然跟踪到了山下，3个人骑马往京城的方向去了。原来他们是二皇子的人。修罗然立即返回山上，根据3个人过来的方向找了过去，果然找到一个满身鲜血的人。修罗然摸了摸脉搏，急忙找出银针扎了下去。你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你有什么话要交代的，我也许能够帮忙。老天有眼，在我闭眼前还能遇到人。小公子，我撑着到现在不肯咽气，就是希望有人帮我给家里带句话。你说。我叫柯印中，京城人士，家在南方的名阳省华东府。京城没人知道我家在哪里住，我在京城为主子效力。抱歉，我不能告诉你我的主子是谁，我怕对你不利。谢谢啊。小公子，我有2件事拜托你，请你进京城去朝圣街找一个叫林奇静的人，告诉他我的任务没有完成，这一路我从平仓到白天算是白走了。柯印中说话急促起来，好像下一刻永远不能再说话了似的。让林奇静告诉主子，我柯印中无愧于他对我的信任，就是死我也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他。第2件事就麻烦些，请小公子跑一趟宁阳省华东府，去我家告诉我的家人我的情况，你就告诉他们我已经死了，为主子尽忠了，让他们好好活下去。我给他们留下一些钱财，埋藏钱财的地点就在给他们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行里。好，我记下了。谢谢你，小公子，我也感谢老天对我不薄，未让我带着遗憾离世。柯印中说着，吃力地把手伸进裤裆，掏出了一个小布包，递给修罗然。小公子，这点钱算是我给你的酬劳，幸好还在，要不麻烦你做事我会不安的。谢谢前辈，钱我就收下了，你放心，答应你的事情我保证做得到。谢谢你，小公子，你就把我埋了吧，告诉我的家人，过个1年半载的再来把我拉回家，送进祖坟。好，我记住了。不久，柯印中含笑而逝。康台城很繁华，主要街道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哎，金香果嘞，又甜又脆，吃了满口香哎！天要黑了，便宜卖嘞！白大娘，你每次都来让我送你几个，我这也是小本买卖，可经不起这么送啊。不是你喊便宜卖的吗？怎么又说话不算数啊？我已经便宜很多了，不能再送了。人家毛府的厉妈妈每次来买果子从来都不讲价的，有时候还多赏我几个铜板呢。呸！我怎么能和人家比呢？那人家可是巡抚夫人的陪嫁，财大气粗的。人家毛巡抚家就是和善，听说他们府上的管家那更是个大善人，乐善好施的。哼，和善个屁！那都是他们做给别人看的，他们暗地里可狠着呢。
那别说别人了，就是自家的儿媳妇，还不是就说打就打，说骂就骂的。那可是皇家的郡主啊，那老天也不睁开眼管一管。白大娘的声音虽小，可修罗然却听得真真的。皇家郡主。修罗然提着果子回到了客栈，他想来想去，决定夜探巡抚府。王大人，照你这么说来，现在京城的局势已经越来越明朗了。三王爷没有了竞争资格，那岂不是二王爷一家独大？可以这么说，所以毛大人，你现在等于是握了一手好牌呀，就看你怎么打了。王大人，你说的话下官有些不太明白。毛大人，你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呢？你的亲家那可是安亲王啊，平亲王、顺亲王、安亲王，皇室这三大亲王那都是极重要的存在。不说他们能影响皇上的决策，可如果他们有什么建议，皇上还是会听一二的。比如你如果想继续当巡抚，也只是安亲王一句话的事儿。话虽如此说，可下官人微言轻啊，安亲王哪里会听下官的话呢？毛大人，本官可是听说你来这里当巡抚，就是借了安亲王的光啊。是的，安亲王对你这么好，说明他很看重你，你的话他也许会听进去的。至于要怎么做，就不用本官多说了吧。下官明白，那本官就告辞了。毛巡抚毛启腾送走汪大人回来后，对一直站在身旁说不上话的毛彦辰说道：彦辰，刚刚汪大人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暗示咱们拉拢你岳父一起投靠二王爷，这事儿你怎么看呢？爹，咱们毛家投靠二王爷绝对没问题，只是要拉拢安亲王，那地牢中的易静霄怎么办？听到这儿，房顶上的修罗然如果不是前世训练有素，肯定得惊得掉下来。易静霄也就是他大嫂易可真的大哥，安亲王世子，难怪大嫂说他大哥出去游学好几年了也不回来，他的婚礼哥姐都没来参加，他总是感觉到很遗憾的。哼，傻小子，这有什么难办的？易静霄被咱们抓回来，咱们毛家的人可是没露过面呐，他知道是谁抓的？现在正是需要他为咱们毛家出力的时候，应该把他放出来了。爹，他肯定知道是咱们囚禁了他，他会听咱们的吗？他听不听的没关系，我会亲自带人把他营救出来，好酒好菜的供养他，然后你带人把他送到京城，送回安亲王府。你就对安亲王说，他得罪了人，被人关了起来，咱们好不容易打探到消息，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把他救出来。咱们不求安亲王怎么感激咱们，只要他不恨咱们，你媳妇儿的事儿他不追究下去，咱们就算赢了，你就还是他姑爷。为了你的前程，为了他女儿的幸福，他也得帮我把官职升一升。好，咱们就这么办。爹，那你啥时候营救易静霄啊？不急，咱们一定要找个恰当的时机，没准儿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彦辰，最近这段时间你吩咐下去，一定要好好看守，千万别出了岔子。咱们一家的富贵可就在他身上了。还有，别再送剩菜剩饭了，给他弄点好吃的，说的太不像样了，安亲王会心疼的。我知道了，爹，我这去看看去。毛彦辰离开了，修罗然悄悄下了房顶，他要跟着毛彦辰看看易静霄被关在哪儿。小姐找我有事儿啊？我是修令策的妹妹修洛然，易可真现在是我大嫂。可真嫁给修令策了？是啊，她终于嫁给心爱的人了，以后也会过得很幸福的。你能说一说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地步的吗？凭你郡主的身份，不说是在毛家一手遮天，但也不至于过得如此模样吧？易可婷低下了头，不肯说话。修洛然就有些生气了。我大嫂和我大哥成亲，你没参加他们的婚礼，我大嫂难过了很久。你几年没回去看父母了，王妃和王爷也都很牵挂你。你这一句话不说的，难道是要我回去照实和他们说吗？不，别说，千万别说。我已经这样了，怎么还能让父母再为我牵肠挂肚呢？可婷姐，我今天是来救你的，你不和我说实话，你让我怎么救你啊？救我？
可婷姐，我已经找了3省总督雷大人，我先来找你，他随后就到。你快把你情况告诉我，等雷大人来了，我好帮你拿个主意啊。一听修乐然找了雷大人，易可婷顿时就觉得有了主心骨，不再害怕了。我成亲后，在京城那2年过得很不错，夫妻恩爱，公婆友善。来到这里以后，我公公需要扩展人脉，我相公想要谋个一官半职，都需要银钱走动。偏偏我们家的库房和书房先后被盗，家里的钱财和我的嫁妆都被偷了，家里的日子就难过起来。我公公的下属提议，让我相公纳了这里的商夫之女殷氏为良妾。你家里缺钱，怎么不写封信回京城找你父母？他们不上。修乐然看着屋里的陈设，连普通官宦人家的下人都不如。你继续说。殷氏进门后，看我百般不顺眼，我训斥他几句，我男人回来就骂我一顿。后来殷氏算计我，说我推掉了她刚刚怀上的孩子，我相公就打了我一顿，然后打骂我就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我都能忍受，可是相公他居然眼睁睁看着思儿被殷氏打骂，我上去和殷氏拼命，我相公就来踹我，他威胁我再和殷氏较劲，就把我的儿子送给殷氏养着。修乐然无奈地叹了口气，也不能怪易可婷软弱啊。这个时代的女人从小在家里就被教育要相夫教子，孝顺公婆，遭遇虐待想到的不是反抗，而是逆来顺受。再加上被人拿捏住了软肋，不屈服又能怎么样？她不会武功，离父母又远，求告无门，那为了孩子不忍又能怎么样？你哥不是来看过你吗？你的遭遇你没告诉你哥吗？我哥说会写信告诉我父王，父王会派人来帮我和离，我就能回家了。我会带着思儿一起回家的。易可婷说到这儿，脸上满是期待的光芒。她还不知道，她哥为了她已经被她公公关起来了。可婷姐，一会儿我领你出去，你有什么要带的吗？我的嫁妆被偷光了，我的丫鬟已经被糟蹋完了，死的死，卖的卖。除了思儿，我没什么要带的了。可婷姐，这次你一定要勇敢，要不你就会永远的失去儿子，永远也见不到父母兄妹。我知道。你在这儿待着，我不来叫你啊，你千万别出来啊。毛府前院大门被拍得震山响，很多灯笼火把把毛府照得亮如白昼。毛巡抚，你囚禁皇室成员，该当何罪啊？雷大人，没有的事儿啊，下官一向是奉公守法，这等会被满门抄斩的大罪，下官怎么敢做呢？是不是做过你说了不算？咱们让事实说话。来啊，给我搜，毛家所有人都不许动，否则杀无赦。听到命令，一队拿着武器的士兵飞快地冲进毛府的花园。毛启腾一看，眼一闭，完了。不久，2个士兵架着一个浑身恶臭、披头散发、根本看不出来本来面目的人过来。你可认识本官？你是雷大人，救我！来啊，把毛启腾、毛彦辰父子给我押下去，毛家所有人一律不许动，等候处置。毛家父子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们也是被人算计的。此话怎讲？雷大人，你们可能不知道，当初毛大人刚刚来到这儿，可以说是家财万贯，叶可婷郡主的嫁妆那也是数以10几万计的。毛巡抚虽然说是初来乍到，可也算是一方大员，手里还是有兵的。他家居然被偷了，还偷得这么干净。富商女嫁进巡抚家，他如果当了正室，那么本地的商户还有商会。你要干嘛？小女子我呢，想要弄几个小钱花花，想要和大人借点兵用用，我就以毛巡抚的名义去弄钱。本都有什么好处？大人，本来吧，小女子应该让大人拿大头，可你也看到了，叶可婷郡主的嫁妆都让人拿去了，这怎么着也要要回来。还有啊，易静霄虽然被救了出来，但回家以后那也是需要休养的，是吧？这也需要钱呀。所以小女子和大人对半分，怎么样？我6你4。哎，好吧，小女子同意了。毛家父子被下了大牢，雷汉廷已经连夜写了奏折，800里加急送进京城。
具体如何处置就要看圣意了。你们这帮混蛋竟然串通起来算计我们巡抚大人，我们大人可是巡抚啊！你们以为他是傻子？傻子能当巡抚吗？就你们那点小伎俩，还能瞒得过我们大人的法眼？一帮蠢货！我们大人是放长线钓大鱼，不把你们榨干都不算本事。来，给我抢！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值钱的，统统给我拿下！他们那群商户只想求一个保障，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的。可这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算计到易可婷身上。本来这也没啥，那谁让他们倒霉遇到了修洛然呢？那就对不起了，他们的钱只能是修洛然替他们花。修小姐，你快说我大哥怎么了？放心啊，放心，大哥没事儿。大哥身体就是亏空的厉害，没有伤筋动骨，需要好好的进补，慢慢调养。你们不必担心，有我在，保证让大哥半年之内呢就能生龙活虎一般。天不灭火易尽消，洛洛，我们一家受你大恩，以后有什么吩咐你只管开口。你们的话本姑娘记住了。现在嘛，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3个要把身体好好养养，然后我送你们回京城。为了防止毛启腾的人捣乱，咱们得要等到毛启腾父子的处置下来了再说。在这之前，你们要不要进大牢报仇啊？我已经替你们向雷大人求情了，可以探监。我要去，我倒要看看他毛彦辰有什么脸面见我和孩子。还有，洛洛，我要和离，我就是死也不做他毛家的鬼。我代替父母同意你和离。当然得要和离啊！来，你们现在就写一份和离书，到时候让毛彦辰去签字。当修乐然带着易可婷母子和易静霄站在牢房毛家父子面前时，可婷，你是不是也是来救我的？救你？你有什么资格让他救？你哪来的自信啊？你是谁？哼，本姑娘是谁你不配知道。大哥，你下来说吧，打哪个？打几下？我能不能自己来？可以。我要揍他。萧世子，如果你要揍彦辰，他是你妹夫，你打几下没什么。你要揍本官，你凭什么？本官可是你的长辈。长辈？从你把他关进地牢开始，你就是他的敌人。哼，长辈你也配？毛彦辰，你不用在这里花言巧语的欺骗我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很了解。我今天来是和你和离的，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形同陌路。可婷，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等我离开这里，我回去一定好好和你过日子。阴事嘛，让他当同房丫头好了。易可婷不想跟毛彦辰多说，她紧紧地抱着思儿。毛家的一切都和他无关，他只要他的思儿。你总不能让孩子没了爹吧？没爹的孩子很可怜啊。你关心过他吗？他从生下来就是一个没爹的孩子。他是我的种，我怎么能不关心他呢？只是有些时候我也是情非得已啊。以后我一定好好疼爱他，好好关心他。看毛彦辰还在那儿不停的叭叭，修洛然一脚把他踹到一边，趴着去了。毛彦辰，签字。不可能！易可婷，我告诉你，你生是我们毛家的人，死也是我们毛家的鬼。想要什么和离书、休书办不到，你就是做了寡妇，也是我们毛家的媳妇儿。姓毛的，希望你一会儿还能这么嘴硬。可婷姐，你们转过身去，把思儿的耳朵捂上。兄妹俩照做。修洛然向毛彦辰走去，不久就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在牢房中响起。小贱人，你放了我儿子。签不签？我签。修洛然递过和离书和笔。你敢耍滑头啊，我就让你比刚才要疼1000万倍。毛彦辰乖乖地签下了和离书。修洛然把和离书递给易可婷，易可婷流泪了。他终于自由了，他终于可以回家看看他父母了。我还得再找雷大人一趟。洛洛，雷大人这人其实不太好相处，如果没有必要的事情就不要麻烦他了。大哥，雷大人的官署不在这儿，他这儿的事情结束可能就要走了。皇上对毛启腾父子的处置批复，恐怕呢还得些日子能到。毛家父子是进去了，估计呢也出不来了，但是他们的爪牙还在，我怕他们会对你不利。我一人双拳难敌4手，怕是有什么疏忽的地方，你们被毛家的爪牙暗算了，那我罪过可就大了。我想要请雷大人借几个兵给我，哪怕是给咱们壮胆也好。易静霄点了点头，不得不佩服修洛然想的是很周到的。
修罗然出门，骑着马，顺着官道向石河省跑去。转眼你也这么大了，你娘当年……哎呀，看看你，是不是高兴的糊涂了？外甥女远道而来，旅途劳顿，她肯定是饿了，也累了。先让她洗漱吃饭，再好好休息一下。等她休息好了，你们生就俩有多少话说不得呀？饭后，修罗然拿出外公张月堂的信，张旭为看过之后，就把信递给了邵氏。邵氏很快就看完了，夫妻两个都沉默了下来。二舅，怎么啦？难道你已经给我表哥表妹定下了亲事啦？虽然没定下来，可也差不多了。哎呀，这有什么难办的？你们就说刚刚接到家书，我外公已给我表哥表妹定了亲事，来信通知你们把聘礼和嫁妆准备好。再说了，这本来就是外公的意思，你们也不算是撒谎。对呀，难道咱们还能和老爷子对着干不成啊？二舅，你要对你上官表达出12万分的抱歉啊，然后积极的帮他分担工作，以表达你的歉意。你外公说京城的事情让我问你，说吧，你都知道些啥？修罗然刚刚认识二舅和二舅母，外公的信里说了啥他也不清楚，让他向二舅他们交底儿，他是做不到的。我觉得外公的意思是虽然现在三皇子的腿断了，五皇子可能无异于皇位，可是事情都是在千变万化的，那谁知道啥时候就发生了变故啊？比如三皇子遇到了神医腿治好了，五皇子突然想要参与进来，这四皇子得了助力也想拼一拼，七皇子是嫡子，他更是有资格争一争。二舅，你说咱们现在就站队，这是不是过早了？张旭为夫妻对视一眼，没有说话。不管你的上官是哪伙的，那都和你没关系啊，你只要好好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到时候外公和大舅站哪队，你就是不站队，人家也知道你是和外公大舅一伙的。我真的是糊涂了，洛洛说的对，我还站什么队呀？我已经有队了。好好做你的官儿，做好了咱爹和大哥自然把你调到京城去，有咱爹和大哥罩着，你啥事都不用操心。没错没错，洛洛，你早些休息吧，累了一天了，我这就到上官家请罪去。你们是不是想找死啊？修小姐，我和五哥就是想跟着你，看看你到哪儿去，没别的意思。修小姐，我们公务完毕，正准备回京，没想到刚刚出了天狼岭，就看到你在前面。七里说你应该也是要回京的，干脆追上你一起走。我怕你要是有别的事情和我们在一起不方便，我就说悄悄跟在你后边看看，如果你有事情我们就先回去，如果你没什么事情再叫住你一起走，我们并没有什么恶意，你别误会啊。你们在后边跟着倒是惬意了啊，离得那么远，你们人又这么多，我在这边又没朋友，那肯定就把你们当敌人了。你们知不知道70-80步的距离，本姑娘是可以一击毙命的。还好你们给追上来了，如果你们再晚上一些，这天又黑了看不清楚，这稀里糊涂被我杀了，你说你们冤不冤啊？躺在热乎乎的干草上，易静阁很快就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易静璇却是很久都没有睡着。这丫头每次看到他都会给他惊喜，他经常盼着能见到他，看看他还能做出什么他意想不到的事。滴答滴答，外面下雨了，山洞却很是温暖。易静璇也带着微笑睡着了。快起来，有野兽！易静璇一个蹦高蹦了起来，脑袋差点撞上山洞顶。他一把薅起还在睡的易静阁，拉着他就往山洞外跑。五哥，你说11姐干嘛去了？估计是找人来拉郎。找人？找谁啊？找他二舅？那也太远了吧。近处就没人吗？近处？你的意思不会是说修小姐是去找土匪了吧？以她的性子，没准儿。还真让易静璇猜对了。修罗然此刻正站在天狼岭的半山腰上，大喊：请你们老大下来，我有事儿找他。怎么又是你？10几里外的山上有几个山洞，你们知道不？知道。山洞前我们杀了10几只狼，你们拉回去吧。你们山寨有多少人？快300了。我和吕元府的知府比较熟，如果你不想在这儿生活了，可以去找他，没准呢他能给你们一条出路。如果他不理你，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知道我是谁。修罗然说完就骑马走了。他跑这一趟就是为了帮我们的。本地叫红枫城，听说有几座山上的枫叶特别好看，眼下正是枫叶红了的时候，我想要看看枫叶去。去，我们也去。五哥，对吧？
易静玄点了点头，那他弟都替他做主了，他还能说不去吗？吃完饭，修罗然问了酒楼里的伙计，伙计告诉他灵禅寺的红叶很有名，而且这个季节灵禅寺的菊花开得正盛，也正是赏菊的好时候。哇，这太漂亮了啊！这香味也好闻。哦哟，这些红叶可不单单是枫树叶，还有别的树叶。哎呀，可惜不认识。修罗然他们从树丛里走出来，那些话说的可太对了，宁可相信天下有鬼，也别相信男人那张破嘴。男人如果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树。女人啊，闹来闹去不还是得屈服吗？所以你说你闹个什么劲儿啊？闹得你男人对你更不好了。两位皇子有没有兴趣跟踪他们，看看这件事情的后续啊？人家一妻一妾回家过日子去了，哪里还有什么后续啊？七皇子啊，要不咱们打赌，赌一赌他们是回家过日子去了，还是回家继续闹腾？修小姐，你是说那个向德柔并不是屈服了，而是回家和离去了？对。哎，五哥，你怎么看？可能女人更理解女人的想法。五哥，你也相信他们回去后会继续闹腾？会不会闹腾，咱们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回到酒楼，修罗然说，我已经查清楚了，陈世俊的父亲是这里的知州，向德柔的父亲是同知，正好是陈世俊父亲的下属。不过向同知的能力比较强，陈知州有什么事情都很依赖向同知。就是因为这个，向同知没少替陈知州背黑锅。你别看二人是亲家，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其实各怀鬼胎。还有这个陈知州是个大贪官，陈世俊呢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吴媚儿只是他一个相好。另外他还养了2个外室，都很是美貌，其中一个也生了个儿子，他还是妓馆的常客，好几个妓子答应以后跟着他，就等着让他赎身呢。修小姐，你说这些情况陈世俊的妻子知不知道？他如果想要知道，调查起来并不难。他爹好歹也是同知，官职仅次于知州。你有什么打算？如果那个向德柔坚决要和离，那我就帮帮他；如果他认命了，那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不过这个大贪官陈知州，我是肯定不会放过他。与其让他儿子把他贪来的银钱都用在女人身上，还不如让咱们拿来花花。这个我同意。修罗然看易静玄也没有说什么，就当他同意了。我看咱们分成3伙，我和冷萧一伙，你们哥俩呢和北1、北2分成2伙。我们去陈知州和向同之家去看看去，你们一个跟着陈世俊，一个跟着向德柔，咱们3管齐下，天黑以后酒楼会合。好。天黑了，喜相逢酒楼的一个房间里，修罗然一行人聚齐了。修罗然问易静玄和易静阁，你们先来说一说，这夫妻俩回家之后都干了些什么？我带着北一跟着向德柔去了他的院子，他叫丫鬟婆子好好照看他的儿子，他带了一个丫鬟就去找他的公公陈知州。看来向德柔早就知道陈世俊在外边沾花惹草了，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只等时机一到，他就会带着孩子离开陈家。如果他一直等不到这个时机呢？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就是不和离他也能过得很好，不会受别人的窝囊气。易静阁和易静玄点点头，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向德柔这个女人不简单。易静玄对修罗然说，说说你们的见闻吧。看来这个向德柔不需要别人帮忙，那咱们就做咱们的事情。向德柔的父亲向同之家里很和睦很安宁，据了解向同之的官声很好。那个陈知州可就不同了，他不但贪婪，还很抠门，盘剥百姓，加重赋税。如果不是向同之经常帮他收拾烂摊子，他辖下的百姓恐怕早就反了。你们刚刚说到向德柔，他有私宅，把他的嫁妆都送到私宅去。他公公陈知州也有个私宅，我到那儿看了看。那个3进的院子，光是银窖就有2个，还有一个密室，里边也都是宝贝。修小姐，听你这么说，陈知州应该很有钱啊。可是这么多银子，咱们怎么拿走啊？就算是让我可劲儿背，我又能背走多少两啊？咱们不拿银子，咱们拿银票回京。你们几个给我密切注意着点陈知州的动静，我找人来帮忙。你们不用着急最多4天我就回来了。修罗然骑马跑了。易静阁问易静玄，五哥，他在这里应该没有朋友吧？他到底找谁帮忙啊？应该不是他二舅，难道是……小希，别管那么多了，反正到时候你有银票分就行了。修罗然说话算话，果然不到4天时间，他就带着一大队骑兵赶了回来。领头的正是易静玄想到的那个人，
3省总督雷汉廷。没什么事吧？一切如旧。雷汉廷的队伍都没有休息，就直奔知州衙门。抓了陈知州之后，抄了他的家，从他的书房夹层里取出很多他搜刮民脂民膏的证据。别丢人现眼了。五哥，我长这么大真的没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啊！雷大人，如果没有五皇子和七皇子在这儿，咱们肯定还是老规矩，你6成我4成。这2个皇子在这儿，这事肯定他们也是出了力的，也不好叫他们吃亏。你看这么行吧，我们3个拿6成，你拿4成。好，就依你。条件谈成，修罗然也就放心了。他看着密室里搬出来的东西，对易静玄和易静阁说：“你们快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喜欢的就拿着，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啊！”雷大人，这个本皇子就留下了。雷大人，我的嫁妆已经被陈家搬空了，我的嫁妆箱子里装的都是破烂。我有个4岁的儿子，还怀有3个月的身孕。陈家现在的情况，大人也知道。我不想待在陈家了，我要回娘家，靠着娘家生活。你男人呢？你不管了？如果他有罪该坐牢，那就让他坐牢；如果没有罪放回家来，他还是我儿子的爹。有爹的家才是完整的。雷汉廷点了点头，这女人可很聪明啊，把男人弄到娘家去，孩子有爹了，男人靠着岳家生活也不敢不听话。事情都安排好了，修罗然和易静玄、易静阁跟随着雷汉廷回到了康台城。易静霄、易可婷兄妹看到易静玄、易静阁兄弟，双方都很惊讶。那个该死的毛巡抚在哪里啊？看本皇子不扒了他的皮！敢欺负咱们易家人，他是不想活了吗？如果没有洛洛，我们兄妹俩不死也是活遭罪。他去找来了总督雷大人，已经把毛家父子下了大狱。我们进大牢把他们狠狠打了一顿，关了我3、4年，只打他们一顿，真是便宜他们了。我父皇的旨意应该快到了吧？应该快了。雷大人的奏折用的是800里假期，等皇上旨意到了，咱们就回京。哼，我父皇肯定不会饶了他们，他们就等着死吧。你对毛启腾了解多少？我和他接触的不多，了解的也不多。我是第一次来康台城，毛家来这里以后，第1年毛彦辰就模仿可婷的笔记，给我父母写了2封信，信里说了很多毛家的好话，说毛家对可婷如何好，我父母并没有一点怀疑。毕竟毛家在京城的时候，可婷在毛家过得确实不错。第2年我游学到这里，发现可婷被他们欺负得厉害，就发下狠话要写信回京，让我父王派人来接可婷回家。是我低估了毛家，没想到他们竟然敢囚禁我，而且囚禁了快4年。大哥，你和可婷姐3、4年没有消息，安王叔和王婶就没有想到派人来看看吗？我估计这3、4年毛彦辰肯定也模仿我和可婷的笔记，给我父母写了不少平安信。毛启腾是个做事喜欢留后手的人，他们家欺负可婷姐，囚禁你大哥，肯定是留后路了。我去就来。修罗然很快就回来了，拿着一小块布条，他把布条递给易静玄他们看。这是我的人拦截下来的，是毛启腾把身上的玉佩给了狱卒，请狱卒送出大牢的。洛洛，这块布条是送给谁的？我以为收布条的会是个厉害的人物，没想到只是个普通人。毛启腾手里握着别人的秘密，咱们要小心他被人灭了口。灭口的人已经去了2次了，我的人觉得可疑就没放他们进去。我的人通过跟踪发现婚前大狱的2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派去的，这个人住的地方就是毛启腾告诉狱卒的那个地址。洛洛，毛启腾不知道有人要杀进大楼杀他吧？否则他也不会往外送信了。你的人，你带了多少人来啊？我的人不是我带的，是雷大人送我的，一共是有12个。雷大人送你12个人干嘛？我要护送萧世子和可婷郡主回京，怕毛启腾的爪牙捣乱，那我顾不过来，要人帮我。为了我们兄妹，让你费心了。我说萧世子，易大哥啊，你总是这么客气啊，这次数多了就显得很虚伪。说的太对了。易静玄用手抵着嘴，垂着眼帘，弯起的嘴角表明他也在笑。大哥，有些话记在心里就好，挂在嘴上真的很没有诚意。好，我记在心里。要记在心里，我也会一直记着姨姨的好。修小姐，你还没说收布条的人是谁呢？是离咱们这酒楼不远的一家杂货店的掌柜的，据观察他也只是个小喽啰，我没有深入调查，反正毛启腾和什么人来往啊，与我无关，我怕继续查下去啊，会看到那掌柜的尸体，怕他被灭口。对，咱们不说毛家的事情了，你们一路赶来辛苦了，我刚刚叫了一桌饭菜，咱们吃饭吧。饭后，
修罗然就开始张罗回京需要准备的东西，易敬玄和易景阁也跟着帮忙。2天之后，雷汉廷收到了皇上的批复：毛启腾、毛彦辰父子斩立决。雷大人，有你坐镇，相信不会出什么岔子。我们就不去看行刑了，这就回京城了。大人什么时候回京，一定要去镇西侯府找我啊！我请大人吃美食，喝美酒。好，本都记住了。修罗然带着队伍就出发了。